考落榜后，他带领一帮兄弟狂撸100亿网贷，网贷老板跪地求他还钱。明哥，咱们都落榜了，专科都没考上，我们要不要复读啊？复读你也考不上，真复读也就明哥可以。对啊，明哥，要不你去复读吧，你脑子灵光，一定可以的。一群男生围在一起，这些可全部都是王明的小弟。复读就不复读了，我有一个赚钱的项目，就看你们敢不敢信我。哥，我们当然信你了。对呀，你还不相信吗？我们可都听你的。反正咱们没有书读了，有个活路就成。对呀，你要是不管我，我可能就得进厂打螺丝去了。一时间，这帮兄弟看向王明，似乎就差挖心出来证明着自己了。强子，我准备炒股，我有把握可以赚钱，就看你们跟不跟了。明哥，我当然信你，只不过咱们没有本钱啊。对呀，明哥，你脑子灵活，当然信你。我顶多能够找家里要2000块路费南下打工，这2000块够了吗？我这里顶多1000块路费，再多家里怕是不给。这点钱肯定是远远不够，现在可是牛市，钱越多赚的才越多。如果手里有10万，我有把握赚到100万甚至1000万。王明兴奋地说道，不禁让众人感到震惊，这可是他们从来没有想过的。什么10倍100倍的利润，这是真的吗？明哥，你可不要吓我啊！这炒股真的有那么赚钱吗？上100倍的利润啊，我们还打什么工吗？对呀，进厂打螺丝1个月3、4千块，一年都存不到几毛钱啊！明哥，只要能够赚钱，你说怎么办就怎么办。一时间，在利润的驱使之下，众人可都非常的眼红，他们太想赚钱了。我不能够说100%的把握，但是至少有90%的把握让你们赚钱。重活一世，他不可能把股市动向说得一清二楚吧？那样可就没意思了。可是咱们没有太多钱啊。对呀，我总不能回家偷钱吧？这不合适。要不咱们进厂赚到钱再说。打工太慢了，我准备去借钱。现在不是 P2P 盛行吗？只要申请就给钱。是的，王明连资金来源都想好了。如今可是网贷最辉煌的时刻，咱们什么都没有，真的会借给我们吗？对呀，我们可没有抵押的东西啊。咱们不会借的高利贷吧？这玩意可是无底洞啊！大家不要怕，咱们借的可都是网贷，并不是高利贷。放心吧，未来这些钱可能都不需要我们来还的。王明微微一笑，而众人却是诧异了，因为这哪里有借钱不还的道理啊？强子，如果咱们借钱的公司倒闭了，你说还要不要还啊？王明再一次笑了起来。后面这些网贷平台可是遭遇了严打，被强制关闭。明哥，我信你，你敢借我也敢借。拼了，就算是输了，咱们还年轻，还可以打工赚钱。兄弟们，既然你们看得起我，那咱们就干。很快，王明就开始下载着各种网贷 APP，开始不断的注册。看着就这么填，今天先填个10家，要是能够马上放款，那咱们可就有启动资金了。明哥，我信你，我也申请。其他人一看，也是纷纷行动起来，开始不断填着资料。明哥，这样真的会放款吗？不应该去线下签协议吗？这个问题不大，咱们还年轻啊，年轻就有还款能力，就算借不到，咱们也没有损失，不是？明哥说的对，就是填点资料而已，怕什么啊？一时间，王明的几个心腹无条件的支持着王明，众人也是点点头，继续等着。而就在此时，有人的手机直接响了一声，卧槽，明哥，我都挣了10万块，真的是10万块，你小子还真借到了。卧槽，明哥说的是真的，真的能借得到钱。一时间，众人可是兴奋起来了，这突然而来的钱让他们看到了希望。我的怎么还没有到账？对呀，都是一起填的资料，我怎么没有短信啊？放心吧，既然有一家放款了，我们都会得到。就在王明说话之际，又有短信音响了。此时所有人都看着自己的手机，随后欢呼起来了。卧槽，10万块，我也有10万，我另一个平台也放款了，得到了8万块，我胆子太小了，只申请了5万，也放款了。兄弟们，咱们还等什么？先去逍遥一把再说，先去 KTV 点几个公主。一时间，人有了钱，人性的阴暗面可就是膨胀起来了。兄弟们，听明哥的，咱们借钱是来赚钱的，你现在花掉了，怎么赚钱？现在想挥霍的都给我忍着，咱们赚钱了再说。赚钱了，你们就是去点10个公主，我也不管你们。明哥说的对，我差点迷失了方向。对呀，还好有人提醒我，不然这些钱我真的把握不住啊。咱们再努力申请几百家，然后去证券公司开户，只要赚钱了，我们要让嘲笑我们落榜的同学高攀不起。1周之后，王明带着一众人来到一家证券公司。有人没有？我们要开户。很显然，这些工作人员都有点狗眼看人低，都没有过来接待。有没有人？我们要开户。你好，你们是要开户吗？成年了吗？成年了，我们都要开户。那你们等一下，我安排人过来帮你们开户。很快，一名学生样的女生走了过来，一看就是实习生，估计安排过来练手的。先生，我来帮你们开户，请把身份证给我一下。最终，一群人都办理好了开户。先生，已经绑定成功了，你现在可以将钱从银行转到证券账户。我要加杠杆，你能不能处理？这个是可以的，不过我没有权限，我找我姐来。说着，小姑娘找来了刚刚在大门口直接无视王明等人的女人。先生，加杠杆的服务我们是有的，不过低于10万数不接待。女人说话的言语充满着高傲以及不屑，在她看来，眼前的学生根本就不可能满
满足。收起你的高傲，漂亮的脸蛋竟然是如此的狗眼看人低。你怎么骂人？如果你再无理，我就要叫保安了。有本事你就叫人啊！我倒是要看一看你们证券公司是怎么对待客户的。王明底气十足，他们10个人的身家加起来超过上亿，在任何一家公司绝对是大客户了。保安，把这些捣乱的人赶出去。保安听到声音走了过来，而此时大堂经理听到动静，再一次赶了过来。赵婷婷，怎么回事？怎么又吵起来了？经理也是一脸的无奈，这一位漂亮的下属的确是不省事啊。经理，他在捣乱，还骂我。经理，你们这里的人员可真是势利眼啊，的确是需要管教啊。本来还想在你们这杂役加点更改，看来还是要换一家了。说着，王明就准备着离开，而此时的经理却是愣住了。先生，请留步，你说的是1亿？经理，他们就一群穷学生，别说1亿，怕是1万都没有。住口！先生，不知道你刚才说的是不是真的？当然，不知道能不能给我们加10倍杠杆。王明微微一笑，至少这一位经理态度不算冷淡，还是值得交流一下。王先生是吧？如果你们真的有1亿的话，我可以申请，可以给你们加10倍杠杆。当然，如果你确定的话，我现在就可以将钱转到账户上。王明一脸认真的说道，而如此底气十足的表现，可是让经理大喜过望。经理，他绝对不可能有钱，他这就是在耍你。如果你们有1亿，他们还会穿着地摊货衣服吗？赵婷婷眼光很利，一眼看出来王明他们等人穿的衣服都是几10块的，而王明等人每天的工作就是不断填着资料，不断收钱，他们哪里有时间去逛街买衣服啊？赵婷婷，闭嘴！王先生，这边请，我们去 VIP 室。说着，直接引导着王明等人去，而赵婷婷想了想，也是跟了过去。现在正是交易的时段，你们需要把钱转入证券账户，我们才可以加杠杆。强子、二牛、大虎转账。一时间，10人都在进行着转账，一笔笔钱正不断的涌入证券账户里面，而经理也给刚开户的小姑娘一个眼色，让对方去查一查证券账户。很快，小姑娘摇头回应：“我就说嘛，他们就是装大尾巴狼，直接将他们赶出去就好了。”是吗？要不你再查一查。经理，到账了，每个人都有1000万，刚好是1亿。小姑娘激动的跳起来，这可是她的业绩的，未来交易的佣金也是她拿的。不可能，一定是看错了。赵婷婷傻眼了，她不敢相信王明竟然真的拿出来钱了。各位先生，接下来我们将为你们加杠杆，明天资金就可以分配到位。可以。小楼，你以后不要来打卡了，24小时为王先生服务。是，经理。小姑娘高兴着点点头，她知道真的服务好，她的佣金1个月几万块，甚至几10万都有可能。王先生，怎么样？你看是否满意？经理，刚才他想赶我走啊，你要是不处理，我很难保证在你们这里产生交易啊。王先生，对不起，我是管教不严。赵婷婷，你现在立刻停职，等待公司处理。王先生，我将上报总部开除他，不知道您是否满意？经理，我带来了那么多的客户，你不能够开除我。赵婷婷，你求我没用，你要求王先生。王先生，对不起，我狗眼看人低，请您原谅我的无礼。经理，你不是说要派专人服务我们吗？我要他24小时随叫随到，只服务我一人。这当然可以。赵婷婷，听到了没有？此时赵婷婷反应了过来，虽然不知道王明为什么要这么做，但是她知道得到了谅解。王先生，谢谢你，这是我的名片，我将24小时待命。明天8点，先从帮我们送早餐开始吧。是，我一定准时送达。交代完，王明带着众人快速离开了。明哥，太解气了，还是你威武啊！还别说，赵婷婷可比咱们学校的校花都漂亮。明哥，她可是比孙雅漂亮不知道多少倍，要不你就收了吧。大虎别瞎说，那可是姐姐，比咱们都大，这也太老了吧。哈哈，不是她老，是我们太小，大学毕业才是极品啊，只有这样才配得上明哥。好了，别说有的没的了，接下来咱们还得继续高强度借网贷，一人借个10亿出来，有100亿启动资金，未来将是我们的天下。王明兴奋了，虽然说撸够100亿有些难度，但是这一个年代一切都有可能。翌日，赵婷婷如约来到王明的住处。王先生，您要的早餐我已经带来了，不知道还有什么需要我做的？你在一旁等着吧。好的。赵婷婷站在一旁，看着一群男人吃着早餐，强子等人不禁唏嘘：赵小姐，要不你也过来吃点？不用了，我吃过了。事实上，赵婷婷并没有吃，一大早起床她就去赶地铁，根本就没有时间吃早餐。吃饱了没有？吃饱了就干活了。吃饱了，您说怎么干，我们都听您的。所有人立刻买入特力股份，直接梭哈！兄弟们，特力股份代码是9527，大家直接买入。赵强不愧是王明的得力干将，快人一步，直接将代码都说出来了。王先生，你们要不要再考虑一下？这一只股票目前处于下跌行情。明哥，咱们还要买吗？所有人疑惑地看着王明，毕竟赵婷婷那可是证券公司的人啊。我已经梭哈了，你们看着办。pass 的话可以再等等。明哥都买了，还有什么犹豫的？对呀，明哥还会坑我们不成？大家都一样的。你们 pass 的话就先别买，反正我无条件相信明哥。一时间，所有人都跟上了，全部梭哈了。你们真的疯了！今天极大概率会跌停，你们买入将一无所有。赵婷婷，你要清楚自己的身份，你是来服务我的，不是来指挥我的。我可以明确的告诉你，这一只股票
今天就会启动，绝对大涨。王明一脸严肃地说道，他可是比谁都清楚这一只妖股的走势。王先生，我求求你换一只股票买吧，这一只股真的不行啊。放心，亏不了，你做好你服务工作就好了。王先生，我作为你们的客户经理，请你相信我这一次吧，现在撤单还来得及。赵婷婷可是苦苦哀求着，而王明却是根本就不管不顾。都买好了吧？买好了就干正事，咱们可还有几千家需要操作。好，我们马上工作。而此时的赵婷婷眼见说不动王明，也只能把情况上报公司了。什么梭哈特利股份了？你怎么不阻止？周总，我劝了，可是劝不动啊。赵婷婷，我不管你用什么办法，绝对不能够让客户出现亏损。是我尽力。此时的赵婷婷后悔啊，这怎么摊上这么个事了？最终她还是敲开了王明的房门。王先生，求求你了，现在撤单还来得及，我不会害你的。要不然我们打个赌，如果是涨停，以后你无条件听我的；如果是跌停，我再投进来1000万，成为你的客户，让你赚佣金。好，如果真的涨停了，你让我干什么都可以。王明跌停买入的20个点，1亿的20个点，那就是2000万。这样帅气又多金的男人，就算他倒贴上去也是非常值得。那你出去吧，等着见证奇迹的时刻吧。也不知道多久之后，正在操作网贷的王明被推门声给惊醒了，来人正是赵婷婷。此时的他满脸通红。王先生，你太神了，真的涨停了！一时间，听到动静的小弟们也是跑了出来。明哥涨停了，那咱们能够赚多少啊？对啊，我不是太懂啊，咱们到底是赚了多少？看吧，听明哥准没错，这下你们信了吧？你们10倍杠杆买入了11股票，20个点就有2亿的收益，也就是说，你们靠着1000万的本金赚到了2000万的收益。赵婷婷认真的解释道，似乎此时她才感觉到自己有那么一点点用处。卧槽，2000万，这也太容易赚了吧！我的天啊，明哥牛逼，咱们这可是真的赚到钱了！太好了，太好了，咱们赚到了2000万！天啊，我们已经成为千万富翁了！明哥，以后你比我亲爹还亲，我就认准你了。对呀，有你这个大哥，我真是三生有幸。明哥，以后我给你做牛做马。此时，好几名小弟可是激动的表露着自己感谢，他们都是一帮落榜生啊。明哥，咱们现在怎么办？要不是直接卖了？现在不能够卖，只能够明天才能够卖。明天才能够卖，那明天会不会下跌啊？对呀，明天要是跌了的话，那钱不是又亏进去了？大家别胡思乱想了，听明哥的就行。我再说一遍，这一只股才是刚刚启动，未来还有的涨，到时候我会叫你们下车。没错，听明哥的就行。王先生，不知道这一只股票会涨到多少？这个嘛，涨到100块就可以卖了。王明随意的一说，赵婷婷却是傻眼了，随后却是摇摇头。如今才是7块多，还有10多倍的上涨空间，这不太可能吧？是吗？那就拭目以待吧。对了，打赌我可是赢了，记得你的承诺。王明一脸奸笑，这不禁让赵婷婷微微一愣，随后就想到了什么。我听你的，你让我做什么都行。赵婷婷似乎豁出去了一样，她也想找一个依靠，王明似乎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很好，今晚你就别回去了。一众小弟坏笑着离开了房间，心中已经知道一件事了。晚上赵婷婷鼓起勇气敲响了房门，然而却没有听到声音。而就在此时，收到了王明的语音：今晚我们在外面喝酒，你负责守家，2楼还有一个房间空着，你去那里睡。赵婷婷又羞又怒，她都做好了现身的准备，而王明人却跑了。王明，你耍我恨你！明哥，你这也太坏了，我还以为要叫赵婷婷大嫂了，你这是直接耍了她。哼，一个势利女，长得再漂亮，那又如何？赵婷婷的确是势利，不过这长得的确是漂亮，比咱们学校的校花都漂亮。别想女人了，现在赚钱才是正事。有了钱，什么样的女人没有？明哥说的对，咱们可是一个小目标都还没有啊。对，亿万富翁都还没有，这算不了啥。赚钱了，我直接叫10个妹子，让那些看不起我们的同学看一看。10个太少了，我要叫100个，让他们羡慕的要死。你们不对啊，那不得先帮咱们明哥点100个，让明哥先享用。没错没错，明哥先，明哥最大。一时间，一帮精力十足的男生不断吹着牛皮。好了好了，我有个事说一下，明哥，咱们班长今天打电话告诉我，过2天将会有一次班级聚会，咱们去不去？去什么去？这完全就是好学生的专场，咱们一帮落榜生过去多尴尬。对呀，我看这完全为考上大学的聚会，咱们落榜的过去，简直是自讨苦吃。那些考上大学了根本看不上我可不想过去被嘲笑啊。明哥，你说呢？我们去不去？众人都看向王明，去不去都由他决定。为什么不去呢？少了我们10个，这可不像是班级聚会了。好，那咱们就去。以前咱们的确是落榜生，但是现在我们可是千万富翁。凭什么聚会是他们的主场？咱们为什么不能成为焦点？强子霸气地说道。此时感觉可是一次扬眉吐气的机会啊。对呀，咱们现在有钱，如今我卡里还有1000多万美花泥，要让那些看不起我们的同学知道，我们是没考上大学，但我们混得更加好。一时间，小弟们异常兴奋了起来，这不禁让王明也是点点头，他要的就是这样的效果。
此时在帝豪酒店大门口，高3、5班的同学们都在等待着。刘哥，你这跑车怕是要上百万吧？这也太好看了。这是我爸奖励给我的保时泰911，200多万而已。考得好有什么用啊？人家家里有钱啊。对呀，别人的起点就是咱们的终点，直接不用奋斗了啊。这时，另外一辆跑车也是出现在门口，走出来的是班花孙雅。孙雅，你这跑车竟然跟我是同款，也是911啊！孙雅、刘豪，你们可真是心有灵犀啊！竟然买跑车都买到一样的，这简直是非常的般配啊！孙雅不是跟王明好过吗？这是不是真的啊？一些男生说着说着，就直接扯到了王明身上。王明一个舔狗而已，他敢再接触小雅，可别怪我不念同学之情了。你们不要胡说了，王明是想追我，但是我从来没有答应过。看到没有，小雅说得很清楚了，王明就是一个舔狗。刘豪，我们也只是同学关系，你还是叫我名字吧。尽管孙雅在私下跟刘豪关系很密切，但是在同学面前还是得再装一装。好，人到齐了没有？今天我请客，大家可以在5星级酒店随便吃。差不多了，基本就差王明那一帮差生了。王明他们啊，怕是不敢来了。对啊，连大专都没有考上，他们哪里还有脸来啊？我看不用等了，他们不会来了。我觉得他们最好来啊，讨好咱们刘胜，说不定还可以安排个工作。那就不懂了，我看不会来了。一群人正准备着进门，突然数辆跑车同时出现，还是清一色的拉法。一时间，刘豪也是愣住了。拉法比他的911更加昂贵，如今还是10辆一起。此时这些拉法直接按着喇叭，示意着保时泰让路。还别说，刘豪的跑车还真的就挡住了路。刘少，这些富二代也太嚣张了吧！一些不太聪明的男生直接吐槽道。此时刘豪却是屁颠屁颠的跑到跑车那里，打了一个歉意的招呼，表示着自己马上开走。不好意思啊，我马上开走。不是吧，刘少为什么要让位啊？对啊，这不是先到先停吗？他们不知道停前面去啊。这跑车我好像认识，这是拉法，专业的跑车品牌啊。好吧，看来这些人的来头可不小，就连刘豪都认怂了。很快，10辆拉法停稳了。然而走下来的人让所有人大吃一惊。什么？那人怎么看着有点像赵强啊？怎么可能？赵强怎么开得起拉法？也对，不过后面那个怎么像是钱平啊？还真是，什么情况？他们怎么是从跑车上下来的？傻眼了，所有人都傻眼了，因为这些人他们是越看越眼熟。周平不认得我了，我是你的同桌赵强。你真是赵强？这怎么回事？这跑车是你的？我跑车我刚买的，还行吧。赵强，你可是贫困生，怎么可能买得起好几百万的跑车？对呀，赵强，你家可是贫困户，你哪里有钱买这个车啊？我看是租来的吧，现在豪车也是可以租的。没想到啊，赵强你也太虚荣了。没考上大学，家里穷也没什么，你这强行装逼就让人觉得恶心了。一时间，一名同学可是直接揭露着赵强的底细。我就说嘛，这为什么都是拉法，只有租车行才能一次性拿得出来啊？赵强，我鄙视你，竟然租车来装逼。谁说是租的？我们可都是买的。对呀，我们昨天刚买的。哦，跑车都在这里了，你们还不相信？你们说是买的，你们的大绿本呢？拿出来看看。赵强，我们都知道你的家庭情况的，别装了。对呀，你骗得了别人，可骗不了我们这些老同学。大伙，你们快还回去吧，说不定还能够退1半的钱。快退了吧，到时候碰了修车就是几万块啊！就在此时，王明也从车里走了下来。各位同学，好久不见。王明，难道你以为这样就可以追到小雅不成？我看租车这馊主意也是你出的吧？哎，你们没有考上大学，也没有必要这样来强撑面子吧？这租车的钱，他是要让你打好几个月的工了吧？谁说这车是租的？谁说我没有大绿本的？赵婷婷。王明一脸自信地说道，随后直接叫了一声。此时从副驾驶上走下来一位女生，而刚刚一下车，那容颜直接让那一帮男生看傻眼了。卧槽，什么情况？王明车上怎么有那么漂亮的美女？不是吧？难道这美女也是租来的？这可是下了血本了。不一定吧，这样的角色怕是不可能愿意让你租来当女友吧？一帮男生讨论着，看着赵婷婷那可是咽了口水，实在是太漂亮了。你是叫刘豪吧？要不你来看一看，这绿本是真的还是假的？王明，你为了装逼可是真的下了血本啊，竟然连假的大绿本都办出来了，看来可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啊。王明，你为了我可是下足了本钱啊，你不要再来纠缠我了。王明，赶紧滚出去，别在这里丢人显眼了。刘豪此时可是非常的爽，在同学面前狠狠羞辱王明，这让他心里得到极大的满足。强子，走吧，别丢人现眼了。还有大虎，你这跟的什么人啊？你怕是被王明坑坏了。就算没考上大学，也不能够骗人啊！这我可不敢再跟你们玩了。同学们纷纷摇头，强子等人可是非常的生气。妈的，这跑车真是我买的，你们怎么不信啊？对呀，我们大绿本刚办好，你们又说假的。妈的，你们就是狗眼看人低。没错，一群狗眼看人低的同学。大虎，你们就是租车装逼，你说你买的，这谁信啊？对呀，你们怕是疯了吧？租来的跑车开了会就真以为是自己买的。显然，赵
强等人的愤怒并没有改变这些同学们的态度，打死他们都不相信这是赚钱赚来的。我们炒股赚来的钱，现在可是牛市，简直就是捡钱一样。对呀，我们跟着明哥炒股，那已经是赚了1个亿了。你们这些狗眼看人低的家伙，现在我已经不是那一个穷小子。这1个亿可是让不少的同学一脸震惊，随后却是笑了起来。妈的，你们可真敢吹啊！还1个亿，真以为你们都是股神不成？傻子吧，直接1刀2断算了。这样的同学我可不认了。1个亿，就算你们运气好，股票涨了10倍，你们也必须要有1000万本钱。你们谁有？我看你们踏实1万块都拿不出来吧？你可别告诉我你们的股票涨了1万倍啊！你们别不信，我们还真的有1亿1000万。就在赵强等人想继续说下去的时候，王明直接打断了对方，他可不想那么快就此事宣扬出去。强子，别说这些废话，看到前面那2辆跑车没有？给我砸了！对啊，还是明哥聪明，这是最简单的办法。没错，听明哥的，砸了！老子钱多得很，1辆保时捷而已，顶破天就是几百万。砸！老子憋着一口气，今天是必须要发泄了。一时间，在王明的提议下，小弟们立刻行动起来。赵强，那是我刚买的跑车，价值200多万，你敢砸，我一定让你倾家荡产。强子，你们别做傻事啊，这可是200万啊！对呀，你们真的砸了，这赔都得赔死啊！别硬撑了，走吧。王明这是坑你吗？不就是200万吗？垃圾跑车砸了就砸了，200多万也算跑车？我们买的也只是刚入门而已。这是孙雅的跑车是吧？兄弟们过来砸，他可是欺骗了明哥的感情啊！砸！刘豪跟孙雅都不是什么好人，必须给我砸了！一瞬间，2辆跑车被砸得七零八落，彻底散架了。赵强，你们胆子真肥，我必让你们倾家荡产。王明，你还不快让他们住手！这可是我刚买的跑车。刘豪跟孙雅2人着急了，这可是他们刚买的跑车啊！王明，今天你要不赔1辆跑车给我，我必让你家破人亡。王明，200万不给我200万，我立刻报警，我让你坐1辈子的牢。呵呵，砸，给我使劲砸，不就是钱吗？我给你。王明冷笑道，他账户里大把的钱，今天这个逼他可是装定了。明哥搞定了，这可真的爽，太爽了，这心中的恶气可是真的解了。没想到啊，这砸车可是非常治愈的，我觉得从来都没有那么开心过。哈哈，什么垃圾跑车啊，轻易就被砸坏了。赔钱，今天不给我200万，你们就等着坐牢吧。不就是200万吗？正好给我，还有孙雅你的2辆垃圾跑车，也亏你们当成宝。呵，还在这装大尾巴狼，我看你能够装到什么时候？刘豪嘴上说道，却还是很快将自己的卡号发给了王明。转了也别200万了，我多给你们50万，凑够250。一时间，赵强等人那可是笑了起来，不得不佩服王明会侮辱人啊！哈哈，明哥威武，没错，他们就是250，真够痛快的。他们就是傻子，就是250。转过了，我怎么没有收到？你们休想这样蒙混过关！我告诉你，今天钱不到账，我绝对送你们坐牢！刘豪恶狠狠地说道。就在此时，随着2声短信声响，所有人都微微一愣。250万，这怎么可能？王明，你怎么有那么多的钱？你们怕不是去抢银行了吧？什么？真的到账了？王明什么时候有那么多的钱？1人250万，那可就是500万了。难道他们这些人都是去抢银行了？不然怎么可能有那么多的钱？一定是做了非法的事情，否则不可能有那么多钱的。强子，你们的钱到底是怎么来的？你们不是真的抢银行了吧？抢银行？你觉得抢银行能够抢得到那么多的钱吗？我说过是炒股，你们不相信，那就没必要说了。没错，反正你们都不信，说了也白说。赵强等人兴奋地说道。这一次他们也是顺利地装到笔了，钱也拿到了，你们是不是可以滚了？刘豪一脸愤怒，此时却是哑口无言，因为他收到钱了。王明，别以为你们有了点钱就不知道天高地厚，这个仇我记下了。刘豪，你放心，我也正有此意，这一世我必让你倾家荡产。今天只是刚刚开始。一时间四目相对，2人可都从对方眼里看到了怒火。回到家的刘豪直接将家里面的管家叫了过来，直接就是要调查王明。程叔，给我去查1个人，我要知道他们的钱到底是从何来。少爷，你是说一群穷学生突然每人买1辆拉法，价值高达500多万？此时的程叔听完刘豪的叙述，那也是傻眼了，意味着这些人1个月赚到了几百万。不错，这些跑车极有可能是买的，因为真的非常鲜。少爷，目前股市我还是知道的，如果真是靠炒股赚钱，那他们也需要几10万资金。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他们一定是干着违法的事情，那我要举报他们，我要将他们送入牢。刘豪激动地说道。此时他越来越确定王明的钱一定来路不明。少爷，我就是叫人去查，一定给你讨回公道。哈，我要他们全部都身败名裂。而另一边，孙雅娜也是非常的不甘，她也是叫来了自家的叔叔。明叔，你帮我调查一下，最近他到底在干什么？为什么突然有钱了？没有人能够侮辱我。王明，这是我跟你没完。而此时在5星级酒店，原本刘豪的主场可是变成了王明以及一众小弟们的主场。强子，你们竟然真的那么有钱，到底是怎么做到的？二牛，你小子竟然零花钱都有上百万！我的天啊，你们一个个都突然变成百万富翁了。我说过了，现在我们在炒股，我们现在每天可是收入上千万。这可真不是吹牛，因为这每一个涨停，他们都能赚到2、3千万。不是吧？一天就是赚上1000万，这也太夸张了！股市真的有那么赚钱吗？卧槽，二牛是不是真的？我们可是兄弟啊，你可得带我。看着如此高的利润，众人那可是经不住诱惑了。这个你得问明
明哥，其实很容易，你只要先去平台借电。二牛，不要胡乱说话。对不起，强哥，我知道了。小平，这是我没法答应你，不过以后你要是做什么生意，我可以帮你。很快，这场聚会在各种震惊中结束。这个世界有钱才是王道。请问何时资金到账？只有到账了，我们才可以配资。还没到吗？我已经转入半个小时了。王明有些疑惑，按照正常的情况，这资金不可能等这么久的。明哥，我们的也没有到账，这怎么回事啊？南方银行也是大行啊，这效率也太低了吧？这不是影响着我们赚钱啊？正常来讲，银行不可能那么久的。要不你打电话问一问银行吧。好吧，我打电话问一问。然而就在此时，却是有人按响了门铃。您好，我们是燃气公司的，要上门进行燃气检查。赵婷婷看着两人不像是坏人，就把门打开了。治安员不许动，不许动，双手抱头蹲下。什么情况？我们没有犯事。对呀，长官，到底发生了什么？抓我们干嘛？是不是抓错了？我们犯什么事了？此时，赵强等人傻眼了，里里外外3、4名治安员按住他们。谁是王明？王明直接举起手来，他也是一脸懵逼啊！我们是治安署经济犯罪科的，你们的账号近期有大量异常交易，我们怀疑你们存在诈骗以及洗钱的嫌疑。什么？我们怎么就诈骗了？我们是在炒股，我们可是正规的交易。对呀，我们什么都没有干啊，这钱是我们借的啊！赵强直接反驳道：“他们在跟证券公司合作，这怎么跟洗钱诈骗扯上了关系？”长官，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你是什么人？我是南方证券的工作人员，他们都是我的客户，我正为他们提供股票操作服务。赵婷婷如实回答，她只想知道这是不是存在着误会。那你也一起去配合调查。说着，中年人直接大手一挥，将人全部都给带走了。王明，你们账户经常收到10万、8万以及5万资金流入，这是不是你们实施诈骗的金额？王明的账上从最初的不到100块钱，如今已经有了5000多万，最高的一天进账上千万。长官，这些钱都是我们从各大网贷平台借的，难不成借钱也是犯罪不成？随后打开王明的手机，还真的看到了密密麻麻的 APP， 极速网贷、拍拍贷、快速贷等等。你是说你从这些平台借了几千万出来？没错，都是借的。不信的话，你们也可以去试一试。我这些钱来路可都是正规的，难不成借钱都不行了？王明这一个反问，可是让中年人无言以对了。去查一下资金来源，看一看是不是贷款公司的。一名手下离开了，而对于王明的审问还在继续中。你们为什么要下载那么多的贷款软件？你们是不是想借钱不还？长官，只要是正规借的钱，你管我借多少？你这明显就是不打算还钱，我们这是提前制止犯罪。是吗？贷款公司都不急，你们急什么？你还不老实？女治安员有些愤怒，这还是第一次遇到那么嚣张的人。好了，情况我了解了。队长，为什么不审问下去了？这小子很不老实。不用审了，这些钱的确都是贷款公司发放的。什么？一个人真能借出这么多钱来？队长摇摇头，原以为是涉及几个亿的大案，现在竟然是借出来的钱。难道这些网贷平台不审核的吗？这完全超出了还款的能力。这些网贷平台的审核很宽松，只要征信干净就能借到钱。听说了吗？王明他们被抓了。什么？王明被抓了？这是什么情况？他们是搞诈骗得来的钱。卧槽，这可是咱们班的污点啊！一时间，王明的高中企鹅群像炸开了锅一样。刘豪看着群里的消息，心里乐开了花。王明，我就说过你这个土包子，你拿什么跟我斗？刘豪一脸的兴奋。事实上，举报王明的人就是他。如今王明他们已经成为了我们班的耻辱，我提议将他们全部踢出班级群。刘少说的对，我早就看不惯他们了，就应该踢了。班长呢？快踢了吧，我们可不想受到牵连啊！此时的班长看着大家都这一个意见，也只好把王明等人都踢出群了。同学们，毕竟他们也是跟我们读过3年书，咱们还是去治安署看一看他们吧。虽然我看不惯王明，但是刘少这么说，我觉得应该去看一看。说的对，毕竟是同学，咱们应该是去看一看的。一时间，王明这些所谓的高中同学正以看望落难同学的名义前往治安署。队长，这的确是正规借的钱，就算不还，我们也顶多是道德层面谴责一下。没办法，只能够教育一下放人了。就算不还钱，也不属于我们管。他们就算是借的钱，但我们是不是应该预防他们犯罪啊？我们只能够建议，要是他们不还，那我们也没有办法。队长摇摇头，只要这里面不涉及犯罪，也只能够放人了。小伙子，事情调查清楚了，的确跟你说的一样，但是必须要提醒你，你借的钱不要再挥霍了。既然查清楚了，那我可以走了吗？王明，你听到没有？你最好将钱都还回去。我凭本事借的钱，凭什么还？你们管不着。王明此时也是上了脾气，明明是对方抓错了人，竟然还如此针对他。你不还钱，你信不信我把你再关进去？我要向你们的上级投诉，你们乱抓人，不仅不道歉，还恶意侮辱我，暴力对待我。王明愤怒地说道。此时队长一看事情要闹大，可着急了。狐狸，不要再说了，道歉。队长，道歉，否则我停你的职。队长厉声说道，这可是非常严重了，这不禁让这个女人脸色微微一变。对不起，我们抓错人了。此时强子等人也是被放出来了，看到王明就快速跑了过来。明哥，总算没事了。妈的，这些胡乱抓人，我还以为我真的犯罪了。是啊，真是瞎折腾，我差点打电话给家人来捞我了。道歉，我们也要道歉。一时间，队
队长也只能够一边道歉，一边欢送着王明等人离开治安署。对不起各位，让你们受委屈了，我代表治安署向你们道歉。什么情况？王明不是被抓了吗？这怎么有些不对呀？对啊，刘少，我看那女的怎么在向王明道歉一样？一时间，大家也是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不知道是发生了什么。是刘豪他们来这里干什么？明哥，妈的，我刚刚看群，发现我们被踢出去了，知道我们被抓，难道是他们举报的我们？没错了，一定是这样的，不然怎么第一时间知道我们被抓？赵强等人可不是傻子，他们学习不好，但是情商可不低。王明，你们怎么出来了？刘豪，你很意外是吗？没有，我们是过来看看你，看能不能帮忙。是吗？你怎么知道我被抓了？看来就是你举报的我吗？王明眼神犀利地盯着刘豪，这揭露他的底细，这让刘豪脸色大变，无法再保持着冷静了。卧槽，难怪我们无故被抓，感情是你举报的。妈的，刘豪，你小子太卑鄙了，竟然举报我们！打，必须要打，太让人生气了。一时间，赵强等人不管这里是不是治安署门口，此时他们心中的怨气必须要发泄下来。不要打我，你们的钱本来就来路不正，我举报怎么了？住手，这里是治安署，你们再打，全部关起来。一时间，打不能打，骂却是还要骂的。赵强等人还是在继续着谩骂。好了，我们抓错人了。王明，这里我再一次说一声对不起。什么？难道他们的钱没有问题吗？他们的钱到底怎么来的？王明等人的巨额资金来源于网贷，资金来源合法合规。好了，事情就是这样了。说着，队长直接就离开了。此事也算是正式结束了。至于别的，他可是真的不想管了。哈哈，原本你们的钱都是借来的，还一直在装大尾巴狼啊！到时候要是还不起，那不是也是玩吗？王明，我还以为你真的出息了，没想到想出借网贷这样的想法。是吗？我凭本事借出来的钱就不打算还，而且我一点事都不会有，你们信不信？呵，我就知道你们会这样，你们永远都只配活在底层。刘豪心中大定，听这么说，他对于王明再也没有了忌惮。同学们，走吧，我建议大家直接删除他们的好友。同学们，我接下来肯定会问你们借钱，不愿意借的赶紧删好友吧。王明，这可是你说的，可别怪我。对啊，你借了那么多的钱，我可没有钱借给你，我先删除了。一时间，跟着而来的同学们，此时可都是开始删起好友来。赵强等人看着同学列表里面的好友越来越少，此时也是被气笑了。王明，现在你尝到众叛亲离的感觉了吧？过不了多久就会有人催债，那时候你就要家破人亡了。是吗？刘豪，既然你屡次针对我，那就迎接我的报复吧。王明的确是怒了，原本他是想好好赚钱，先将网贷给撸得差不多了再说。我建议你们立刻变卖跑车，同样去到处借钱，说不定还能够还得清。兄弟们，听到这话你们生气吗？生气，我恨不得直接打死他。打他只是轻的，我决定了，我要让刘氏地产倒闭，我要让他失去所有。王明郑重地说道，而赵强等人那也是激动不已。好，不就是一家房地产公司吗？咱们就干翻他。明哥，我支持你，咱们干翻刘氏地产。没错，我决定了，要让刘豪跪下认错。我还不相信了，咱们加起来数十亿的资金，还搞不倒刘氏地产。王明，记得你今天说的话，你能够动我一根毫毛，我算你赢。随后，王明等人回到了别墅。一时间，众人虽然有心想报复刘豪，可毕竟刘豪家大业大。我刚才去查了一下，刘氏地产资金规模上百亿，咱们加起来才10亿，这怕是有些难啊。100亿啊，我们怕是不行啊。对呀，没想到啊，刘豪家那么强。你们不要被吓坏了，这100亿资产不过就是吓唬人而已。这100亿资产背后，怕是有100亿负债。原来是这样，他们号称100亿资产，实际能够动用的资金也就10来亿而已。明哥，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似乎可以一战啊。众人此时信心十足，他们似乎有一战之力啊。当然了，咱们的钱可是现金，马上就能够到手的，咱们可以搞破坏，只需要动用极少的钱，就可以达到最好的效果。王明微微一笑，搞破坏永远比搞建设速度更加快，成本也是更加的低。对啊，咱们搞破坏不跟对方硬碰硬。我看咱们拿出来1亿资金，怕是都有极大的杀伤力了吧？开发商最怕的就是有人闹事，咱们完全可以雇人去闹事。强子，你可太坏了。不过你说的对啊，这招狠啊，果然还是坏人好当啊。既然刘豪干坏事，为什么我们不可以？众人此时可是不断讨论着要怎么报复着刘豪，越讨论招式也越来越坏了。不错，房地产最害怕的无非就是卖不掉房子，我们根本不需要做什么，只要找人去闹事就可以了。哈哈，让他们卖不掉房，我看刘豪不被他家老头子打死。强子，这事交给你去办，咱们每个出1000万，凑出来1亿，我要让刘氏地产接下来半年都卖不掉房，我要让他们破产。1个月卖不掉房，会让一家房地产面临着资金不足，一旦拖得越久，楼盘停工，刘氏地产必亡。随着王明等人达成了共识，准备向刘豪下手。此时赵婷婷也回来了。你们都没事吧？没事，我可是正经借的钱，谁敢抓我？没事就好，我们已经收到了你们打入的资金，马上就可以给你们配资了。很好，总算没有被影响到。看
看来治安署的速度还是挺快的。不知道你们这一次准备买入什么？继续加码特利股份吗？这一次要换股，不能够再买了。明哥，你不是说要50块才会涨停吗？如今才20块，买进去还能够再涨1倍啊！的确没错，但是这一只股容不下我们那么多的资金，可惜了，这一只股票那么牛，竟然不能够再买了。明哥，那咱们要买哪一只股票啊？买龙文在线吧。这一只股票在当年也是特殊的存在，从最低点的70多块涨到了最高的250块。这一只股票似乎已经启动过了，真的还会有2字行情吗？信我就有，不信我那就没有。现在正是入局的低点，买，一切听明哥的。没错，买，反正咱们的一切都是明哥给的，怕什么啊？哈哈，我已经留了100万当养老钱了，输完我都不怕了。一时间，大家可是纷纷点头，他们的确是真的不害怕。王明点头，这股票7月最低点是60块出头，最终在8月涨到135块。此时就在刘氏地产某个楼盘，一群人在售楼部附近拉起了横幅。刘氏地产绿化缩水，无良地产。刘氏地产质量严重问题，豆腐渣工程。刘氏地产水质严重不达标，害人害己。原本还想去签合同的人，此时看着这一幕也是犹豫起来了。刘小姐怎么不走了？前面就是售楼部了。这个要不明天吧，我还有点事。刘小姐，这优惠今天你要是不定下来，那可就没有了。我真有事，明天我再联系你。一时间，女人直接走了。销售员是想拉也是拉不住，无奈的销售员也只能够回到售楼部。经理，外面几10个人在拉横幅，这到底怎么回事啊？我叫保安去赶了，但是这些人不在我们管理的区域。经理也是一脸无奈，这些人在外面的路上拉横幅，这样就不在售楼部负责的区域了。那就报警了，还不相信报警还没有人管不成？已经报了，相信很快就会来了。此时来了一车治安员，因为经理说有几10个人来闹事。有人闹事在哪里？队长，他们在外面，我们好多客户都被吓跑了。我们干嘛了？我们这是正常维权。队长，我们这可是合法的维权，这里是公共区域。经理，这里距离售楼部的确有些距离，我们无权让他们离开。你们在这里拉横幅我们不管，但是不能够影响正常购房的人。经理傻眼了，没想到治安署也不管，这可怎么办啊？队长你放心，我们都是守法的公民。我现在可是提前报警了哈，到时候我们被打了，你可得来救我们。经理，我必须提醒你们，不能够使用暴力，还有你们这样拉横幅是没有用的，最好大家坐下来谈谈。我们领导不在，想调解可以，明天再来，现在立刻给我走。队长，你也看到了，他们这个态度没法谈。反正我们就在这里了，不用管我们了。一时间，刘氏地产总裁办公室一名中年人接到了这消息，那可是怒不可言。下面的人是干什么吃的？直接报警赶走啊！刘总，这些人在路边拉横幅，治安署表示不归他们管。什么？还有这种事？现在这些人学聪明了。刘总，又有多个楼盘来消息，他们也遇到了闹事的人。刘军一脸凝重，原本还有兴趣，此时也感觉到了头疼。这是什么情况？难道有人想整我们？卡，立刻去给我查，这些人怎么来的？是。很快，刘氏地产在售的8个楼盘，每一个都有100人在维权。重磅消息，刘氏地产旗下楼盘被维权，维权人数近1000人。刘氏地产受到质疑，维权者表示他们合法合规，刘氏地产暴力赶人，太过分了！刘氏地产简直是强盗，太霸道了，竟然直接打人。此时的网友们异常的愤怒，为首的几人被保安打了好几巴掌，最终直接倒在了地上。王先生，目前我们完全可以告这些保安故意伤害。赵律师，这样的话，麻烦就帮我处理一下吧。明哥，这招狠啊！没想到还能够这么玩啊！这一次这些保安动手，直接将他们抓走，那可就漂亮了。抓肯定是要抓的，我已经让他们报警了。很快，打人的售楼部保安直接被带进去，而经理作为负责人也跟着进去了。谁下令打人的？立刻给我走人！刘总，我属下办事不力，请求责罚。立刻给我滚去解决问题，必须要妥善解决好此事。是，我现在立刻就去。一时间，副总快速逃离了这里让他感觉太压抑了。很快，他跑到了医院，希望可以进行和解。马总，打几巴掌要10万，被推倒就要5万，这些人简直就是在敲诈。这有什么办法？这些可都是老人啊！这一次，王明招募了不少的退休老人，1个月给他们1万块，那简直是积极的不行。马总，那我们怎么办？就这样回去吗？回去吧，让刘总做决断。这次赔偿并不低啊，他可是做不主了的。如今就看刘军的意见了。老子一个子也不赔，他们想告，那就让他们告，我看不拖他们个几年。刘总，咱们不能够拖啊，拖下去公司可承受不起啊。随后，刘军还是妥协了。随后，网上又有重磅消息炸出，刘氏地产与受伤者达到和解，赔偿高达10万，刘氏地产绝对负责。事态平息，刘氏地产得到民众原谅。太有良心了，直接赔偿10万啊！要是我也愿意被打啊。对啊，倒下的就是10万，这可是干1年都赚不到啊。可是没想到，那些拉横幅的人却还是一直都在，他们就如同上班一样。为什么这些人还在？你们干什么吃的？刘总，我们调查了一下，这些人大部分并不是我们的业主，很有可能是同行雇佣而来的。是谁在整我们？有没有查出来是谁？根据这些人的交代，他们也是拿工资办事，1个月1万块钱。可恶，继续查，我倒是要看一看谁敢招惹我。刘总，但这些人一直不离开，我们的房子还是有影响的。向媒体通报这些人的阴谋，我还不相信查不出来。
快，这一个消息再一次引爆网络，刘氏地产疑似遭遇同行恶性竞争，维权者是被雇佣来的，1个月1万块工资，有人雇佣人到售楼部闹事。明哥，看来我们暴露了，这可怎么办啊？不少人害怕被抓，如今都不愿意干了。没事，既然维权有风险了，那我们就换一个方式，咱们这一次就直接纠缠那些销售员。明哥，你有什么好办法？找些人给我直接去售楼部门口。此时在刘氏地产售楼部门口，一大帮拿着鲜花的人向售楼小姐表白。婷婷，我喜欢你，嫁给我吧。菲菲，我想跟你在一起，从了我吧。这一刻，保安们也是傻眼了，这似乎不是闹事啊，这是在表白啊！怎么来了那么多表白的？他们这是招惹了多少男人啊？经理，我不认识他们。经理，我也是一样，我都没见过这些人。什么？这是什么情况？一时间，经理也是傻眼了，这没想到竟然是这样的情况。很快，他直接报警，这些人全部都抓走了。然而第二天，这些人再一次出现了。经理，这是正常的表白，治安署也没有办法抓人。可恶，那怎么那么多人没来上班？我问过了，这些人纠缠不清，他们不只是在售楼部表白，更是直接跟到住的地方表白。咱们的人可都被堵在住的地方了。难道治安署就不管吗？这严重影响我们的工作。经理愤怒了，他没想到现在不是看房的人不来，而是没有足够的人手来招待客户了。没有人吗？我们都坐了半个小时了，一杯茶都不给我们。走了，就这样的态度，这房子不要了。快上报公司，让总部想办法。一时间，感觉情况不对的经理赶紧上报，毕竟这已经严重影响到他们的生意了。到底是谁在整我们？刘总，情况已经明确了，是一帮年轻人干的，似乎跟刘少还是同学。你再说一遍，是一帮小孩子干的。刘总，的确是这样，或许您可以问一问刘少，是不是跟他们有矛盾？刘军懵逼了，他原以为是仇敌在整他，万万没想到的是，竟然是一帮年轻人。我在公司，你给老子滚过来！此时接到电话的刘豪一脸的震惊，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说，你是不是认识一个叫王明的？爸，王明是我高中同学，这小子非常嚣张，的确是招惹到了我。你这个混账东西，你知不知道你给公司惹来了多大的麻烦？刘军愤怒地说着，往往小孩子的矛盾都是往死里整的。爸，你说下面的人是王明他们找来的人，他们只是一群穷小子，连大学都没考上。你确定只是穷学生？他们可是花费上千万，专门来闹事的。什么上千万？这不可能啊！刘豪有些傻眼了，随后他快速在脑中过了一下，突然想到了什么。这群疯子，他们的钱是从网贷平台借的，竟然拿借的钱搞事情。你是说他们靠借网贷得到了大量的钱？爸，这事已经让治安署查实了，不会有错的。哼，一群撸网贷的穷小子，我看他们是在找死。爸，要不我们直接找人打他们一顿，出这一口恶气。不，这样会被抓到把柄，到时候对我们不利。既然他们是借的钱，放心，有人会替我们出手教训他们。很快，刘军就想到了办法，那就是从网贷公司着手。爸，这招狠啊！我来办，我要让王明跪下认错。去吧，要让他们知道借钱不还的后果。很快，南方数百家网贷公司得一个重磅消息，他们正在被一伙人疯狂的撸网贷，根本就不打算还的那种。什么？咱们遇到了职业羊毛党啊！确实如此，这些人至少从我们每一家拿走了80万到100万。不可思议啊！他们胆子怎么这么大？他们又是怎么绕过我们审核的？搞清楚了，是一群刚刚成年的高中生，他们属于白户，很容易通过审核。一群学生竟然敢撸网贷，这也不是凡人啊！再这样下去，这些没有还款能力的学生全部都变成坏账了。一时间，大家都看向副会长赵飞宇，想知道更多的消息。从目前我们掌握的情况来看，一家100万来算，已经借出来10亿了。赵飞宇脸色凝重，他说出这一个数字的时候，也是一脸震惊。赵会长，如果继续下去，怕是要借个上百亿啊！10个人都10亿了，如果上百人、1000人加入进去，咱们这些平台都得垮掉啊！会长，你怎么看？到时候就算将他们送进去，我们也是要遭殃的。赵飞宇看着一直没有说话的南宫浩，此人是行业协会的会长。行业的稳定不容破坏，我们不能让他们坏了大局，采取措施吧。赵飞宇此时一个电话打给了刘军。是的，这背后正是刘军搞的鬼。老刘，搞定了，协会决定强行收回这些人的贷款。赵总，这可感谢你了。这群学生找人骚扰我们的售楼小姐都不敢上班去了，你这可必须要帮我们教训一下啊！老刘，你就放心吧，只要去他们家里闹一闹，那还不是得乖乖还钱？好，赵总，今晚豪文大公馆，咱们玩玩。刘军笑着说道，而对方也是露出了坏笑。一时间，两人可是狼狈为奸。此时，一个电话将正在撸网贷的王明吵醒了。哥，怎么回事？我接到电话说你欠别人10个亿，咱爸咱妈都被气得晕过去了，你快回来吧。小浩，这怎么回事？有人去家里闹事了？今天一大帮人来到咱家，说你欠他们钱，加起来上亿。可恶，我借的钱又没有逾期，他们有什么权利要钱？王明总算是听懂是怎么回事了，显然这是被催账了。哥，你真欠他们1个亿啊？这怕是把我们卖了都还不起啊！小浩，你告诉爸妈，我马上就回来，我手里的钱完全还得起。此时，一个个小弟也走了出来，那脸色铁青，显然都是被催收了。明哥，不好了，有人去我们家要账了。明哥，我妈差点被吓坏，说我欠了1个亿，咱们明明只借了1年。
年时间，这才刚刚到手，竟然就还钱啊！哥，要不咱们卖掉股票把钱还了吧？反正我们已经赚了上亿了。一时间，大家都看向王明，几十个凶神恶煞的人去他们家里，家里人可都是要被吓坏了。明哥怎么办？咱们要不要还？不还，咱们借的钱还没有到还的时候。王明感觉这事不简单，还没有到还的时候，却有人来催售。明哥，可是这些人来闹事，怎么办啊？怕什么？他们这是违约，闹到法庭我们也不怕。各位，没有逾期，那就是他们违规，根本不需要害怕。赵婷婷比他们大几岁，也算是见过世面，此时也站出来支持王明。咱们手里有的是钱，有钱了，难道我们还保护不了家人吗？对啊，咱们有钱啊，我们完全可以请人来保护啊。对啊，他们有打手，我们也可以招一些打手。谁怕谁啊？我们能拿出来1亿去整刘氏地产，也可以再拿出来1亿来保护家人。没错，他们不就是才100个人吗？咱们直接招500人，我看他们谁敢去闹事。就算1万块一个月，招500人也就500万而已。现在特例股每一个涨停，一天就能赚个3000万。明哥说的对，不就是比人多吗？我们也可以招人来啊！这些人敢再来闹事吓人，看我不打死他们！一时间，众人的底气也是起来了，他们也终于知道钱是怎么花的。强子，这事你去办，咱们就租1000个保安，守在村头村尾，我看谁敢来闹事。好，这事我去办。一时间，大家纷纷打电话给家里报平安，告诉家里人不用害怕。当晚，王明就带着上千人回到了南山村，足足20多辆大巴。小明，怎么那么多人？快跟我说说，你怎么欠了那么多的钱？妈，我是得罪了一些人，有人来整我，放心吧，这一次我带了帮手。我的天，那么多的人，他们到底是干什么啊？这些好像是保安，这怕是有几百人吧？他们来这里干什么？你小子，快说说这是怎么回事？怎么有人上门讨债？王明的父亲王军哪里见过这样的场面啊？此时也是坐不住了。爸，你不是说有人来闹事吗？我就找来1000人保护你们。什么？你小子是不是混黑社会了？爸，这些都是我招来的保安，放心吧，你儿子有钱了，你老就等着安享晚年吧。算了，我也不管了，我就看着你折腾吧。王军摇摇头，自己儿子上千人都找来了，这已经超出他的控制范围了。一时间，王明到处撒钱，不断的安置着人，直接一家发个2000块。二叔，你这帮忙安置个10人，大伯，你那留2个房子给我，安置个10人。王明直接甩出10来万块安置住人，这可是真金白银啊！听说了吗？王明真有钱啊，这一天就发出去10来万。据说村里安置的500人都是保护王家的人。听说赵家那儿子还有那李二牛都有钱了。不行不行，我也要让儿子跟王明一起去赚钱。尤其是李二牛，为了让家里人安心，更是直接取了50万现金回家。二牛，你这钱到底是怎么来的？爸，我是跟明哥炒股赚的，治安叔可为我们作证。你们真的赚到钱了？你就放心吧，我们找来了1000人保护我们，没有人敢来闹事的。太好了，你要学会感恩，一定要记得王明的好。一时间，整个村里的村民都睡不着觉，都在盘算着自己儿子去跟着王明干，一起去赚钱。连李二牛这傻孩子都赚着钱了。对呀，咱们的孩子也不差，不就是炒股吗？应该也不难吧？他爹，咱们女儿长得不错，我看就许给王明吧。明天去跟老王说一说，让他儿子带一下咱们的儿子。很快，整个南山村可算是平静了下来。此时，一辆商务车开到了村口，车上坐的正是赵飞宇。赵叔，前面就是南山村了，只要拿捏住他们的家人，我还不信不还钱啊！这一次我可是带了上百人，欠债还钱，天经地义。很快，南山村到了，然而让他们傻眼的是，村口蹲守着一群人。什么情况？这里怎么那么多的人？对啊，看起来像是保安。你们是干什么的？我们来要账的，赶紧让路。要账的，问谁要？管你什么事情，反正就是这个村子里面的，快让我们进去。保安队长想继续询问的时候，对讲机却是传来了声音，直接告诉放行。赵叔，这村里面怎么到处都是保安啊？怕什么？这再多也只是一群村民，起不了什么作用。然而就在此时，保安队长再一次传来了命令，就是这些人，给我把他们的车都砸了，衣服裤子都给扒了。兄弟们，干活了！一时间，保安们直接拿着棍棒就开始砸车，突然冲出来几百个人，赵飞宇直接傻眼了。赵叔，不好了，王明这是早有准备。怎么回事？怎么会有那么多的人？刘豪哪里见过这样的场景啊？此时都吓得尿裤子了。很快，10多辆面包车直接报废了。刘豪，原来是你搞的鬼，竟敢威胁我的家人！王明，你敢这样对我，信不信我？刘豪还想说下去，随着发现一个巴掌直接扇了过来，他愤怒着准备继续放狠话，接着又是2个巴掌。刘豪，我说过不要再来惹我，看来给你们家公司的教训还是不够啊！来人，把他们全部都给我扒光，扔到村外。王明，我错了，不要扒我，我再也不敢了。随着4、5个大汉的扒拉，他哪里有反抗的余地啊？一会就扒得精光，其他人也全都扒光扔出去，他们再也来村里，见一次就扒一次。王明霸气地说着，5名保安扒一个人，显然还是很容易的。王明，你不能动我，我是网贷协会副会长。赵飞宇一脸严肃地说道，似乎想吓唬住这个年轻人，而王明一个眼神让保安继续扒，这下赵飞宇彻底慌了。王明，有话好好说，只要你放过我，我可以
以告诉你真相。住手！只要你说的让我满意，我可以放过你。这事都是刘军搞出来的，他说你在报复他们，他们也要报复你。说着，赵飞宇将两人的合作说了出来，而整治王明这些人是行业协会做出的决定。果然，这是背后还是刘氏地产搞的鬼。你回去告诉你们网贷协会的，想让我提前还款，这根本就不可能。是我马上回去，现在可以放我走了吗？此时赵飞宇慌得不行，只想逃离这一个村子，这里可是太可怕了。滚吧，将所有人都给我扔到村外，不要脏了村子。一时间，一名名打手被扔了出去，随后一个个飞快地逃跑了。哈哈，快看刘豪穿个短裤跑得飞快，把人裸奔，太震撼了。拍好了没有？回头咱们发到企鹅空间里面。发吧，反正跟刘豪闹翻了，就让他再出一次名吧。随后视频发到企鹅空间里面，一时间引来无数人的兴趣。大家快来看，这里面裸奔的好像是刘豪吧？卧槽，感情是带人去找王明麻烦，直接被反杀了吧？王明，你真的敢发出去，我一定让你加倍偿还。爸，我要王明死。儿子，这个仇我一定帮你报。刘军牙齿咬得紧紧的，他没想到竟然被几个学生给逼到这个地步。爸，我现在就要去找人干死他。说着，刘豪就准备出去，而下一秒直接被一巴掌扇懵逼了。你难道找几千人过去不成？你真敢找人行凶，谁也救不了你。爸，这简直是奇耻大辱啊！他拍了视频发出去了。小豪，你要冷静，我一定给你报仇。带少爷回房，这段时间让他静养。管家带着刘豪回房了。刘军就这么一个儿子，生怕他做傻事。强子、二鸟、刘豪他们暂时不敢再来村里闹事了，不过他们一定不会罢休，肯定还会搞事。明哥，留着这样的一个隐患，我的确是不太安心啊。没错，现在我们怎么办？一直守在村里吗？不，我们还是要进城。我已经看了一栋房子，旁边就是治安署，你们也可以接家人去住。那感情好，咱们直接买下一栋，这样接家人来也能够住得下。众人也是纷纷点头，很快就是同意了下来。那我就让婷婷去帮忙买下来，咱们回头就搬进去。明哥，你说怎么办就怎么办，我们都听你的。我听说刘氏地产也是在网贷平台募集资金，他们不是让我们还钱吗？我现在让刘氏地产还钱。当然，这也是从赵飞宇那里知道的。刘氏地产跟赵飞宇搞的马上贷，里面大部分钱都砸到了刘氏地产里面。明哥牛啊，这下我看不整死刘氏地产。这一招可是加速了资金的缺口，牛啊！此时在南山村，王明直接发动全村人开始撸网贷。二叔，你这样操作，拍下身份证照片就可以贷出钱来。大舅，你不是要买车吗？直接借10万出来买。各位叔叔伯伯，借出来的钱不需要你们还，我直接给你们2成好处费。一时间，亲戚们都兴奋了起来。而此时，王明也摆出桌子，各位大家过来签协议，这钱我来还，你们将8成的钱转过来给我。小明，我相信你，这钱算我自己借的。哈哈，我也自己借，不麻烦你了。王明无奈一笑，看来这钱赚不成了。1周之后，此时在马上贷总部，风控员终于发现了不对劲的地方。赵总，我们发现南山村出现大量的借贷，已经借出去近1000笔贷款了。赵飞宇一脸震惊，这一个让他耻辱的地址，他可是记忆犹新啊。为什么现在才告诉我？你们不知道南山村有几个老赖吗？赵总，我们还没来得及封杀这些地址，就被借出来那么多的钱了。可恶，立刻屏蔽这些区域，绝对不能够让他们再借到1分钱。这可是2个亿啊！如果跟王明他们一样都不还，这可是损失很大的。现在怎么办？咱们要不要派人去要求还款？怎么去？我们连一个王明都打不过，如今整个村都参与进去了。那咱们就这样算了吗？要不咱们直接走起诉程序？这是故意闹的，让人知道有人在薅羊毛，反而对平台不利。那我们真的什么都不做了。这样，我们线上催收说恶意骗取贷款，要求立刻归还贷款，否则报警起诉。好，这事我马上去办。很快，催收客服们可是开始一个个打电话过去了。您好，我们怀疑你们恶意骗取贷款，请3天内全部归还，否则我们报警。这么一威胁还是起作用的，一些恐慌的人都跑到了王明家里，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情况。各位不用担心，这是诈骗电话，涉及到钱的你们一律不用管，你们甚至可是直接报警说遭遇到了诈骗。这样的吗？原来是骗人的啊！我钱都花了，想让我还钱不可能，大家都不还，那我也不还了。随着马上贷出现问题的消息传了出去，不少人也开始动手了。别人都敢撸，咱们也撸，要死大家一起死，平台要是倒了都不需要还了。在这么一个逻辑引导下，提交贷款的申请直接暴增1倍，在一些人看来，这简直是就是没有风险的项目啊！赵总，咱们的贷款申请突然间暴增了5倍，运营部不知道到底要不要放缓。存款有没有增长？存款并没有增加。如今南山村事情已经被爆出去了，要是继续放贷，那有可能坏账越来越多。可恶，这个消息一定是他们主动曝光的，他们到底想干什么？赵飞宇再一次轻敌了，他太小看这一群学生了。赵总，要不咱们立刻对外发布消息进行了澄清，直接否认，再将舆论压下来，同时再起诉逾期未回的用户。一时间可是全网皆惊，马上贷的负面消息全网都传播着。无良平台，我这刚刚将钱借出来，竟然马上就要让我还钱。我实名举报马上贷平台公然违约，涉嫌诈骗。显然这个平台已经没有钱了，快跑啊！可以说赵飞宇这可是一个昏招，直接让王明找到了最有力的证据。很快，媒体们也是疯狂报道，马上贷遭遇信任危机，用户疯
疯狂逃离，提前追加贷款，马上贷面临资金困境。可恶！立刻告诉媒体，这些人是恶意骗取贷款，我们进行追加而已。赵总，现在解释已经没有用了，我们总共接收了50亿的存款，而如今收到30亿的赎回申请。什么？30亿的赎回？咱们账上还有多少流动资金？赵总，目前只有5亿流动资金，不少企业也没按时偿还，显然受到倒闭风波的影响。事实上，个网贷平台最大客户还是企业，一家企业就可以借出去100万甚至1000万。5亿太少了，一旦出现挤兑危机，平台将有可能直接爆雷。赵总，现在我们立刻停止发放贷款，全力催收贷款。看来也只能够这样了，立刻停止发放所有贷款，全力进行催收。是，我马上去办。一家有实力的平台，一旦出现了信任危机，所有人都在关注着。赵总，马上贷平台是否出现资金危机，请回应。赵总，平台是否将要爆雷，请你进行回应。各位记者朋友，平台一切正常，由于赎回用户过多，我们将延长赎回的时间。另外，我方有权利扣除部分违约金，请大家慎重赎回。太黑了吧，直接要扣1%的违约金。对啊，现在舍不得违约金，后面你怕是连本金都拿不回来啊！马上贷的威胁，让部分用户的确是有些犹豫了。老刘，你这可得救救我，我这的钱可都借给你了。老赵，我们也没有闲钱啊，而且我借的钱还没有到还款的时间啊。你这么说就不讲道义了，借给你的钱可都是私下操作的，如今平台都要垮了，你跟我谈还款时间还没有到。不是我不想还，我这也受到王明的打击，房子都卖不出去，我这怕也要烂尾啊。老刘，算我求求你行不行？先还点钱让我过过桥。老赵，求我也没有用，我是真的没有钱啊。刘军摇摇头，就算有钱他也不打算还的，尤其知道王明等人也不还，他更加坚定了自己的想法。刘军，有一笔5亿的借款，很快就要到期了，你必须要还给我，否则那就法庭见。老赵，你这非要闹得那么难堪吗？再说这也是王明搞出来的事情。老刘，说到底还不是你搞出来的，要不是去威胁他们的家人，也不会招来报复。赵飞宇如今的确后悔了，后悔自己凑什么热闹啊，就算被薅羊毛，也就100万而已。老赵，我认为你应该直接去找王明，说不定有转机。老刘，咱们那么多年交情，我就问你能帮我多少？这样吧，我尽量凑出来1亿，那快到期的5亿，你再给我延期1年。刘军也是精得很，他想用1亿来换取5亿欠款的延期。1亿，你这算盘可是打得啪啪响了，你既然不仁，可就休怪我不义了。赵飞宇彻底心寒，都到这一个地步了，对方还想占便宜，还想套路他。此时在马上贷总部，每天都有媒体在下面蹲守着。赵总，马上贷到底是什么回事？用户反映无法提现，据说平台已经没有流动资金了，更无法收回贷款。马上贷违规发放贷款，必须还钱。无良企业弄虚作假，欺上瞒下，大家不要赎回，赎回会导致挤兑压力，而且赎回需要时间，请耐心等待。此时，用户们看到了更加让他们窒息的消息。各位，不好了，马上贷的赎回都没有了。怎么回事？这是想把我们的钱都吞了不成？经公司研究决定，提前赎回资金将不再通过，资金到期可自由提现。是的，这也是赵飞宇最后想出来的应急办法了。现在平台怎么样？赵总，用户铁了心想看平台倒闭，不愿意还钱。可恶，不想还钱的直接发律师函，我看他们怕不怕？律师函也只能够对付个人，企业可不管这一套。看来光是靠催收是行不通了，看看会长能不能帮帮忙啊？对呀，赵总，南宫会长家大业大，让他给我们发放的21周转向。很快，赵飞宇就前往南宫浩家中拜访。然而让他想不到的是，他竟然连门都没有进去。赵总，南宫会长说了，马上贷的窟窿他们也补不上，这是只能够自救。此刻的赵飞宇彻底绝望了，解铃还须系铃人，如今也只能够靠着王明了。王先生，王哥，我错了，请您原谅我，求你了。赵总，早知今日，何必呢？王哥，对不起，我也是被刘军给忽悠了。赵总，说吧，你想干什么？王明心中也是挺替对方悲哀的，这也是被刘军给坑了。王哥，我希望让你们村里的人还钱，然后不再传播负面消息。赵总，我们这些人也就借几个亿，据我所知，刘氏地产可是借了几10个亿。我被刘军给骗了，他们利用了我融资，但是根本就没有打算还。赵总，我实话跟你说吧，我的目标是刘氏地产，并不是你。王哥，只要你能够帮我，我可以帮你对付刘氏地产。赵飞宇如同看到了救命稻草，此时拼命想抓住，他可是真的无辜啊。哦，你打算怎么帮我对付他？王哥，刘氏地产马上有欠款到期，我可以直接上门催收索要。好，只要你能够将刘氏地产搞垮，我就帮你。太好了，谢谢你，这事我一定办好。赵飞宇激动地站了起来，没想到最终帮助他的竟然是王明啊！我现在让所有人都不再宣传，然后配合让他们还钱。好，现在我马上就派人去围堵刘氏地产，告诉全世界他们欠钱不还。此时在刘氏地产门口，至少上百人已经聚集在楼下。赵总，我们不是商量过了，这钱给我们延期吗？什么延期？我从来没有同意过，欠债还钱，天经地义。赵总，你将人都撤走，咱们进来慢慢谈。没什么好谈的，你们一天不将5亿到期的贷款给还了，我们就一天不离开。这可是他最后的机会了，要是再办不好，那没人能救他了。赵总，就不能够好好谈吗？没必要搞成这样。副总一脸无奈，眼见对方态度强硬，他赶紧汇报给刘军。该死的赵飞宇，这是要跟我鱼死网破吗？刘总，看来他是真的急了，要不咱们还他们一点钱？还钱？还多少？凭
实力借来的，为什么要还？可是不还的话，怕是会闹大，到时候咱们的项目也难办了。如今我们账上也没有钱，钱都变成房子了。刘军一脸严肃地说着，他们赚的钱都拿去买地盖房子了。刘总，咱们必须要想办法卖房子，继续这样，怕是资金链会断裂。这样吧，全部楼盘降价10%，必须要恢复销售。是，我马上去办。按照刘军的想法，可以吸引大量的成交，然而事情却在往反方向发展。什么？刘氏地产的房价降了10%？那可不行，咱可是花了1万1平买的。别的楼盘房子都在涨价，就这里店必须要一个说法。我看这房子没有投资的潜力，干脆就直接退了吧。一时间，无数购房者都前往售楼部，想要一个说法。各位，这房价我们是没办法控制的，涨跌都是会出现的。我们这只是暂时性的降价促销，你们要是觉得亏了，可以再买一套吗？我们才不管，我们刚刚买了你就降价，必须要补偿。按现在的价格重新签合同，否则我们就不走了。一时间，买房者态度非常强硬，毕竟这可是10万块的。此时刘军办公室也是一团糟，各大承包商都来催账。刘总，工程款应该结一下，否则我们可不敢开工啊。程总，这工程款不是还没到结算的时候吗？这是需要走流程的。刘总，我们进展已经到了结款的时候，你要是这么说，那我就只能停工。这样吧，我马上派人去验收，你继续给我改，钱不会少你们的。刘军，本来我们全额垫资就不合理，你们现在还这样，恕我不奉陪了。开玩笑，承包商为了接工程，那可是付出了太多了。程总，不要着急，我先给你结算1个亿。刘总，咱们还是按流程来吧，该多少就多少，钱到了我就复工。一时间，刘氏地产很快就曝光出楼盘全面停工的消息，重磅！刘氏地产楼盘全部停工，刘氏地主疑似出现资金中断，负债累累，满屏都是刘氏地产的坏消息，所有楼盘也彻底停止了销售。刘总，怎么样，融到资了吗？没有，银行不愿意再给我们发放贷款，认为我们没有还款能力。这可怎么办啊？没有钱，我们的情况会越来越糟糕。看来只能够变卖资产了。现在这一个关头，怕是要被狠狠的宰一刀啊！被宰也只能够认了。只要这一次能活下来，王明，我一定让你付出代价。没多久，就传出来刘氏地产已经卖掉不少楼盘的消息。刘氏地产与万大地产合作，刘氏地产正在复工，万大地产将向刘氏地产提供20亿资金。王少，以后我就是你的狗腿子，你指哪我就摇哪。刘好，我就收了你这条狗。听说你们家被整成这样，是因为一个人？是的，王少，他叫王明，这家伙忽悠了一大帮人去借网贷，最终直接不还。有点意思，靠借贷能整垮一家房地产公司，看来你们家也没什么用。王少，这小子非常的狡猾，你可得小心啊。刘好脸上挂不住了，不过却是趁机激将对方。小心什么？再有能力在我眼里也是蝼蚁。我们家老头子今年必成首富。王少说的对，王少一根手指头就可以碾压，希望你能够帮我报仇。好，我也想看一看他有多大的能耐。王聪明自认自己天下无敌，对付一个穷小子，这有什么怕的？这不禁让刘豪一脸的兴奋。王先生，你买的2只股票顺势上涨，简直就是股神啊！此时王明正在一家5星级酒店吃饭，而请他吃饭的人是南方证券副总严平。严总，我这也只是侥幸。王先生，今天请你过来，想听听你对股市的看法。我可不是什么分析师，这个你们才是专业的。王先生，咱们就是讨论，你随便说。行吧，对于股市我不是太看好，当然还是有一些妖股存在。这么说，你有看好的一些股票，还会像特力股份一样吗？严平一脸兴奋，他是在特力股份涨了好几倍才买的，也算赚到钱了。这个嘛，以后你们会知道的。王先生，我希望聘请你成为公司的特别顾问，指导我们基金运营。什么私募基金特别顾问？私募基金是总部才能搞的高级理财产品，而成为基金经理是赵婷婷的梦想。严总，你这太看得起我了吧？我可不会管理基金啊。王先生，您不需要管理基金，只需要你认为会上涨的股票说出来，收益提成可以给您10%，相当于平分。收益正常来讲是收取投资人20%的，直接给王明10%，相当于跟公司平分了。严总，冒昧的问一句，你的私募基金有多少资金？100亿，我们私募资金加起来高达100亿的资金。严总，感谢你的赏识，不过这么点钱还不如我自己炒股。严平瞬间尴尬了，原本他挺有信心的，毕竟掌握着100亿资金，谁不心动啊？王先生，是我冒昧了，这点钱您的确看不上，或许我们还是有合作机会的，比如再借我们更多的钱。王明手里的钱确实不够多，如果能将现在的70亿变成700亿，那就非常牛逼了。王先生，我们没有办法给您再配10倍杠杆，如果你真的拿出来70亿，我们最多是1倍杠杆，而且还要1个月周转。哦，看来想获得资金，只能够另想办法了。王明无奈的摇摇头，吃完饭就直接离开了酒店，开始思考着哪里可以借出钱来。甜甜，你觉得哪里能够给我提供100亿资金？你这种情况，怕是没有敢借钱给你，银行是需要抵押的，顶多也就是民间借贷了。民间借贷也没有人敢一次性借100亿给我啊。
这个应该没有吧？有了，我知道谁能够借给我钱了。自己如今撸的网贷不就是民间资金吗？那就直接跟那些网贷平台合作。一时间，他越想越觉得非常靠谱，很快就联系赵飞宇见面。赵总，你这情况怎么样？窟窿堵得差不多了吗？王明像盯着猎物一样盯着赵飞宇，这可真是不打不相识啊！刘氏地产已经支付了5亿，总算是稳住局面了，只不过账上没钱了，所以现在整个平台1亿都拿不出来了。是啊，你让我给南山村的人减免还款金额，整个平台亏损严重啊！赵飞宇也是无奈，他答应王明减免了南山村用户的80%本金，意思就是说，整个平台只有刘氏地产还欠着的20亿了。是啊，也没什么新人愿意将钱存进来了，我打算慢慢将平台关闭了。关不关闭后面再说，现在我希望你帮我引荐一下你们的会长。好，这是我来安排。不过会长对于你的印象并不好，毕竟你入网贷可是让整个行业都列入黑名单。没事，我是有好事跟他谈。一时间，两人就来到了极速贷的总部，见到了会长南宫浩。赵总，你带他来见我干什么？让他来祸害我的吗？南宫会长，你这可是好大的威风啊！你就是王明吧？你祸害了整个网贷行业，你还好意思来见我？是吗？如果你们能认真的审核贷款，相信没有人能害你们。我可以告诉你，如今的网贷平台无序发展，距离被严打不远了。说吧，你来这里想干什么？我想为你借100亿。王明随口一说，可让南宫浩脸色一黑，随后越来越愤怒。王明，你真当我3岁小孩不成？你竟然还有脸来问我借钱？赵飞宇，带着你的人赶紧给我走！南宫会长，不好意思，我这就走，你就当我们没来。南宫浩，我好意相让你却恶言相对，既然你不识抬举，那可就别怪我了。王明，你别想同样的招式对付我，你休想！南宫浩一听威胁，心中有些慌的，毕竟马上贷也是南方第2大平台，都差点被搞倒。是吗？那就让我们拭目以待。王明冷笑着离开了，显然以他现在的名声是很难借得到钱了。明少，要是知道你要借钱，我就劝你别来了。明少，你看着我干什么？我可没有钱啊！赵飞宇慌了，他感觉自己是被王明盯上了。老赵啊，可能你对我有误解，其实我有很多钱，我借100亿还真不是随意说说的。你别吓我，100亿啊！你要是跑了，我怕是10条命都不够赔的。老赵，我知道你不相信我，来跟我走。此时王明带着赵飞宇见了一个人，赵飞宇瞬间一脸震惊。您是严平严总？没错，你是赵总吧？严平随后看向王明，想知道今天约他过来是想干什么。王先生，您是答应来管理私募基金了？哈哈，这倒不是，只是想让您来证实一下我炒股的实力。我想跟赵总借点钱来炒股。原来如此，赵总，王先生可是股神啊！他买入的2只股票，如今创造了好几倍的收益。接着严平将王明的辉煌成绩说了出来。此时赵飞宇一脸懵逼，他知道王明借钱来炒股，但没想到赚了那么多钱。明少，原来你是一尊大佛啊！亏我以前还让你还钱，简直愚蠢啊！赵总，如果你能够帮我凑齐资金，我将给你巨额的回报。这个，赵总，我知道你担心亏损，毕竟现在行情是下跌趋势。不过王先生或许可以创造一个奇迹。严平也站出来说话，毕竟王明是他的大客户，自然是要维护利益的。好，拼了！反正上一次也是明少救了我，我就再拼一把。好，赵总，我也一定不会负你，我心里有底，咱们亏不了。行，我这条命就交给你了，咱们一起把钱给赚了。赵飞宇认真的看向王明，下定了决心，这让王明总算是放下心来。这样，我这边每人存1亿进入马上贷平台，然后将这些钱放入银行监管账户里面，把动静搞大一些，让大家都知道平台已经进行改革了。明少，还是您有办法，我这就去办。几天之后，一个个重磅消息传来，马上贷迎来了大客户，马上贷平台迎来巨额存单，单笔投资高达1亿，10名客户存入10亿资金，马上贷平台合法合规，值得信赖。不是说马上贷不行了吗？这怎么又起来了？应该是欠债最多的刘氏地产被收购了，欠的钱还回来了。据说还进行改革了，那些撸网贷的人也把钱还了。这么说，这个平台变得非常不错了，难怪能够接到大客户啊！一时间，在热搜的带动之下，越来越多的人投资，赵飞宇乐开了花。赵总，咱们的平台下载量增加了100万，投资金额达到10亿，还不够，还有90万的用户还在观察，我们要让他们下定决心投资。赵总，这已经很不错了，不过相信会有更多人投资。老赵，咱们平台收益率只有8%左右，在行业内并不起眼，在我看来，是时候来一剂猛药了。明少，您的意思是要增加收益率，那要达到多少？既然要整，就整最高，我看就15%吧。如今别的平台给了12%，要不是20%太高了，枪打出头鸟，他真敢给个20%？什么？马上贷收益率高达15%？卧槽了，15%啊，这可太香了吧！卧槽，这还有门槛啊，10万起步，10万就10万，这年头哪还有这么高收益啊？一时间，马上贷打上了2个标签：最安全、收益最高的理财平台。南宫会长，赵会长，这可是不来啊，他是在破坏市场啊！会长，赵副会长根本不给咱们活路啊！赵副会长，你有什么解释的？你这是在影响所有人的利益。南宫会长，我既然敢给15%的收益，自然就有高收益的投资产品。赵副会长，不能不管我们死活啊！你的平台正在疯狂吸我们的资金。赵副会长，我看你是想收了钱跑路吧？各位，别说我不给你们机会，你们既然找不到收益高的投资产品，那你们完全可以买入我们的产品，这是我作为副会长给你们的福利。赵飞宇爽朗的笑了起来。
起来，想群殴他这是不可能的。什么？我们也可以买入？赵副会长，你说的是真的吗？当然，资金限制在10亿以下，让更多的成员有机会买入。赵飞宇微微一笑，他感觉王明这一招实在太妙了。赵总，我想买个2亿玩玩。赵总，我们俩关系不错，要不给我买个5亿？好，都可以，来者不拒，4天后结束购买。赵飞宇看着扑过来的几十人，心里乐开了花，随后向王明汇报了成绩。明少，咱们一共收到了220亿的投资，这是不是有些太多了？老赵，200亿而已，钱多才能够赚更多的钱。那就好，明少，我的身家性命可都给你了，你操作可得稳一点。放心吧，几倍收益我不敢说，1倍是稳稳的。好，老赵，我也不会让你白折腾，收益分你5个点。其实王明早就想好了，原本准备给平台20%收益率，现在只给了15%，这5%就私下给赵飞宇吧。好，我马上就安排人将钱转到股票账户上。好，咱们就杀入股市，狠狠地赚他一笔。此时严平看着王明的账户里的200亿，也是傻眼了。明少，你这可真的拉来了200亿啊！我是真的服了。严总，我现在应该是成你这最大的客户了吧？必须的，我的整个团队都为你服务。好，既然如此，现在我们就开始操作。龙文在线再买入50亿，50亿已买入，成交均价80元左右。明少，这股票会涨到多少？能赚多少收益？如果我预料的不错，半个月涨个50%不成问题。半个月就赚50%收益，这我还干什么实业啊？严总，这一只股票涨到120块，立刻全部卖出。好，明少，再买个20亿的没印迹象，到达10块立刻卖出。一时间，王明按照着自己的记忆不断买入股票，终于将200亿全部花完了。明少，您这可是信心十足啊，直接满仓干。严总，没点把握，我也不敢借200亿来炒股啊，你就等着看吧。好，我等着看。随着操作完毕，严平直接请王明等人一起吃饭，而王明却是拒绝了，因为现在还不是庆功的时候。很快，严平就汇报来了好消息，股票的走势跟王明预料的一样。明少，你这可是股神啊，我都想辞职跟着你一起炒股了。哈哈，那可不行，你还得帮我管好账号。明少，那咱们今晚豪文大酒店庆祝一下，赵总我也叫过来了。此时在豪文大酒店，一名中年人正在向另一名男人求饶。孙总，求你了，不要取消订单，我在价格上再给一些优惠。木莲，你降价我也不要了，谁叫你女儿得罪了我女儿？穆千雪，你现在给我跪下，否则我看谁敢要你家的自行车。孙雅，我没有招惹你，为什么你就一直跟我作对？如果孙雅姿色在8分左右，穆千雪至少9.5分以上，绝对的女神级别。穆千雪，光凭你会勾引男人，就让人必须要打你。木莲，让你女儿下跪，否则我绝对让你接不到任何的代工订单。孙总，我替千雪道歉，求求你饶了我们吧。10万辆自行车价值5000万代工费，如果取消订单，简直是要亏出天际啊！爸，不要跪，他们明显就是做局设计我们报警。报警，我看谁会受理。千雪，你别说话。孙总，孙小姐，求你们饶了我吧。说着，木林准备跪下去，他欠了不少债，一旦工厂倒闭，他一家人可都要背上巨额债务。等等，此人正是王明。看着孙雅如此恶毒，王明再也看不下去了。王明，谁要你来多管闲事？孙雅，你还是一如既往的恶毒啊！王明，不要以为你有几个臭钱了就能够配得上我，你这辈子都只是我的备胎。看来留好的教训还没有提醒你啊！原本打算过段时间再整治你，看来需要提前了。上辈子你给我的阴影，这辈子我要还给你，我要让你活在阴影之中。你别以为我们家是好惹的，就凭你也想撼动一家上市公司？是吗？上市公司好啊，不上市还有些麻烦。不自量力，别以为在网贷平台借了点钱就以为有钱了。是吗？那走着瞧，我会让你知道我有多厉害。王明冷冷的一笑，眼神非常的阴冷，一时间让孙雅也感到了一丝害怕。这位大叔，你有一批自行车是吧？我买了。江生，你说的是真的吗？我有10万辆，成本价需要5000万。5000万是吧？没问题，我马上转给你。王明微微一笑，5000万而已，他现在手里的钱多的是。真的吗？这是我公司的账号。木林此时一脸的兴奋，直接将账号都给了过去。小子，我忍你很久了，我的事你也敢管？现在立刻给我滚！孙平是吧？这些自行车跟你没有任何关系了，你们可以滚了。说着，王明直接就是显示出自己转账的记录，5000万已经成功转账了。到账了，真的到账了。王先生，太感谢你了，请您告诉我一个地址。这个等下再说，我先去吃饭。其实自行车对王明来说还真有大用途，只不过如今还需要准备。爸，那咱们现在怎么办？还怎么办？等着呗。一时间，木林和穆千雪也只能在饭店等着。明少，你买自行车准备拿来干嘛？难道是看上那小姑娘不成？你可别瞎说，孙家将是我下一步打击的对象。不过还有另一方面的原因。哦，明少，你还有什么原因？我准备以这10万辆自行车推出共享单车。说着，王明将共享单车的运营模式都说了出来。明少，你这太让我佩服了，没想到你已经开始布局下一个投资了。共享单车是网约车的互补项目，从投资的角度，我非常看好。
好。不错，共享单车的推出正好在风口上，将是一个100亿回报的投资项目。明少，这搞投资和运营可要花费不少精力，我能不能参上一股？既然你感兴趣，那这个项目就交给你来办，把那个自行车厂老板叫进来吧。很快，赵飞宇将外面的木林父女俩请了进来。王先生，您找我？穆总是吧？我需要上百万辆，甚至是上千万辆自行车。说着，王明就将自己要投资共享单车的计划说了出来。王先生，1000万辆单车，这不敢想啊！这只是计划，首批先生产100万辆吧。我愿意合作，不过我的工厂没那么大，吃不下你这么大的订单。你可以拿着订单去找其他工厂合作，不过这些工厂必须跟我签订独家供应协议。共享单车一旦推出，他要控制着源头工厂，将单车的产能控制在自己的手里。王总，您是说真的？我先给你打10亿资金，将国内所有源头工厂的合作都签下来。他看起来跟我差不多大，竟然有着如此商业头脑。穆千雪不禁对于王明充满了兴趣，想知道王明到底是什么身份。王总，您是我的救命恩人，以后我就为您鞍前马后。既然如此，那我就成立一家共享单车公司，名字就叫摩拜单车。随后，王明看向穆千雪，上下打量着对方。穆总，这是你的女儿吧？我觉得她非常适合当咱们的品牌代言人。没过多久，地铁站外就摆放着一排排粉红色的单车，上面还有一个2维码。这里有一排单车，扫码就可以骑走，半个小时竟然只要5毛钱，真是啊，这也太便宜了吧！走，咱们骑着共享单车去上班。此时就在南方市，10万辆自行车已投放到各个地铁站外面。重磅！共享单车横空出世，半个小时只要5毛钱。继网约车之后，共享单车火爆全网。赵总，咱们被抢占先机了，南方市率先大规模投放的。摩拜单车是魔都的那一家公司吗？不是，是南方市的，叫做摩拜单车。赶紧调查一下他们的背景。赵薇眉头一皱，作为第一个推出共享单车，他无法接受如今竟然被追赶了。此时南方市孔雀单车内部，一名副总正汇报着他们的情况。孙总，共享单车一推出，咱们的单车销量立刻受到了影响。可恶，摩拜单车到底是什么背景？为什么突然就出现了？摩拜单车的负责人似乎是赵飞宇，而供应商竟然是木林。什么？是木林那个老头？难道背后的老板是王明不成？孙平也不是傻子，他可是当面看到王明买走了这10万辆单车。赵飞宇，他不是搞网贷的吗？怎么又去搞共享单车了？孙总，咱们现在怎么办？共享单车已经影响到了我们的业绩。不行，不能够让王明做大做强，找些人去搞破坏。孙平直接决定搞破坏，搞破坏是速度最快的，也是成本最低的。明少，敬你一杯，感谢你救了我的工厂，还给我一个翻身的机会。穆叔叔，这只是举手之劳，毕竟我刚好需要一家自行车工厂。没有你的帮助，现在我的工厂已经垮了。千雪，你再敬明少一杯。明少，感谢你帮助我们一家，我敬你。没事没事。明少，听说你刚18岁就做出了如此事业，真是天纵奇才啊！穆叔，你这真是看错了，我可是连大学都考不上的人。学历不代表着能力，明少，你的能力在商业上面。如果你想体验大学生活的话，要不让千雪带你去校园玩玩。那感情好，不过不知道会不会影响千雪姑娘的学业。王明的确是心动了，不仅弥补了没上大学的遗憾，还有美女相伴。我非常乐意，只要你想来，我可以天天都陪你逛校园。那就麻烦你了。一点也不麻烦，那下周一我就带你去上课。一时间，这一场饭吃得相当的好。随后王明离开，穆父穆母一家也开了小会。千雪，明少是一个好人，这次是一个机会，你不妨好好跟他处处。你爸说的对，你先处处，要是不喜欢，那也不要委屈自己。爸妈，我对明少非常感兴趣，我想知道他为什么有那么大的能力。不委屈就好，感情的事不用勉强，顺其自然就好。此时王明回到住所，直接趴在自己的床上时发现了不对劲。什么人？王明立刻打开灯，看着被窝不断蠕动，很快一个头探了出来。明少，甜甜，怎么是你？明少，我喜欢。正当赵婷婷想说出自己的心意之时，王明却是直接打断了对方。甜甜，你既然累了，就在这里睡一晚吧，我肚子饿了，今晚就不回来了。说着，王明就出门了。他何尝不知道赵婷婷的情谊？王明，我不会放弃你的，我一定不会让别的女生先我一步。重磅！共享单车成今年风口，小黄单车宣布投放10万辆，小蓝单车宣布获得天使轮融资，将在深海发布。此时在魔都，跟摩拜单车同名的公司却做了一件无奈的事。学姐，为什么要改名啊？明明是他们抢了我们的名字。没办法，咱们用同一个名字会有蹭热度的嫌疑。没想到被人抢先注册了。这个不重要，关键是他们率先投放了。不过咱们也有好消息，咱们获得 A 轮融资了。什么？投行真的愿意给我们投钱了？此时一帮小伙伴那可是激动的不行，注册公司半年终于看到收获了。没错，1000万美刀，咱们也可以采购单车进行投放了。那还等什么？中部魔都我们必须要拿下。不错，我们必须要加速了，尽快实现全覆盖。随着小城单车的投放，王明也在加快合作进程。穆叔，你立刻前往魔都和京都，监督与我们合作的工厂不能接别人的订单。王总，我现在就去。另外，月生产能达到1万辆的工厂都可以签订独家协议。此时在孔雀科技总部，一名副总正向孙平汇报着情况。孙总，现在全国都在搞共享单车，合作的代工厂说不提高代购费就取消合作。什么？老梁跟我们合作了那么多年，他怎么能够这么做？共享单车给的代工费100块，而我们只给50块，而且我们的订单太少了。什么？我现在就去找老梁。说着，孙平一个电话打了过去，而面临着孙平的兴师问罪，对方显然在意料之中。老孙，不是我
不帮你，你们订单确实太少了。老梁，我看错你了，这10多年的友情算是白瞎了。孙平愤怒地骂了几句，直接挂断了电话。王明，摩拜单车，我一定让你们付出代价。孙总，怎么办？再这样下去，怕是全都被他们抢走了。去寻找别的厂商，同时搞活动，必须要消除共享单车的影响。一时间，孔雀单车开始全面的促销起来，其他公司也同样开始大促。重磅！摩拜单车宣布进军3大城市，将投放10万辆进魔都。深海市被摩拜单车占据，街头出现大量共享单车。随着王明与代工厂的独家合作，其他共享单车公司出现生产难题。赵总，咱们的10万辆单车订单还没找到合作的厂商，怎么回事？为什么会这样？我打探到了，竟然是摩拜单车干的。摩拜单车，他们不是在南方吗？什么时候手伸到京都了？赵薇瞪大眼睛，他的确是彻底傻眼了。看来是小看了摩拜单车，他们的速度太快了。摩拜单车背后到底是谁在操控？为什么那么厉害？摩拜单车的 CEO 是赵飞宇，资金来源于他旗下的 P2P 平台。赵飞宇的胆子可真大，敢从平台借钱出来扩张啊！你是说产能达到10万以上的厂家都被签了独家了？是的，他们说自己稀里糊涂就和摩拜公司签了独家。王明为了拿下共享单车，在合同上面写了高额违约金，一旦违约直接赔偿几千万。摩拜单车，看来他们对共享单车非常的自信。随着摩拜单车在国内4大城市投放，仅第一天就直接突破100万订单。重磅！摩拜单车成为共享单车行业第一梯队，共享单车受到资本追捧，行业规模高达万亿。太方便了，一天只需要1块钱就可以少走很多路了，好用到爆啊！可惜共享单车数量太少了，太难抢了。此时很多人为了获取投资收益，已经开始联系赵飞宇了。赵总，摩拜单车投放速度太慢，影响着用户们的使用。我认为只要得到我们的投资，将可以帮助摩拜单车成为行业老大。孙总，不知道你们是什么条件？我们对摩拜单车的估值在1亿美刀，所以打算出资5000万美刀，获得控股权。孙总，你是在开玩笑吗？外界对我们的估值早就突破10亿龙币了。赵总，这只是初步的意向，你也可以提出你们的价格。没有必要了，你们这个价格跟我们预期的相差太大。赵总，我们可以出资1亿美刀，控股权也可以商量的。赵飞宇拒绝了滴滴打车，但似乎是捅了马蜂窝一样，更多的巨头想来投资摩拜单车了。赵总，我希望能够20亿龙币收购摩拜单车。周总，不好意思，我拒绝。赵总，这可是20亿啊，相当于你们投资的10倍利润。此时的王明听不下去了，直接从深处走了出来。20亿很多吗？赵总，这是王明先生，他可以代表摩拜单车做出任何决定。王先生，投资2亿得到20亿回报，难道你还不满足吗？是吗？我还是拒绝。王先生，你可不要自误，我们也在跟小黄单车谈合作。这是你的自由，只不过我可以确认一点，那就是小黄单车注定会失败。眼看着王明再一次拒绝，高高在上的周平也是彻底坐不住了。王明，你会为今天的拒绝付出代价，摩拜单车就等着死亡吧。你是电商巨头是吗？你们很快就会有一个强劲的对手出现。王明清楚的知道，在共享单车之后，还有一个巨大的机会就是拼夕夕。明少，咱们惹怒他们，怕是对我们不利啊。没事，总是会对上的，只不过是提前了而已。好吧，也只能够这样了。很快，舆论风波传来2个重磅消息：小黄单车获得阿拉丁集团强势注资，小程单车获得滴滴打车5000万美刀融资。此时，企鹅科技办公室里，创始人马平安等人也在议论着：马总，咱们要不要参与共享单车这一个项目？我们错过了网约车，共享单车必须要抓住机会。那我们是选择摩拜，还是重新扶持一家新品牌？但是听说阿拉丁将摩拜单车的估值提高到20亿了。20亿，这个价格非常高了。马平安也是有些感叹，这一个价格是真心高了。看来他们并不差钱，我倒想亲自去跟对方谈谈。什么？马总，你要亲自去谈吗？不错，你不是说赵飞宇只是一个傀儡吗？我想去会一会他背后的人。马平安越来越好奇了，很快双方就协商好了谈判时间。赵总，我想见见你背后的人。马平安没有兜圈子，跟一个跑腿的谈没有什么意思。马总，你的消息果然灵通，我就是王明。王明，没想到是如此年轻的小伙子，你可让我非常的惊讶。马总，如果是为了收购摩拜单车，我是不可能贱卖的。这个我知道，不过我还是希望能够参与进去。马总，不知道你准备拿什么出来？王明，你是聪明人，光有钱是不行的，还需要各种宣传资源。只要你愿意合作，我可以在企鹅号上面增加一个流量入口。马总，你说的的确吸引了我，但是我说过我不会贱卖公司的。这样，我出资10亿，获得10%的股份，以及未来优先购买权。赵飞宇听着这一位巨头的条件，也是心动了，这可是100亿估值了。王明，怎么样？我的条件非常优厚的。马总，似乎我再拒绝就说不过去了。你很聪明，见好就收，合作愉快。马总，合作愉快。很快，双方老总签下了协议，随后就各回个家。马总，咱们这非常吃亏啊，10亿完全可以去扶持一家新的品牌。新的品牌我们投资10亿，最后有可能还要投进去更多的钱。马总，还是您想的周到，摩拜单车已经领先了，这样咱们投资可以得到保障。如果摩拜单车能够确立霸主的地位，我们的投资很快就会有回报。马总，我知道了，我现在就去对摩拜单车的入口进行拓展。摩拜单车也不需要1级流量入口，在2级入口能够扫码识别就足够了。小雅，孙叔，这是王少，他是来帮你们的。
王少，您是王少？不错，是我。我听刘豪说你家是做自行车的。王少，共享单车太过分了，他们的出现让我们的自行车卖不掉了。你现在手里有多少辆单车？目前手里有50万辆单车，到下个月将变成60万辆。孙平，我们可以合作，我可以帮助你们解决滞销的问题。王少，只要你能够将我们的单车卖出去，多少好处都可以谈。孙平激动了起来，万大地产可有好几万员工，这单车奖励给员工也是可以的。我不是要买你的单车，而是跟你成立一家共享单车品牌。王少，你要我搞共享单车？孙总，既然咱们打不过，那咱们就加入，如今大势已成了。王少，你准备怎么合作法？仅几天之后，王聪明就在他的微博里官宣了熊猫单车的成立。重磅，地产一哥入局，共享单车大战开启，摩拜单车与熊猫单车大战一触即发。我操，王少不换女朋友了，开始要做生意了。王大少难道是被断零花钱了吗？要开始自己赚钱了。王少，感谢你啊，你可是救了孔雀单车。王聪明从家里讨到了5亿资金，占51%的股份，剩下的19%，刘豪也拿出来2亿投资了进来。王少，感谢你收购刘氏地产，如今又感谢你让我们参与了共享单车。各位，咱们要钱有钱，要车有车，摩拜单车拿什么跟我比？王少，现已确定摩拜单车是王明搞出来的，赵飞宇只是一个傀儡。王明是吗？放心，我一定会替你报仇的。王少，王明也是我的敌人，只要您帮我了报仇，我也愿意为你做任何事。此时孙雅一脸诱惑地看向王聪明，如今的刘豪他是看不上了，现在摆在眼前的可是首富之子啊！就在孙平宴请王聪明吃完准备离开之际，刘豪却看到了让他一辈子都不会忘记的身影。王少，他就是王明。你就是王明？王明，王少问你话呢，你竟然不给王少面子？你谁啊？王明，很好，我王聪明还第一次遇到不给我面子的人。谢谢夸奖，看来就是你救了刘豪。王明，我告诉你，现在王少入局共享单车，你就等着被我们打倒吧。刘豪，你可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啊！这一次我必让你倾家荡产。还有孙雅，你们家也想掺和共享单车，那你也等着倾家荡产吧。王明，你别说这种大话，这一次死的一定是你。王明，王少是你这辈子都无法企及的，我劝你现在求饶还来得及。是吗？看来你们都认为找到了靠山，那我就打掉你们的靠山。王明冷冷地笑着，如今的刘豪以及孙雅都没有资格成为他的对手。王明，就凭你，我会让你知道什么是底蕴，什么是实力。是吗？那就让我拭目以待。一群傻子，共享单车就是一个坑，前一世不知道坑进去多少巨头。明少，咱们这是又惹上一个巨头了吧？老赵，放心吧，共享单车只会有一个赢家。很快，摩拜单车得到企鹅科技的流量加持，这也宣告着摩拜单车这一个领头羊。重磅，企鹅号增加摩拜单车入口，摩拜单车成为行业领头羊。企鹅号的流量加持，摩拜单车用户数大增。可恶，王明竟然得到了企鹅科技的投资，他竟然也绑上了巨头。就算他们绑上了企鹅科技又怎么样？共享单车比拼的是占据市场的速度。孙总，你给我提高产能，我们要加速投放市场。王少，我非常认可，咱们可以抢占南方市这一个大本营。那就这么办，我要将摩拜单车给搞倒。一时间，熊猫单车在南方市各大地铁站全力投放。我操，熊猫单车，这好像是一家新品牌啊！看，熊猫单车首单免费，大家快注册啊！摩拜单车我都看不到了，这是去哪里了？那里啊，被推倒的那些就是，看来双方已经大出手了。一时间，无数上班族看着被推倒的摩拜单车，最终只能选择熊猫单车。明少，熊猫单车太过分了，竟然用最低级的手段来对付我们。看来王大少对我的恨意非常强啊！干脆直接让人将他们的单车拉走，直接丢到野外去算了。就这么办，他们不忍就别怪我们不义。我这就去办了，咱们背后有企鹅科技，还真不怕万大地产。赵飞宇此时也是有着巨大的底气了，毕竟都是巨头，谁怕谁啊？什么？我们的单车二维码被喷漆了，还有大量的单车被抛弃在野外。王少，这一定是摩拜单车搞的鬼，他们这是在报复我们。可恶的王明，没想到他胆子那么大。王少，咱们现在怎么办？还能怎么办？将摩拜单车的二维码都给我给喷漆。是，我这就去办。一时间，熊猫单车也是开始了，而王明自然也不害怕，直接一辆单车2块钱，再贴上自己家的二维码，这可是乐坏了不少的人。我的天啊！我发现几百辆共享单车竟然没有几辆能够使用。没办法，这共享单车大战已经开始了。我看还是熊猫单车损失大，据说在南方市投放了40万辆。此时管理署也是关注到了这一种情况，直接约谈2家共享单车的代表，要求停止破坏对方的设备。这是熊猫单车率先破坏，我们是自卫反击。胡说，是你们率先喷漆，我们发现后才是报复的。那也是你们先招惹我们的，这一切的责任全部都由你方承担。两位，你们继续这样打下去，谁也别想发展。我方的要求很简单，熊猫单车公开道歉，赔偿我们的损失。我们不接受这样的条件，你们要战那便战。孙平也是硬气，那也不可能输了阵仗啊，那也是直接应对。一时间，管理署约谈2家就以失败而告终了。赵总，摩拜单车已经快要覆盖全国了，立刻投放所有单车，我们先保住京都这一个市场。是，我立刻就去办。而另一边，魔都的许巍也是着急了起来。我们要立刻投放，否则摩拜单车就要彻底垄断市场了。徐姐，南方的熊猫单车比我们晚，但是他们也逆势崛起了。没过多久，网络上再次传出来2个消息：小黄单车正式上线，40万辆投放京都，50万辆单车现身魔都街头；小城单车正式上线。此时的摩拜单车再次增加了2个竞争对手，熊猫单车也处于半瘫痪状态。王少，
少，目前我们的单车仅只有1万辆处于活跃状态。王少，咱们不能这样相互打下去了，我们可将宝都压在南方市了。是呀，摩拜单车还有别的城市可以支撑着。那你们说怎么办？难道让我向王明认错不成？王聪明可是顶级大少，王明一个穷小子，如今让他去道歉，这说出去不被笑死啊！现在小黄小城单车也投放市场了，我们已经排名第4了。所以你是让我向王明认怂吗？王少，不用你出马，我去跟他们和解。不行，你出马也是代表着我，他有什么资格让我低头？王聪明的大少性格起来了，面子是很重要的，这让他变得不理智起来。我们不是还有20万辆单车吗？直接投放到深海市。好吧，也只能够这样了。一时间，熊猫单车新的动作，王明也很快知道了。想转战深海，想得美！立刻告诉深海负责人，继续破坏熊猫单车。明少，牛啊，你这可是要让王大少气死啊！咱们必须要再融点资，200亿已经不够用了。咱们摩拜单车没花多少钱啊，你这是要干什么？共享单车的确不需要更多的钱，我是准备搞另一个项目。王明说着将搞电商的意图说了出来，这不禁让赵飞宇傻眼了。明少，电商如今已经饱和了，就连企鹅科技搞电商都失败了。老赵，你放心吧，这一次我将颠覆电商。你要借多少钱？我好有个准备。不多，先搞个500亿，这不是全投电商，还有炒股。明少，你可别吓我。赵飞宇真的害怕了，500亿真的筹集起来，规模能进全国前3啊！老赵，你看我坑过你没有？我最近看好了一只股票，至少会涨50%。这要是真的，那我拼了。老赵，这次客户储存干脆给20%的收益，这500亿我只用2个月时间。哦，我马上去办。很快，马上贷平台就开始了新的操作，直接上线了一个短期理财产品。我操，马上贷20%的收益率，怎么能这么高啊？可惜只有2个月投资时间，要是1年那就太好了。2个月似乎也不错啊，毕竟是高收益，时间自然要短一些的。一时间，整个行业都是在质疑马上贷平台，质疑着赵飞宇。马上贷这是嫌卷款跑路，建议大家不要买他们的理财产品。马上贷疑似在炒股，如今股市已经下行，很有可能血本无归。卧槽，现在这行情去炒股，怕是10炒9输啊，这风险也太大了吧！此时赵飞宇不得不向王明汇报情况，也希望到时候能够谅解他没有完成任务。明少，很多同行都抹黑我们，现在很多人都还在犹豫，这不是什么大问题，只需要让用户相信我们就可以。然而最简单的办法，那就是发放收益。明少，难道要提前向用户发放收益？可是时间还没有到啊！怕什么？咱们干脆1个月结算一次，直接让他们提现。你这招真高啊！我不信咱们都给收益了，他们还能怎么说？5亿就能拉动500亿资金，这绝对是划算的。很快，马上贷平台就发布了公告。我操，这也太牛了吧！半年期的理财产品，直接按月发收益。谁再说马上贷不行，我直接翻脸。这平台绝对靠谱。一时间，马上贷平台如愿得到大量的投资，资金源源不断的流入进来。明少，资金已经到位了，马上就可以转入股市之中，立刻清空所有股票，将股票全部变现。这一操作直接惊动了南方证券的严平，王明也干脆直接表态：严总，你们能够筹集多少钱？我带你们干一把大的。明少，你这把握有多大？严总，明人不说暗话，10月份茅台股市会上涨1个月。明少，你这手里如今有上千亿了，还不够吗？严总，赚钱的机会只有一次，你们能够给我多少钱？我可以按收益55平分。此时的严平一听王明那么郑重，知道这的确是一个赚钱的机会。我们可以借给你200亿资金，不过只能够2个月。200亿，行吧，勉强够用。严总，你可以将消息放出去，直接说给我融资炒股，收益平分。明少，我以南方证券作为担保，每一家融资100亿，应该问题不大。严平此时主动站出来说道，他可不想自己的大客户跑去找别家合作。很好，严总，那我就等你的好消息了。好，我相信筹集个500亿，问题不大。随后，王明离开了南方证券，再一次前往另一个地方。明少，这不是企鹅科技总部大楼吗？咱们来这里干什么？当然是来借钱啊。马总能借吗？虽然咱们有合作关系，但也不可能借你数百亿吧？他们不是一直亏进摩拜单车吗？那我就满足他的需求。上一次企鹅科技都能估值100亿，投资了10%，为何不拿这个项目向对方借点钱呢？王明，你找我，难道想继续要融资吗？马总，这一次我的确是想来找你融资。难道你想卖掉摩拜单车了？不，我想将摩拜单车所有股份向你借一些钱来。什么？你想抵押借钱？你要借多少？我想借200亿，当然这笔钱我会支付高额的利息，2个月给你5%的利息。马平安一脸好奇地望着王明，对方的胃口可真大，动不动就借200亿。王明，我想知道你具体想干什么？马总，我也不瞒你，我的主业是炒股，我已经筹集了近1000亿资金，准备杀向股市，只不过我觉得还是有点少。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如今股市可是下跌行情，你这不是砸水漂吗？我从来不做亏本买卖，或许你不信，你只要去打听一下就会知道。接下来会有很多证券公司为我提供融资服务，我手里的资金远不止1000亿。王明，这事我不能够答应你，我需要去调查一下。当然，马总，这是应该的。没过几天，严平就传来了好消息，其他证券公司融资600亿，算上南方证券给的200亿，再加上王明手里的1000亿，可就是1800亿巨资了。马总，调查清楚了，王明简直是一个天才，他先联合别人从网贷平台借了数亿，10倍杠杆炒股，如今这笔钱变成100亿了。然而再与赵飞宇合作，从网贷平台借出来200亿，这200亿目前已经翻倍了。不可思议，这简直是一个传奇故事啊！马总，的确不可思议。
亿啊！要不是我再三确认，我也不敢相信。看来王明是看到了商机，准备干一票大的。马平安是真的心动了，2个月就有10亿的收益，那也是相当不错的。马总，这可是炒股啊，风险是很大的。借是可以借的，要是借200亿，这利息我们要10%。200亿，我们需要时间来筹集。不过你要是决定了，可以做得到。好，你就去告诉王明吧，我倒想看看他到底能不能创造一个奇迹。马平安心里也是痒痒的，但是他不能像王明一样的去搏。然而对于企鹅科技的合作，最终还是曝光了出来。重磅！摩拜单车将股权抵押给企鹅科技，企鹅科技借出200亿给摩拜单车，难道想全力投放共享单车？随着这一个消息的放出，全世界都傻眼了。怎么回事？企鹅科技为什么要借给王明？皇上真不知道王明这小子怎么说动了马平安，竟然借了200亿。王明一定是付出了代价，否则企鹅科技没必要帮他们。皇上，王明接下来会不断的投放单车，咱们怕是跟不上步伐了。可恶，王明这是想一举垄断整个市场，我们也要增加投放。孙总，1个月10万辆太慢了。王上，目前我们的产能受到了制约，除非我们高价，那就高价去下订单，多少钱我来出，绝不能半途而废。王上，我建议将南方以及深海市的单车撤出来，投放到别的城市。好吧，就这样办。事实上，王聪明已经后悔开战了。60万辆单车砸在这2个城市，没有一点用处。如果再采购200万辆单车的话，我们的资金就不够了。那我们按比例继续注资，我再注资5亿，还是不够。我们的单车被破坏需要修理，而且运营人员也需要钱。那我再投10亿，你们也继续投，你们也不想前面投的钱都打水漂吧？王聪明的话刺中了大家的软肋，刘军也只能够老实点头答应。然后王明问马平安借钱，可是吓坏了一众同行，如今也自发的卷了起来。马总，摩拜单车似乎全面投资共享单车了，我们是否继续增加投资？搞清楚了吗？企鹅科技为什么要借钱给摩拜单车？据说是马平安亲自谈的，摩拜单车的股权的确抵押给企鹅科技了。看来不管是什么情况，我们都必须要增加投资了。马总，我们要全国投放，这样小黄单车才能追上第一梯队。但是想要全国的城市都覆盖，至少需要500万辆。需要多少投资？怕是要50亿才能管理好这500万辆单车。找其他投行联合投资，风险必须要转移。副总周平点了点头，很快就去找其他的股行投资去了。而此时，穆林也找到了王明，向他汇报了一个消息：明上不少的供应商向我们反映，小黄以及小陈单车找到他们，想以高100块的价格采购单车，他们很心动，但是又不敢卖。终于到这一步了吗？明少，难道你想卖单车给他们不成？当然，为什么不卖呢？我可是一直在等着呢。王明再一次爽朗的笑了起来，他的确是在等着这一天，他打算当一个单车二手贩子。告诉那些代工厂，价格我们来定，他们只负责生产，给他们的利润保持不变。他要从工厂手里300块的成本买回来，然后转手卖掉，这样他就可以赚更多的钱了，而且这还是纯利。一辆单车卖我们600块，他怎么不去抢？赵薇听到工厂里的报价，直接傻眼了，这要价也是太狠了吧？没办法，现在竞争越来越大了。其他工厂呢？有没有报价？问了至少10家工厂，都要600块一辆。背后一定是摩拜单车的主意，他们想抬高我们的成本。怎么办？不买的话，我们很难找到别的产能了。投资200亿就想踢我们出局，不可能。小黄单车高价购买单车的消息传出去后，其他品牌也争相抢购。明少，他们竟然真的买了，咱们光小黄单车就赚了3亿，这也没多少啊！你厂里的单车直接卖给他们，我就不赚差价了。明少，太感谢了。没事，跟我干，少不了好处。王明微微一笑，这可以让穆林死心塌地的跟他了。明少，资金已经全部准备好，就等你下令了。全买入西方财富，200亿直接梭哈。这一只股票卖出点是多少？到了60块就开始慢慢出，再买入100亿恒泰电子，盈利70%可以出，剩下的给我梭哈证券公司。咱们不买入茅台了，而是要买证券公司。白酒的收益不如证券公司，放心买吧。好，所有人立刻完成目标。一时间大量资金进入股市，行情不断上涨。接下来漫漫长夜的王明就无聊了。这时赵婷婷蹑手蹑脚地走进王明房间，一夜无眠直到天亮。王明看着满屋狼藉以及那一团红色的床单，开始思考着人生。婷婷，你有什么梦想？明少，我想当一名基金经理。知道了，我可以帮你。随后半个月之后，严平高兴地汇报着这半个月的成绩。明少，其他股票收益达到了目标的一半，只是证券股票只有20%不到的收益。放心吧，前面都是铺垫，后面才是真正的起飞。原来是这样啊！明哥，这证券股票真的还会再涨吗？放心吧，肯定是会涨的，否则我不是白干了吗？好，我相信哥。这一次王明的2000亿砸进来，还是产生了巨大的动静。听说了吗？国家队出手了，几千亿的资金砸向证券板块。那跟着买证券股啊，有国家队出手，肯定不会跌的。很快，在股民的跟风加持下，证券板块飞速上涨。真的涨了，证券股竟然全部都涨停了。终于涨了，等得好辛苦啊！这一次咱们成功逃顶，平均收益达到了40%，800多亿，这也算是成功了。随后，严平将各大证券公司的老总邀请来参加庆功宴。各位，此战的收益你们都知道了吧？今天明少也来了。明少，我们东方证券实力最强，要不你投点钱过来玩一玩？明少，西方证券佣金最低，我们保证让你满意。各位，你们当众挖墙脚，
是不是有些过分了？行，不当面说这些了，对不当众抢了，我们回头再说。我们成功实现了40%的收益，总算没有辜负你们的资金。明少，你这可是股神啊！我们下面的操盘手可都没有你那么强啊！就在王明等人进行着庆功时，企鹅科技的副总有些慌了，因为长达1个月都联系不上王明。虽然赵飞宇告诉他王明等人封闭炒股，但是他们不知道这是不是真的。马总，王明会不会跑了？应该没有，至少那些证券公司没有动静。要不咱们派人再去问问？不用问了，我来了。王总快请。我已经派人将220亿打到你的账上了。王明，你成功了，不错，这一次实现了40%的收益啊，40%的收益。马总，期待我们下一次合作。好。就在王明消失的这1个月，4大共享单车已经形成，马上贷平台很快也遭人污蔑。听说马上贷去炒股了，并且亏了非常多。原来马上贷平台玩的是庞氏骗局啊！这么说，这次投资的钱有可能拿不回来了。你盯着别人的收益，而人家盯你的本金，我看你怎么办？这么一说，此时无数人都恐慌起来了。我要赎回资金，你们是骗子！如果你提前赎回资金，我们不会发放收益，还会扣除1%的手续费。好，我不要收益了，我只要本金。我们已经开放了赎回的渠道，你可以在后台确认。好的，快去申请，晚了就什么都没有了。不赎回还能够赚钱，一赎回还得亏个1%啊！本金都要没有了，你还在心疼收益？此时，国内第1大网贷平台总部，一名中年人正高兴地向一位老人汇报着情况。钱老，这次马上贷必定会出现挤兑风波。很好，这一次我要让马上贷在劫难逃。钱老，我们这么做是不是有些过分了？马上贷收益给的那么高，明显就是骗人的。我们只是避免更多人上当。而此时马上贷总部，赵飞宇那可是急不可耐啊！赵总，大量的用户在赎回，咱们怕是要撑不住了。可恶，找到背后下手的人了吗？主要是金融所，还有其他几10家平台联合下手。看来他们早有预谋，就算他们提前赎回，也给我拖到2个月之后再发放收益，这样怕是会引来用户的恐慌。要不您去找那个借钱的大户，先还一点钱回来。就在赵飞宇毫无对策之际，王明的声音却是响了起来：“老赵，明少，你出关了，太好了！我可是想你想的好苦啊！放心吧，这次700亿都可以还给你们。太好了，明少，果然你不会坑我。我认为这次是一个机会，可以先不用那么着急让人赎回。你是说让更多的人提前赎回？这700亿我们要付5%的利息，再加上违约金，加起来就40亿了。”王明微微一笑，如今的平台可都是不赚钱的，如今直接割一手赚个40亿。可是这样一来，咱们平台的声誉就坏了。老赵啊，又不是我们忽悠他们提前赎回的。哦，这样太好了，我们这样一点责任都没有了。你就放心吧，我从平台借出来的钱，利息多少就给你多少。那太感谢你了，这样的话，平台可就盈利不少啊。就这样办吧，让事态发展下去，当所有人都赎回的时候再付款。哦，那就这么办。明少，你这一次那不是赚了几百亿啊？这一次大概赚了500亿吧。1个月赚500亿，那你现在身家700亿了。应该能够排得进前10了吧？按去年的排行榜，怕是前5都能够进得去啊。赵飞宇查了查去年的榜，700亿进前5都是可以进的。老赵，我答应你的收益10亿打给你了。明少，谢谢你。网贷如今是无序发展的，我建议你可以出让部分股份，先获利再说。明少，我听你的，我马上就去找融资。去吧，我也要看看那些幕后黑手。看到马上贷起死回生是什么表情？一时间，马上贷平台撤掉了所有的解释，也不再回应外界的采访。完了，马上贷的高管们都不回应了，平台肯定要垮了，再不赎回，那可是真的要完了。一时间，所有人都纷纷提前赎回，在线赎回通道也是全面开放。如今摩拜单车没有资金继续下单，那些厂商就能与我们正常合作了。一个穷小子拿什么跟我比？真不自量力！还是王少您厉害。小雅，过来给王少敬酒。此时，摩拜单车的投资者企鹅科技马平安却是疑惑了起来。王明是赚了钱的，他的钱都是借的马上贷的，难道他们想占为己有不成？难道马上贷这是故意而为之？他们想有钱不还？如果用户提前赎回，这样可以省下来一大笔利息，还能够赚违约金。这一招可是真狠啊，直接割了所有用户的韭菜啊！我看这一定是王明的杰作，他让我越来越惊讶了。小马哥点点头，他相信这肯定是王明指使的。王明总是不按套路出牌啊！马上贷必须还钱，还有我们的血汗钱。管理署来人了，他们这是准备查封马上贷吗？而此时在管理署总部，署长听到调查人员得到的消息，大吃一惊。什么？马上贷账户里足有700多亿资金？是的，我们已经跟银行确认了。看来投资者都被骗了，那他们打算什么时候下放资金？他们说再等几天，保证全力维护投资者的财产安全。下属认真的说道，而老人再一次笑着摇摇头。这些商人可真的精明啊！署长，我们要不要阻止他们损害用户利益？罢了，他们只是顺势而为，我们就不用管了。各位，经过管理署的调查，马上贷平台运营良好，有很好的履约能力。如果能够履约，那为什么钱还没有到账？管理署是不是收钱了？为什么一直在维护马上贷平台？我们经过调查，他们账上有足够的资金，预计半个月内完成打款。请问马上贷账户上有多少钱？是否可以确认这些钱可以动用支付？金额的多少是公司的机密，不过资金已超过赎回的金额。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马上贷为什么有钱不发啊？看不懂了啊！马上贷这到底是什么操作啊？此时，无数媒体也是飞快地报道着此事。重磅！管理署表示，马上贷平台运营平稳，管理署不会对马上贷平台处罚，督促尽早支付。到账了，终于发钱了。果然，管理署没有骗我们。
我为什么要赎回啊？再过几天就可以到期领钱了。此时马上贷平台召开了记者会，平台总共吸筹820亿，发放了685亿。钱老，我知道了，马上贷故意制造紧张的气氛，让用户提前赎回，这样他们可以直接免除收益，而且还能倒赚一笔违约金。我们输了，马上贷平台比我们想象中的还要好。赵飞宇是一个奸商啊，但似乎他是听从一个年轻人的指挥。什么？一个年轻人？是谁？这年轻人叫王明。而另一边，此时的王聪明那也是一脸的不甘。谁能够告诉我发生了什么？少爷，我倒查出他最近跟多家证券公司有合作，靠炒股赚到了不少钱。什么？7家证券公司都向王明提供了100亿级别的融资。王明凭什么让证券公司提供那么多融资？少爷，这是王明跟多家证券公司老总在场的庆祝照片。凭什么王明可以成功？他白手起家，我可是有巨大的支持。此时的王聪明将所有的气都发泄到刘浩身上，无情的鞭打着。皇上，你打我干什么？我没有犯错啊！王明带着几百亿去炒股，你告诉我他只是赚了小钱，要不是你，我也不会轻敌。王明，我不管你是什么身份，我一定要你死。此时王聪明对王明的仇恨越来越深，在他看来，这全部都是王明给他带来的。重磅！马上贷宣布已经完成全部赎回，马上贷再次推出高利率产品，欢迎大家购入。是的，赵飞宇直接对未赎回用户奖励50%的收益，太棒了！现在谁在说平台不好？我要骂死他！现在傻眼了吧？让你们赎回，你们就眼红我们吧！一时间，大量的钱再次涌入平台，很快马上贷成为第一大网贷平台。赵总，我们可以帮助你们推动上市，不知道你们的条件是什么？我们愿意投资30亿，但要获得30%的股份。刘总，目前平台盈利达到了35亿，你这估值我根本看不上。赵总，你们的盈利是因为提前赎回造成的，这都是暂时的。不过至少我们盈利了，这可以更好的推动上市。随后赵飞宇直接约谈其他公司，不少的投行那可是跃跃欲试。爸，你让我去投资马上贷。不错，地产目前处于快速增长的阶段，我需要控制一家网贷平台为我融资。我知道了，我一定办好这事。王聪明虽然不太愿意这么做，但是这可是关系着家族产业。明少，万大地产想投资我的平台，估值达到200亿，他们怎么想投资啊？这情况有些不对啊。听王聪明说，他们有意为地产筹集资金。麦，我明确告诉你，网贷平台是上不了市，这个烫手山芋就扔给他们吧。这不会对咱们的共享单车有什么影响吧？没事，卖了不就有钱了吗？而且我的资金足够用了。开玩笑，王明可是有着700亿的资产，如今还没地方花奶。对啊，明少你的资金都顶一个平台了。最终赵飞宇那可是直接忽悠万大地产全资收购马上贷平台。爸，马上贷说200亿直接卖给我们，花200亿就可以得到平台1000亿的流动资金，这是一个不错的机会。爸，我总感觉这有些太容易了。检查账户就知道有没有猫腻，或许是我们开出来的条件比较优厚吧。好，那我去签约了。王明对马上贷平台那可是志在必得，花200亿就可以撬动2000亿的资金，这笔买卖非常划算的。重磅！马上贷易主，万大地产宣布全资收购马上贷，万大地产进军金融业，万大地产野心大涨。万大地产介入，要是房地产烂尾了，我们还能得到收益吗？我感觉不用担心，毕竟万大地产可是巨头啊。一时间，同行们是有些崩溃了。马上贷更加强大了，他们是更加没有机会了。爸，我要砸更多的钱到共享单车里面去。你想要多少？我预计要投放1000万辆单车，预计需要100亿。100亿要是放在房地产，可是能创造50亿利润的。爸，给我100亿，我可以还你一个估值200亿的共享单车。好，既然你这么有信心，我就给你这个机会。爸，谢谢你信任我，我一定可以成功。就在王聪明拿100亿砸进单车行业的时候，而王明再一次砸了200万辆单车进入全国200座城市，摩拜单车投放量达到500万，覆盖全国200座城市，进一步确立霸主地位。赵总，摩拜单车速度太快了，他们都不需要融资的吗？摩拜单车的人都是疯子，他们怎么能花自己的钱搞项目？而此时摩拜单车也出了新的规定，用户需要补充199押金才可以借车。好啊，那些大妈大叔不舍得交押金，这样咱们找车更容易一些。加，这押金必须要交，这样让用车的变得更加容易一些。此时大量的押金源源不断的进入摩拜单车的账户里面，这让赵飞宇非常的兴奋。明少，真有你的，这筹集资金的速度可不比网贷平台慢啊！要是3个用户都交押金，光押金我们就能够得到600亿啊！600亿有点难，不过400、500亿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明少，您可真是样样都想得周全啊！赵飞宇卖掉网贷平台后，入资了摩拜单车20%的股份，王明还是想带对方一把。接下来尽快将数量达到1000万辆，就可以将平台卖了。明少，我知道了，准备的怎么样？商家招募好了吗？准备的差不多了，随时可以正式上线。那好，咱们就选一个黄道吉日上线。好，那就3天后，我们的电商平台拼东西正式上线。重磅！拼东西正式上线，赵飞宇转战电商平台，拼东西即将上线摩拜商城，摩拜单车与拼东西强联合。共享单车能够火起来，是因为新概念，没有竞争。没错，投资100亿，我看这些钱都准备打水漂吧。此时一名刚还完单车的用户点进了 APP 上弹出的广告，恭喜你获得免费领取大卖手机资格，当前已砍价2400元，再砍价99元就可免费领到手机1台，分享给朋友为你砍价，将更快获得手机。麻烦各位帮我砍价，就差最后一点了。我砍了20块钱了，我砍了16块钱了。妈的，就差最后
后1块钱了，谁再帮我找人砍价？我帮你转发，到手了你也帮我。一时间，在不断裂变之下，拼东西的 APP 正在被大量的人下载着。什么鬼？我都砍价完成了，就差最后1分钱了，怎么卡住了？对啊，如今需要凑够金币才能兑换成最后1分钱，太难了吧？这是不是没有人能够完成啊？很快，关于拼东西的数据就曝光出来了。这活动到底是真是假啊？都找了30-40个人了，如今还差拿1分钱，套路太多了。就算是砍价完成了，还要做任务免费邮寄，不搞了，白白浪费时间啊，还浪费人情，太恶心了！发不起手机就不要发，砍价成功了还不给领。一时间，拼东西被人骂上了热搜，都在认为这就是一个骗局。明少，我都快要骂死了，你还有闲心喝茶？老赵，不要怕，黑红也是红，这样还能省不少广告费。明少，这骂的不是你啊，我可不想晚节不保啊。放心吧，很快就会有人成功的，到时候直接逆风翻盘。好吧，也只能够这样了。赵飞宇看着王明那么自然，还能够说什么？也只能够受着了。我操，我成功了，我领到手机了。真的可以领到手机吗？你找了多少人帮忙啊？我也不知道有多少，反正在同事群、亲戚群、同学群都发了。一时间，众人重新获得了斗志，开始继续分享了起来。麻烦大家帮我砍1刀，马上就可以领手机了。老铁们，麻烦帮我砍1刀啊，求你们了！在不断的裂变之下，1周之内，拼东西直接突破到5000万的下载量。黄总，咱们似乎被人抄袭了，拼东西的运行模式跟我们差不多，连名字都跟我们只差1个字，难道是我们之间出了叛徒？黄总，我们可没有干对不起公司的事啊！我没有怀疑你们，只是这事太巧合了。拼东西明显就是抄袭我们，要不直接告他们吧？告他们谈何容易？我们只是一家小公司，拼东西背后是摩拜单车，还有企鹅科技，我们拿什么告？黄平一脸的不甘，明明是他想出来的营销模式，却给别人做了嫁衣。黄总，那我们就什么都不做吗？这可是我们的成果啊！我准备去跟投行谈，哪怕是付出更大的代价，否则我们将永无出头之日。对，我们需要打广告宣传，当不了第1，也可以当第2。一时间，拼夕夕也感觉到了巨大的压力，也开始不断的加速起来。我的天啊，拼东西半个月不到就5000万下载量了，靠着10万台手机拉出来的流量，稳不稳还是个问题奶。电商行业可是一片蓝海，想成功可不是那么容易的。靠送东西堆积的流量，这是绝对不可能成功的。事实上，流量只是第一步，王明的下一步计划就是廉价产品。这手机可也太便宜了吧，竟然只有2块钱。买啊，这才2-3块钱的东西，超市要卖10多块呢。这平台好啊，简直就是为我量身打造的，太懂我了。一时间，不少的商家也开启爆单模式，虽然一单只赚个5毛1块，但经不住单多啊。太好了，拼东西平台果然能赚钱，这都不需要花钱买推荐位，直接首页的流量就赚钱了。一时间，买家得到了便宜，商家得到了好处，大家皆大欢喜。马总，拼东西正在崛起，正在收割我们的客户。我们还是大意了，这让他们获得了低价优势。好在拼东西基本上都是小商品，还不足以威胁到我们。让商家给出更低价的商品，并且进行舆论战。是。一时间，阿拉丁开始了自己的手段，很快网络上拼东西的负面消息就多了起来。大家千万不要去拼东西买东西，便宜没好货啊！就是我买的立白洗衣粉，收到的却是太白，这不就是山寨吗？一时间，无数的网友说出了他们网购的经历，还有各种各样的奇葩遭遇。明少，没想到这些商家不看人事，竟然发假货。这是不怪你，怪的只是人心太贪了。那我立刻将这些商家拉入黑名单，冻结他们的货款。冻结货款是肯定的，我们还要再给用户一个交代，让用户全部仅退款，保证用户的利益。拼东西一套连招下去，给整个电商圈都造成了巨大的轰动。赵总，网友评价拼东西就是一个山寨的电商平台，您如何解释？拼东西是否默许商家卖假货，以得到更低的商品价格？首先，我必须反驳你们，拼东西平台对假货绝对零容忍。对于这类商家，我们已经采取冻结货款、强制关店的做法。你们如何维护用户的利益？难道不打算补偿吗？涉及山寨的商品，我们将采取仅退款的方式退回货款给用户。是的，仅退款这一招，拼东西就非常好的维护着用户的利润。什么？仅退款？不需要退货退款吗？还有这样的操作，这不是相当于不花钱还白的商品吗？无数消费者都兴奋了起来，不过还有人表示要假一赔三。拼东西平台宣布关停不法商家1026家，拼东西全力打假，拼东西吸引更大用户，下载量破1亿，拼东西再创纪录。是的，随着拼东西全力惩罚商家，那可是得到了用户们极大的欢迎。有人说有假货，我巴不得买到假货，这样可以白嫖商品啊。同样的东西比淘货网便宜至少20%，这里就是便宜啊！重磅，拼东西被鼎盛估值100亿，又一个100亿估值产品，赵飞宇再创奇迹，企鹅科技蠢蠢欲动，欲再一次与赵飞宇合作。一时间，一家又一家的投行纷纷而来，开价也是越来越高，从100亿直接涨到了300亿的估值。王明，相信你也知道我的来意，我想投资拼东西。马总，我们也是朋友了，不知道你开出什么条件？只要能够得到拼东西，条件随你开。马总，你这可是将难题甩给我了，你认为拼东西能成功吗？目前来看，已经能够存活下来，不过想真正站稳，不能一直靠9块9包邮。这些都只是开始而已，未来还将上新更多的商品。目前我已经找好定位了。虽然不知道你还有什么后招，不过我很看好你。我也不瞒你，我对拼东西非常的看好。
所以决定要推动拼东西上市。所以你是不打算要我的投资吗？企鹅号可以帮助你们。你认为拼东西真的上市值多少钱？至少2000亿起步。马总，我愿意跟你们合作，不过我只能出让10%的股份。王明的确需要企鹅科技的帮助，尤其是对方的企鹅号可是有着数十亿的用户。可以，马总，我还没有说多少钱呢。我相信您会给我一个合理的价格。感谢马总的信任。这样吧，投入50亿资金，外加企鹅科技的流量扶持，可以成交。相信这将是你最具有回报的一笔投资。合作愉快，重磅！企鹅科技宣布投资拼东西，可以在企鹅号上直接使用拼东西 APP。刘总，拼东西有了企鹅科技的扶持，简直就是如虎添翼啊！看来我们小东平台也要加快发展了，必须要打响品牌，更是要有直营仓库。小东平台正在谋划着未来，而马富贵此时的心情非常的不好。马总，企鹅科技的扶持对我们的影响很大啊！如今我们只能阻止他们得到商家了。你是说咱们不让商家们去拼东西开店，阻止着他们的发展？不错，警告我们的商家，我们与拼东西只能够2选1。是，我这就去办。很快，在阿拉丁2大电商平台开店的商家们，此时受到了不小的压力。看似温柔的话语，可实质上都是威胁的话。阿拉丁这手也伸得太长了吧？他们凭什么管我们啊？现在谁不是多平台运营了？一个平台那不是吊死在一棵树上吗？一时间，无数人可都愤怒了起来。不行，我们不能这样就算了，咱们去告阿拉丁。对啊，我这好不容易才在拼东西开店了，现在让我撤店，这不是玩我吗？此时，这些商家们可是真的苦啊，他们是真的不想就这样放弃。赵总，目前至少有上千家店铺都撤店了，这个都是一些品牌旗舰店啊。查到原因了没有？我们询问了一些商家，他们说阿拉丁让他们2选1，否则将受到处罚。看来阿拉丁是真的跟我们扛上了。赵总，他们要是威胁商家，咱们想要招商那就非常难了。你们给出一个方案，这事我也先想想。赵飞宇可不能让下面的吃干饭啊，总得想方案啊。当然，他此时也要向王明汇报。不就是仗势欺人吗？他们会难道我们不会了吗？明少，咱们哪里有什么事啊？他们的打压只不过影响我们招商的速度而已。电商是我们的弱势，但是共享单车是我们的强势，我们直接还回去。还得是明少啊，办法就是多，立刻告诉木莲，不允许再转卖单车给他们。此时的赵薇听着下属汇报，那可是大吃一惊，好不容易才签订了100万的单车，如今却不卖给他们了。什么？我们的单车供应全部中断了？赵总，我们打探到了，是摩拜单车不让卖了，是不卖给我们，还是都不卖给同行了？目前只停止与我们合作，其他共享单车还能够得到供应。可是我们并没有跟他们产生冲突啊，也没听说运维人员跟他们的人发生矛盾啊。赵总，的确没有发生冲突。是的，尤其看到熊猫的落败，更是知道他们的单车也是来源于摩拜单车。快去查一查，我们跟他们离得那么远，他们不针对熊猫单车，针对我们干什么？是，我现在就去。一时间，随着共享单车持续火热，更是火爆到全国范围。木叔，现在跟咱们有合作的单车厂有多少？产能占到了多少？明少，目前我们与主流单车制造商都有合作，可以占到70%的产能。很好，继续保持住。我要率先让摩拜单车突破1000万辆的大关。给我们3个月，我有能力再提供更多的单车。很好，去吧。很快，摩拜单车正式向全世界宣布一些重磅消息。重磅！摩拜单车开始走出国门，摩拜单车将在欧洲投放共享单车，摩拜单车霸主地位牢不可破，估值突破200亿。此时，在阿拉丁总部，赵薇来到了马富贵的办公室。马总，有一个消息我想向您汇报。说吧，有什么事？摩拜单车最近在针对我们上百万辆单车合同被取消了。你是说赵飞宇他们为难你了，不给你们提供单车了？是的，我们查不出问题，我们猜测这跟阿拉丁有关。想不到王明不敢正面竞争，却来欺负小黄单车。赵薇此时也才知道王明这个名字。摩拜单车的老板不是赵飞宇吗？王明就是摩拜单车以及拼东西幕后老板，赵飞宇只是一个台前人而已。马总，原来是这么回事啊！只不过小黄单车被狙击，这对我们来说压力非常大。看来这是王明在报复我们。马总，还请帮帮小黄单车。这事我知道了，我会尽力的。就在此时，摩拜单车开始了全方位的猎杀同行的服务。重磅！摩拜单车推出红包单车，寻找红包单车可获得随机红包。只要打开地图，就能找到大量的红包单车，骑行就能得到随机红包。可恶，这可是在狠狠的砸钱啊，简直是惨无人道。我们还在不断投放单车，摩拜单车已经开始搞价格战了，这还怎么玩啊？难道我们也要上线红包大战吗？可是我们没有那么多的经费啊。对啊，一旦开启，我们投放速度将会降下来啊。一时间，同行们看着摩拜单车露出獠牙，此时也是傻眼了。徐姐，摩拜公司正用红包单车快速抢走我们的客户。他们还是来了，看来他们是要开始挑战同行，打压同行了。那我们怎么办？我们要不要上线红包单车？必须上线，我们没有选择。好，那我立刻安排上线。此时许巍拿出了手机，拨通一个电话。王先生，我想跟您聊一聊。摩拜单车能砸钱，我们也可以，他们不可能有我们这么多钱。很快，共享单车大战再一次打了起来，一家家都宣布推出红包单车。太好了，到处都是红包单车，这可是真的爽啊！这红包少的几毛钱，多的几块钱，这早餐钱都有了，竞争咱们才有好处啊！这可是薅羊毛的
的好机会啊！那我直接专门去骑单车，看看一天能不能赚个上100块钱。随后，摩拜单车再一次宣布了一个重磅消息，这直接让整个共享单车行业都傻眼了。重磅！摩拜单车宣布分时段免费骑行，非高峰期骑行将免费。可恶，摩拜单车到底想干什么？他们不想赚钱了吗？赵总，摩拜单车这是疯了！他们宣布免费，这可是连收入都没有了。疯了！他们这一招更是让其他品牌不敢再进入了。那我们怎么办？我们要是不跟，那么占有度必然会下降。只能跟了，不跟我们将会失去客户，赚不到钱会加速死亡。可是赵总，咱们现金不够了。阿拉丁已经投入了50亿了，真的没有太多的钱了。动用押金，这还有40亿，是时候拿来用了。赵总，这会不会有问题？这可是用户的押金啊！这钱你以为我们不用，别人就不用了吗？摩拜单车为何敢撒那么多的钱？他们踏实早就在用押金了。是我马上去安排。很快，小黄单车也宣布免费，由摩拜单车带头，其他单车也宣布同样的规定。太好了，又一家免费了，看来咱们又多一辆单车可以骑了。这可真的太棒了，上班不仅方便了，还不用花钱。熊猫单车跟小城单车还没宣布免费，快去给他们压力。没错，再不免费，那我们就卸载了。一时间，熊猫单车的王聪明真的暴怒了，他没想到王明那么的疯狂。王明，你不赚钱，还不想让别人赚钱吗？你到底图什么？王少，咱们怎么办啊？我们客服的电话都被打爆了。王明这个疯子，他这是想将我们都拖下水，然后独揽这一块业务。王少，我可没有钱再砸下去了，这是一个无底洞啊！你们没有选择，要不继续砸钱，那么就是等死。王少，还要砸多少钱啊？你们再拿10亿出来，我们很快就可以成功了。好，王少，我再拼一把。此时，王明看着不少共享单车陆续入坑，于是决定放出最后的杀招。老张，把押金全部都退回给用户。明少，这可是200亿啊！哪怕存入网贷平台，1年利息都是20亿。老赵啊，你难道忘记了我跟你说的？现在我在做的，都是为了后面能卖一个好价钱。明少，我知道你的想法，可是这么做有什么作用啊？你觉得别人收了押金，他们会真的存在银行赚利息吗？王明一个反问，这可是让赵飞宇恍然大悟。你这么做是直接倒逼对手，他们退不出押金，将会直接爆雷。聪明，前面2招就是让他们不断砸钱，让他们动用更多的押金，他们动用的越多，到时候死得越快。明少，我非常庆幸我不是你的敌人，你这太狠了。哈哈，再等半个月，直接宣布全面取消押金。哦，我这就去办。随后摩拜 APP 发出一个公告，直接让所有用户傻眼了。亲爱的摩拜单车用户，经公司研究决定，我们将全面启用零押金骑行，我们将向所有用户退还押金，资金将原路返还。我没有眼花吧？退押金，这是什么操作啊？看不懂啊！摩拜单车这么做，对他们有什么好处啊？很快，摩拜单车退押金直接上了热搜，全国人民可都看在眼里。卧槽，这可是良心起义啊，竟然不收押金了！摩拜单车不收押金了，那我就扫他们的单车骑了。此时，一名用户看着短信，直接傻眼了，竟然真的退款了。我操，退押金了，各位！摩拜单车说到做到了。哈哈，押金真的到账了，你们说别的平台会不会跟风啊？一时间，网友们可是慢慢将压力再一次给到别的单车品牌。王少，我们的订单暴跌了50%，用户们都跑去摩拜单车那里去了。不只是这样，不少的用户也要申请退押金。可恶的王明，装什么大尾巴狼，竟然还要退押金？王少，咱们要不要退？如今用户正在远离我们，我们根本就没有钱退了，我们的钱都拿去买单车砸红包去了。孙平作为主管日常工作的，此时对于财务他最清楚的，他们是根本就没有钱可以退啊。摩拜单车坐稳霸主之位。各位，我刚从熊猫单车离职，告诉你们，你们的押金早就被挪用了。不行，我要把押金退回来，虽然199不多，但也能吃一顿好的了。一时间，用户们都恐慌了起来，一个个自发的申请退押金。赵总，不好了，已经有1半的用户正在发起退押金，这可怎么办啊？这是摩拜单车的阴谋，他们故意这样做就是为了打压我们。赵总，你是说他们知道我们挪用了押金，故意专门针对我们的？没错，他们用自己的钱，我们却是花着投资人的钱，一旦用完可没有地方拨啊。随着越来越多的人申请退押金，王聪明也向自家老子要到60亿补上了窟窿。不过另外2家可就没有那么好运了，毕竟他们可是靠着融资做起来的。马总，我们需要借钱让我们渡过难关，我们可以使用单车进行抵押。你们的单车值不了多少钱，最多借给你们10亿。马总，能不能借我20亿？有20亿，我们就有可能平息押金世界。活下来才能坚持到最后，你们可以暂时将扩张的事情放下来。马总，我知道了，我会尽力活下来的。重磅！小黄单车宣布排队退押金，白天不再免费，小黄单车退出免费大战。卧槽，退个押金还要排队，我竟然排在了100万名。不是吧？退个押金那么难，这200块怕是很难回得来了。此时小城单车的许巍也没有从滴滴打车那里要到钱。菊姐，滴滴打车就这样放弃我们了？他们的钱不也打水漂了吗？滴滴打车毕竟不是巨头，他们手里的钱也不多。菊姐，那别的投行呢？我们现在将估值放低一点，让他们投资。他们都拒绝了，我们现在只能够靠自己了。难道我们这一次扛不过去了？顺其自然吧。重磅！小城单车宣布启动破产保护，小城单车向
向用户道歉，将变卖资产偿还押金。不是吧？就这样倒了？我们的押金是不是拿不回来了？押金不退的话，我去扛一辆单车回家，这才能够弥补损失。一时间，无数网友们疯狂冲锋起来，生怕附近的单车没了。这辆单车是我先看到的，你抢什么抢？你看到有什么用？我第一个到的，这就是我的单车。仅仅一夜之后，城市里面已经看不到一辆小城单车了。共享单车淘汰赛开始了，下一家怕是要轮到小红单车。我看咱们也别等了，先抢一辆小黄单车回去再说。说干就干，这去晚了，怕是单车又被抢光了。一时间，不少人开始行动起来了，直接扛着小黄单车回家。这是公司的单车，你们想干什么？你们这是在犯法，立刻停下来！喊什么喊？你们公司不给我们退押金，我们自己扛一辆单车回去抵押。你们退了押金，我们就把单车送回来，别多管闲事，你还是担记一下自己的工资吧。很快，这一消息直接上报到了赵薇这里，他还在看着小城单车的新闻幸灾乐祸呢。赵总，这些用户太疯狂了，我们还没倒呢，他们就已经抢我们的东西了。报警，不能让他们再继续下去了，单车可是我们活下去的希望。赵总，人数太多了，报警也忙不过来啊，他们不可能一家家替我们去讨要啊。让运维人员去找，找回来一辆奖励10块钱，怕是无力回天了。就算咱们找回来一辆，只要投放就会被再一次偷走。那我们就不投放了，先回笼单车再说。好吧，只能够这样了。一时间，运维人员再次忙了起来。不过当他们拿着定位去找，却发现这是真的难啊。你好，我是小黄单车的，这辆单车你们无权带回家，现在我们要进行收回。你们欠我们押金，这单车是拿来抵债的，想拿走，除非把押金退回来。这押金公司正在按顺序退，可是你把单车扛回家就属于偷了。你们公司欠钱不还，还有理吗？这单车是不可能给你们收走的。此时工作人员一看情况不对，就只能离开了。同样的一幕也出现在全国各地，小黄单车被疯抢，已面临无单车境地，共享单车一地鸡毛，又一大品牌将倒闭。可恶，下手晚了，单车都被人扛走了。小黄单车怕是要凉了吧？咱们的押金怎么办啊？认栽吧，这押金怕是彻底回不来了。此时的阿拉丁也是惊恐的发现，小黄单车这一次怕是在劫难逃了。马总，小黄单车这次怕是无力回天了，我们的单车也被抢走了。告诉赵薇，单车必须要交付给我们，哪怕倒下也要完成这件事。看来只能这样了。一时间，赵薇也收到了这一个强硬的要求。赵总，阿拉丁让我们优先退回持有单车的用户押金，这样就可以收回单车，然后阿拉丁将直接回收这些单车。这不相当于宣告倒闭吗？我们可以先收回，再决定能不能重新投放。赵总，阿拉丁已经认为我们无法再成功，他们已经在止损了。我们难道就这样结束了吗？赵总，我们败了。按他们说的做吧，这是我们为投资者做的最后一件事了。赵薇最终妥协了，他已经无路可走了。兄弟们，据说那些抢了共享单车的人，他们的押金退了。可恶，小黄单车竟然为了单车就退押金，早知道我也去抢一辆了。终于，在事情发酵了1周之后，小黄单车公开宣布破产。赵薇，你谋财害命，竟然把我们的押金都亏光了。可恶，你一句宣布破产，直接就将我们的押金给吞了。一时间都跑去小黄单车总部骂的骂，丢的丢鸡蛋。而就在此时，摩拜单车却是重磅宣告一件大事：摩拜单车宣布投放量突破1000万辆，已完全垄断国内市场。厉害啊！摩拜单车太厉害了，一下子就打倒了2家了。可惜那些用户了，要是直接选摩拜单车，哪里会损失押金啊？随着2家品牌宣告破产，王明对未将单车停放在指定区域的用户加收5元的调度费。摩拜单车也从试运营变成正式运营，正式运营后骑行费用上涨为每半小时收费1元。卧槽，摩拜单车这是磨刀霍霍了，这么快就向我们下手了。果然，资本垄断之后就向消费者下手了，这吃相太难看了吧？这可怎么办啊？难道我们只能默默接受吗？看看熊猫单车涨不涨价，要是不涨，咱们就骑他们的单车去。一时间，网友们可都是暗自点头，这家涨价了，他们就去另一家。皇上，摩拜单车果然不打算一直打压下去，打掉2个对手后终于结束了。皇上，王明涨价了，我们要不就不涨价，这样可以抢走他们不少的用户。不行，虽然我们不涨价可以吸引不少的用户，但是咱们的单车数量还是太少了。孙总，所以你是建议我们也跟着涨价是吗？不错，我们也应该涨价和加收调度费。再说，就算涨价也比其他交通工具便宜。好，既然王明开始想赚钱了，我们也是时候开始盈利了。很快，熊猫单车也发布涨价和加收调度费的公告。可恶，果然涨价了，所有平台都是一样的，没有谁会发善心让你免费骑的。怎么办？我们难道都不骑了吗？不骑的话还真的不方便啊。还能怎么办？只能接受啊，5毛钱跟1块钱有什么区别吗？一时间，经过2天的发酵，共享单车重新恢复了平静。大家可以在摩拜单车 APP 进行购物，还有机会获得免费骑行卡。此外，摩拜单车还引入广告，用户扫码过后将被迫看5秒广告。我的天啊，摩拜单车可太会赚钱了吧？广告收益都能够想得到，这怕是1个月能够赚上1000万吧？摩拜单车也太厉害了。
害了。一时间，资本们再一次兴奋起来，他们已经明确了赚钱的思路。可恶，王明竟然有那么多赚钱的方式！不行，我们也要搭建电商平台。王少，骑行看广告我们也快弄好了，不过卖货，我觉得目前并不容易。王明可以，我们也可以，我们也可以搞一个电商平台。王少，搞电商可是跨界了，需要钱啊！我来出，王明能成功，我们也能成功。一时间，熊猫单车也赶紧跟风，想抄作业狠狠赚一笔钱。重磅！摩拜单车宣布推动上市，摩拜单车估值大涨，市场前途巨大。王明先生，很高兴见到你。罗伯特先生，很高兴见到你。王明先生，鼎盛国际愿意提供上市的方案，你可以选择在任何地方上市。罗伯特先生，如果我说想卖掉摩拜单车，你们是否有兴趣？你说的是真的？摩拜单车发展的这么好，你为什么要卖掉？因为我不只有摩拜单车，还有拼东西，我需要更多的投资，才能与电商同行们竞争。如果是这样的话，鼎盛愿意进行投资，我们也会联合其他机构共同投资。重磅！摩拜单车被曝寻求投资，鼎盛正欲联合其他资本收购摩拜单车。王明，你真打算将摩拜单车卖掉？作为股东，我应该有优先选择权吧？马总，有好事我肯定会找你的，这次我是不想让你趟这一趟浑水。王明，你意思是摩拜单车的财务数据都是假的？不，数据都是真的。不过我并不看好共享单车的未来。连你也不看好未来，可是明明已经开始赚钱了。马总，作为朋友，我建议你不要掺和，甚至可以将那10%的股份也卖掉。王明，谢谢你，我听你的建议。马总，我们是朋友，不是吗？很快，事情不断发酵着，鼎盛也联合了一大帮的投行想收购摩拜单车。马总，您是想收购摩拜单车？不错，我们还有200万辆单车，原本打算创建一个新品牌，但现在有更好的选择。可是业界对摩拜单车的估值达到了100亿美刀，我们根本没有足够的钱去收购。我们当然也可以联合投资，鼎盛可以，我们也可以。马总，您不觉得奇怪吗？王明为什么在如火中天的时候将摩拜单车卖了？有没有可能这是一个陷阱？共享单车并不是一个好项目。说明王明非常聪明，他选择这一时间卖身，就是为了达到利润最大化。一时间，阿拉丁联合滴滴打车和黄团一起收购摩拜单车。王少，咱们怎么办？我们要不要也直接卖身离场？你觉得卖得掉吗？您当鸡头莫做凤尾，没看到有人来找我们投资了吗？应该还是有机会卖掉的，大不了等摩拜单车卖掉之后。不行，已经越陷越深了，我们出不去的。一时间，一家家平台成立起来，他们开始大量购买单车，准备杀进来。王少，熊猫单车耗光了我所有的财富了，我真的没有钱了。王少，我也坚持不住了，我想退出。不行，如果你们非要退出的话，那你们前期投入的全部打水漂。我这投资了也有20多亿，您就行好补偿我5亿吧。不行，想退出就净身出户，否则你们就继续投资。王少，您家大业大，看在我辛苦的份上，就给我一些补偿吧。我不让你们赔偿就算了，还想要补偿，休想！刘豪也是傻眼了，原以为绑上王聪明他家就可以崛起，没想又陷进去了。孙总，你要是退出的话，那投入的将会化为乌有，我希望你考虑下。不过王少，我自愿减少股份，按股份比例投资。好，你放心，只要加大投放，我们还有机会的。王少，摩拜单车虽然被卖身了，但是产能还是控制在王明手里的。我们如果能够得到产能，那么我们可以加速发展。如果这样的话，未尝不是一个好消息啊！王聪明可高兴了，这也算是意外之喜吧。虽然王明他们已经离场了，但是我们最大的敌人是摩拜单车，我认为我们应该争取合作。好吧，这是你去办，只要能够压制摩拜单车的发展，我们都还有机会。王聪明虽然也不太高兴给王明送钱，但是如今别无他法。很快，孙平就去求着木林去了，希望能够得到合作。卖给他们，价格按以往的一样。如今才是共享单车大战的开始。明少，您这招可是高啊！这样下去，咱们还能够再赚个上100亿啊！一时间，木林佩服极了。如今出售共享单车才是正确的选择。而此时，在阿拉丁总部，副总急急忙忙地跑了过来。马总，出问题了，我们单车的采购渠道出问题了。你是说这些工厂是跟另一家公司签订独家了？是的，我们怎么没想到会出这个问题？看来王明还是给我们挖了一个坑。有没有去交涉？对方什么态度？对方态度一般，表示会继续向摩拜单车供应单车，当然他们也会跟其他平台合作，这一点我们没有办法约束他们。看来咱们的确是被王明坑了。马总，有可能王明早就想卖到摩拜单车，然后渔翁得利，想办法跟木林取得联系，我们可以全资收购他们的公司。一时间，副总立马前去寻找木林，希望能够全资收购他的公司。刘总，我的公司运营良好，并不打算卖掉，您请回吧。穆总，20亿，这一个财富足够让你安养晚年了。副总眼见一招不成，直接再一次加码，20亿买这家公司是稳赚不赔的。刘总，我真没有打算出手。最终，副总失望而归，他知道他们这一次还得看王明的脸色。重磅！共享单车大战再次重启，数十家品牌乱杀，价格战重启，多家共享单车品牌宣布骑行免费。牛逼啊！摩拜单车卖身可卖对了，共享单车大战再一次来了。共享单车第2轮洗牌又要来了，摩拜单车怕是坚持不住了。看广告就可以免费骑行，这一招妙啊！现在别的品牌单车投放量也起来了，用车更加方便了。一时间，阿拉丁终于是忍不住了，最终不得不进行免费。而另一边，王聪明的熊猫单车也不得不跟风，不免费怕是死得更加快啊！重磅！所有共享单车全部免费，共享单车内卷严重，将再一次洗牌。此时的王明一边
边赚着整个共享单车行业的收入，一边搞着新项目。明少，如今3大门户网站锁定着流量，咱们搞新闻资讯平台能做起来吗？老赵啊，这一次咱们搞的是一个自媒体平台，邀请的是个人进来撰写文章，给用户提供感兴趣的资讯。好吧，这个我不懂，我现在就去成立新公司，招聘程序员。我们的竞争对手是一家叫做明日头条的平台，我们的目标是超过他们。如今王明手里有大把的钱，更有超前的知识，他必须狠狠的砸钱啊！花重金去这家公司挖人，我们要阻止他们的发展，壮大自己发展。就在共享单车打得一团火热的时候，王明早已把精力投放到了拼东西身上。重磅！拼东西买水果手机将获得100亿补贴，100亿补贴正式开启。卧槽，水果手机 6S 竟然比官网便宜好几百块！妈呀，这可是比什么小猫小狗平台便宜太多了，必须要买啊！别的平台都是非常贵，这里竟然还能便宜。便宜永远是最大的话题，尤其是最让人喜欢的水果手机。会不会是假的水果手机啊？拼东西前面不是搞出来过山寨商品吗？太有可能了，卖的这么便宜，一看就不是真的。反正我不敢买，谁知道会不会真有问题啊？没错，这可是贵重东西，还是去靠谱的平台买合适。此时有人图便宜几百块钱，而且还能够分期，就直接下单了。兄弟们，看路了，手机一点问题都没有了。我拿去水果售后问了，这手机没有任何问题。反正我省钱了，这可是一个好平台啊！而就在此时，拼东西宣布一条更炸裂的消息：贵重物品将直接7天无理由退货，如果觉得不合适，可免费退货退款。这一个保障让更多的人兴奋起来了，这无疑是解决了他们的后顾之忧。马总，拼东西正在快速扩张，他们的砸钱攻势非常猛。大家有什么建议？拼东西目前已经在抢占我们淘货网的流量了。拼东西砸钱了，目前最好的应对办法也只能够砸钱。对呀，他们已经搞起价格战了，目前也只能跟了啊。砸钱？目前我们暂时没有这一个预算啊。马富贵无奈地说着，他在共享单车上面可是花了太多的钱了。马总，我觉得拼东西收钱收不了多久，我们完全不用理会。对呀，各家平台为了流量都会烧钱，我觉得我们没必要太过于重视。没错，目前拼东西的商家被我们卡着，他们是上不了天的。让他们烧得越多，死得越快，这对我们来说似乎是一件好事。众人你一言我一语的，那可算想出来了办法。说白了，他们是没有钱。重磅！拼东西日订单超过1亿，拼东西超越小东平台。很快，在一轮砸钱攻势之下，拼东西正在不断的发展了起来。明少、拼夕夕目前也得到了一些融资，他们也已经开始宣传了。你直接去跟拼夕夕谈，我们可以以1亿美刀全资收购他们。王明想着，与其看着对方发展起来，还不如直接收购了对方，这样直接解决了后顾之忧。这家平台用户只有几百了，根本不值得1亿美刀啊！去谈，必须要收购，如果价格不行，可以再加。好，我现在就去。一时间，赵飞宇直接找到了拼夕夕老总黄山，发出了全资收购的意图。赵总，你想全资收购我们？不错，你出个价，只要合适立刻签约，这是你的一次机会，希望你能够好好把握。赵总，我可以理解为，如果我不答应，我将会遭遇打压吗？黄山还是有一些硬气的，此时顶着巨大的压力说道：当然，一山不容二虎，我们不可能看着你们成长，要么消灭，要么收购。看来我并没有选择。黄山不禁有些无奈，他的确没有太多的选择。黄总，我就直接说一个价格，你就点头还是摇头吧？1亿美刀，如果可以，立刻签订合同，你可以继续管理着拼夕夕。黄山显然有些大惊，他没想到竟然高达1亿美刀的价格，他前面才融资1000万美刀，这笔钱赚得太容易了。我同意。很好，那就签协议吧。赵飞宇并没有显得很高兴，因为他觉得拼夕夕根本不值那么多的钱。不久之后，一个新闻再一次引起了全网的关注。重磅！赵飞宇宣布进入自媒体行业，对标明日头条，今日热搜上线。卧槽，赵总这是又搞项目啊，这创业很频繁啊。不得不承认赵总真的牛逼，这次搞咨询平台，不知道能不能搞起来。我看了下，个人都可以入驻，只要入驻就可以得到现金扶持。是这样吗？我一直想写东西，要是真的有钱，我马上去入驻。此时，不少的网友被今日热搜的模式给吸引了，这可跟普通的网站不一样了。尤其是赵飞宇霸气的宣布，我们将投入10亿资金对个人用户进行奖励，名额将有1万个。这些资讯以前不是专业人员才能够写的吗？我们也可以写了。太好了，这简直是普通人的副业啊，人人都可以参与了。一时间，所有人都兴奋了。很快，赵飞宇再一次被封神。赵总，我们想知道平台是如何盈利，如何保证着作者的收入？平台以广告入驻的方式获利，公司将投入10亿，提供万人专项保障计划。我们将为所有爱好文学的用户提供一个全新的平台。赵总可是有钱人啊，这钱可是真正的砸钱，必须要去抢钱。对啊，拼东西也是砸了100亿，这一次必须要抓住机会。妈的，那些入驻拼东西的商家都赚翻了，如今我必须要抓住这个机会。就在今日热搜吸引来大量的作者加入，王明再一次找到了小马哥。王明，你小子又搞出来今日热搜，这是想跟我抢流量啊？马总，你这可误会我了，我今天来就是为了此事。说吧，你是不是又想让我给今日热搜提供流量扶持啊？马平安知道自
自家公司也就这点能被王明看得上，别的可是根本看不上啊。马总猜的真准，没错，我是给你一个赚钱的机会，我就直说了，我对今日热搜的期待比拼东西更加大。你真那么看好吗？可是我看来，仅靠广告收益并不能带来多大的收入，而且你们还要给用户源源不断的收益，这盈利并不会太多吧？马总，如果您不愿意投资的话，我希望可以向你们买流量入口。我想知道，如果我得到10%的股份，我还要付出多少资金？马平安看着王明对平台那么看好，不禁犹豫起来了。我的心理价位是至少20亿现金，少了我可不卖。当然，我也可以倒给你20亿龙币，你给我1年源源不断的流量扶持就好。好，我投。马总，我就知道你会投。王明，我希望你再创造一个奇迹，我相信你。放心，马总，我一定会成功的，你就看着吧。很快，媒体上就传出来了消息，重磅！企鹅科技20亿投资今日热搜，获得10%股份。卧槽，企鹅科技那么舍得，这直接就是200亿估值了。花20亿只得到10%的股份，这也太奢侈了吧！今日热搜看起来不值那么多的钱，这一次马总不会亏了吧？对啊，还要养一堆作者，这完全就是在做慈善啊！显然，业界对于自媒体平台的眼界还是不够大，在他们看来，光是靠着广告收益赚钱，这太局限了。马总，今日热搜如今只有几十万下载量，就给出200亿估值，这是不是太高了？是啊，20亿虽然不多，但是目前的今日热搜可不值那么多钱。我知道您非常看好王先生，但是他的项目也不可能每一个都成功吧？你们不要再说了，这20亿投资的可不是项目，而是这个人。我可以给你们透露一点，王先生可能已经是隐形首富了。马平安一脸严肃地说着，世人都在笑话他，他何尝不知道，他投资的可是未来。不可思议啊，王先生的实力竟然这样强。所以你们不用再讨论了，这一笔投资很划算。随后，企鹅科技抓紧时间做着准备，一旦今日热搜上线，他们必须要对接好流量。重磅！今日热搜正式上线，企鹅号首页强势推广今日热搜，今日热搜全面启动，注册可享受50元红包。一时间，在巨大的流量扶持之下，今日热搜的下载量是疯狂的增长，全部都是我想看的文章，根本舍不得关掉啊！上面的文章写的挺真实的，终于不再是扯淡的文章了。我喜欢上这个平台了，这看的东西对我的胃口。显然，用户们已经体验到大数据推送的好处了，全都是精准推荐。卧槽，看半个小时文章就得了3万金币，意味着直接得了3块钱。这可是一个好福利啊！虽然钱不多，但是早餐钱有了。按照这样的情况，一个月怕是能赚上100块，都够吃一顿大餐了。虽然时不时会弹出来一个广告，但是有收益还是能接受的。一时间，民众们再一次兴奋了起来，看一天就有10来块钱，何乐而不为？重磅！今日热搜仅1周时间，用户量突破1亿。此时，民众们又发现了一个新的板块，板块里面却是一个个商品。卧槽，什么情况？今日热搜上商品了，资讯平台要开始卖货了！我的天啊，这到底是一个资讯平台还是一个电商平台啊？卧槽，我的50块红包变成购物红包了！不是吧？原来这都是套路啊，并不能直接体现啊，这也能接受吧？至少还能换商品。很快，第一批拿着购物红包的用户直接购买大量的商品，今日热搜的口碑瞬间大涨。兄弟们，快薅羊毛了！今日热搜真的能领红包，今日热搜真的非常不错，大家都快去下载。没错，今日热搜又能赚钱，还可以打发时间。一时间，网友们不断推荐着大家来看，毕竟红包真的可以购买商品。重磅！今日热搜打破传统资讯模式，大数据推荐受到追捧。太好了，我的文章有100万的阅读，竟然给我了1000块钱收益。妈呀，这水平很一般啊，而且还有错别字。我感觉我也可以了，我的文笔比他的好太多了。很快，今日热搜就发布了如何通过新手期，如何获得流量收益，这为无数作者指了一个明路。马总，今日热搜的电商板块接入的是拼东西商家，无数的商家都赚钱，咱们的不少商家也偷偷跑去拼东西开店了。可恶，王明为什么总有那么多新奇的想法？他为什么总能够成功？马总，从王明的发家史来看，他正是把握住了一个个风口。据我们调查，如今的王明的身价有可能突破1000亿了。马富贵一脸震惊，目前他们对于商家流失那也没有太好的办法。此时的明日头条总部会议室也是一片混乱。张总，又有一批技术人员被挖走了，他们都跳槽到今日热搜了。可恶，赵飞宇太过分了，抄袭我们的项目不说，还挖走我们的人，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今日热搜上线电商也是我们一直准备的，还有开通收益的标准，似乎都是抄袭我们的。我们已经被成功的截胡了，现在我们的生存处境艰难啊！张总，要不我们去找赵飞宇谈谈，干脆我们跟他们合作。不可能，我们还有机会。既然他们搞文字自媒体，那我们就搞视频，我们的冬瓜视频可以上线了。张明有非常多的想法，如今文字自媒体被截胡了，他还可以搞视频，视频更加直观，更多人愿意看。不错，就算我们投降，赵飞宇也不会要我们，因为他们已经得到成功了。没错，随着网速的加速，视频将成为主流。既然如此，我们立刻孵化冬瓜视频，让全世界都眼前一亮。其实王明又哪里不知道视频才是主流呢？他也早做准备了，这一次他要搞一个南瓜视频出来。卧槽，我这文章才2万多阅读，竟然卖掉了100多单，这也太猛了吧！我这1000多单卖的是绿萝营养液，2块钱一单，
意味着我赚了2000块钱，真的太强了！没想到写文章带货竟然有这样的效果。很快，今日热搜图文带货仅上线1周就火爆全网。明少，今日热搜成交订单1000万单，成交金额达到了2亿，还是您聪明啊！咱们拼东西目前每天的订单那也不过3000万单左右。放心，这只是刚刚开始，辉煌期还没有到来。明少，我可期待着这一天。赵飞宇没想到后半辈子做出最正确的决定，那就是跟着王明混，说不定还能混个第2富豪的位置。重磅！今日热搜图文带货日成交订单破1000万，带货成交金额突破2亿。今日热搜引来资本关注。明少，如今咱们这2个项目可是相辅相成，已经有投行正尝试对今日热搜进行投资了。跟他们谈，不过吊着他们，这对我们也是有好处的。好的，目前我们已经对用户进行了引导，用户们也已经开始发布视频了，尤其是3农创作者，我们鼓励他们直播带农用产品。很好，我要图文、视频双开花，是时候推动视频了。此时在阿拉丁总部，马富贵看着摩拜单车的数据，脸色越来越难看了。我们的单车已经投放了1500万辆，为什么订单量却没有正比上涨？马总，目前市面上出现了20多家平台，这些平台总共投放了上千万辆单车，这对整个市场都造成了巨大的影响。可恶，为什么会变成这样？马富贵本想着垄断之后慢慢提高价格，最后慢慢赚钱，而现在又被打到了免费。马总，目前第2轮洗牌要来了，咱们必须要经受持续的亏损，才能再一次站稳。听说这是王明控制的代工厂故意而为之的，他们甚至卖给小品牌的单车价格更加便宜一些。的确是如此，王明似乎有意扶持一些小品牌，这针对的他就是我们啊！可恶，王明这太过分了，坑了我们，如今还想将摩拜单车给打倒。目前市场都不太看好共享单车了，共享单车可能真的没有太大的前途了。收购之前你们可不是这么说的，你们表示摩拜单车完全可以做成一个产业的。马总，此一时彼一时，那时候摩拜单车已经统一了市场，我们已经没有回头路了。摩拜单车必须要推动上市，否则我们上百亿的投资将全部泡汤。是，我们一定努力。副总心里彻底没有底气了，如今整个市场都烂透了，竞争对手太多了。此时，熊猫单车的王聪明也很绝望，看着自家的平台一点一点跌到现在这个程度，真的太难了。王少，咱们及时止损，将平台卖了吧。是啊，王少，卖了吧，已经没有机会了，我们也没有钱了。他们把所有身家都砸进去，如今只能卖一点算卖一点了。不想到最后彻底破产了。重磅！熊猫单车宣布50亿寻求收购，共享单车盈利受到质疑，资本不再看好。熊猫单车目前有500万辆而已，这些单车价值300块一辆，加起来不过15亿，想卖50亿，这根本就是一笔赔本买卖。是的，50亿太高了，如果是20亿，或许还能够尝试一下。其实资本家也聪明了，显然现在接手一家品牌并不合适，接手了就是烧钱而已。不能接手了，现在共享单车就是一个坑，不能够再跳进去了。是的，现在不是时候接手的时候，要收购也是等大战结束。没错，看谁能坚持下来，到时候再收购也不迟，说不定那时候更加便宜。王聪明为了止损，想将熊猫单车卖掉，谁成想这消息暴露了出去，成为了行业的笑话。重磅！熊猫单车即将倒闭，马上贷将面临巨额坏账，部分用户纷纷赎回资金，担忧资金安全。各位，我先赎回资金了，这100亿看来是收不回来了。以防万一，我也要赎回了，不能再折腾下去了。熊猫单车一旦破产清算，马上贷怕是要出现90亿的坏账。此时，很多负面消息传了出来，马上贷直接被推上了热搜。重磅！马上贷遭遇信任危机，用户纷纷赎回资产，万大地产尚未对此发表回应。王总，我们可以注入50亿资金进入马上贷监管账号，这样可以增强用户的信心。可如果用户还是不能接受呢？这无疑表明我们将马上贷当成私人取款机。我们可以全面否认，同时宣布对平台进行注资，保证用户正常赎回。上百亿的窟窿，我们要买多少房才能够赚回来？这个窟窿不能让集团来填，那我们只能让马上贷平台自生自灭，按程序宣布破产，这样亏的只是投资者，我们还可以将借出来的钱继续使用。这一个方案一出，高管们也是激动了起来，直接点头同意。可恶，马上贷平台已经变质了，我不敢再相信了。公款私用，这根本就没有监管可言，我要拿回我的钱。一时间，用户们疯狂的赎回资金，连利息也不要了，甚至赔违约金也要赎回。重磅！马上贷亏损高达100亿，平台宣布进行破产清算。什么情况？万大地产就这样宣布破产清算了？他们前2天才说运营良好，可以准时偿还，怎么现在就破产了？可恶，万大地产是不是想直接赖账啊？此时，所有用户都愤怒了，万大地产这是想卷钱跑路啊！兄弟们，直接去万大总部堵门，必须把我们的钱要回来，必须要让他们还钱，必须要一个说法。随后，不少用户就去了万大总部堵门，希望维护着他们的权益。只不过一些相关人士却是泼了一盆冷水。马上贷与万大地产是2家公司，并不是子公司，他们只是借贷关系，想让万大地产还钱，从法律上来说没有依据。此时也不知道是哪一个聪明人支了一个招，这让所有人大吃一惊。各位，这就是一个骗
骗局，这是万大地产精心设计的骗局。我们直接举报到管理署，告他们诈骗。咱们举报马上贷非法集资，他们想正常破产，卷钱跑路。对，咱们直接就是举报这些钱来路不明，就是非法集资。一时间，为了拿回钱，用户们立刻疯狂地向管理署举报，治安署正式介入调查。王总，事态偏离了我们的计划，目前用户举报我们非法集资，相关部门已经调查我们了。那问题有多严重？罪名成立性有多大？马上贷是合法经营的，我们也是正规收购来的。问题是我们的资金占用了马上贷90%，如今用户举报我们是变相非法集资，这就不好说了。法务部的意见呢？现在我们该怎么办？我认为我们可以承认马上贷监管不严，同时配合相关部门将借款进行归还，这样可以摆脱非法集资的罪名。如今他们不得不承认了，真的调查下去，情况会非常的严重。不行，提前归还欠款，我们根本就做不到。我们从哪里去找900多亿来？不错，王总，目前我们很难拿得出来900亿，每个月还有数百亿要还银行贷款。法务部，你们继续跟相关部门进行解释，我们可以按时归还借款。是，我们尽力。最终，事态的不断发酵，万大地产最坏的消息还是传来了。重磅，涉嫌变相非法集资，万大地产被调查，马上贷正式被相关部门接管。妈的，他们明明有大把的钱，还要抢走我们的血汗钱。终于有人出手整治万大地产的乱象了，他们简直就是在抢钱一样。没错，他们实在是太可恶了，必须要将他们狠狠地打倒。此时，万大地产售楼部，售楼小姐看到客户成群结队往外面跑，也是一脸震惊。先生女士，现在交定可以95折优惠。不要了，我再看一看，你不要跟着我了。美女，你们公司都被立案调查了，我不敢买了。售楼小姐一听傻眼了。这时，门口有人大喊大叫起来：“你们快看，出大事了！”最新消息，王林被传唤进行调查，万大地产老总已被带走。这怎么可能？怎么会这样？众人瞬间傻眼了，他们没想到公司竟然发生了这么严重的事情，连老总级别的都被带走调查了。你就是王聪明，马上贷是经你手收购的是吧？制服人员一脸严肃地看着对方，王聪明有些紧张的连忙点头。马上贷涉嫌非法集资，现在需要带你回去进行调查，请配合我们。马上贷是我们收购的，但是有问题也不是我们的问题，这个我们会调查的。现在请你配合跟我们走。此时的王聪明是真的不想走啊，这一次进去还不知道能不能出来了。王明，你坑我，这一定是你设计好的，跟我们走，否则我们可就是要强制执行了。冤枉啊，这不关我的事情啊。此时赵飞宇也有些后怕，连万大地产王林都被带过去调查了。赵飞宇原本是马上贷的老板，自然也是被请过去协助调查了。明少，我也被请过去调查了，还好我已经将马上贷卖了。这一次万大地产不死也要脱层皮了。情况怎么样？问你什么了？就是问我马上贷以前运营的情况，资金主要借给谁，有没有万大地产。看来相关部门这可是真的在调查。王明也没想到事情会发展到这一步。万大地产为了自己筹集资金，将马上贷变成自家的平台，方便确实方便了，但是风险确实增大了。明少，会不会查到咱们以前的事？当时我可是给你放贷了几百亿。放心，我们只是正常的借贷关系，顶多就算是你违规放贷。再说这钱我不是都还了吗？还带来了收益，再怎么秋后算账也算不到我们的头上。这样就好，也不知道万大地产如果直接还钱，会不会熬过这一关？或许吧，毕竟万大地产一旦垮掉，这影响面可是非常大的。只要万大地产能解决民怨，王林应该不至于进去的。虽然王明跟王聪明有些矛盾，但也只是经济上的矛盾，还不至于不死不休的地步。也是，万大地产一旦倒下，产生的连锁反应会非常大的。看吧，这是万大地产想解决好，也是需要付出不小代价的。也是，不过提前还款，这对于万大地产来说也不是那么容易啊。他们怕是只能变卖资产了，也好在他们有资产。这样的话，看来今年王林想成为首富是不可能了。很快，相关部门对万大地产下手了，只不过处罚也在王明的意料之中。重磅，万大地产数10个楼盘被打包出售，低价甩卖，管理署宣布对万大地产罚款103亿。一时间，一切尘埃落定，用户们内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太好了，果然会有人管我们的，终于还钱了，钱终于到手了，收益我们也要，必须要支付给我们应得的收益。是呀，那本来就是属于我们的钱，收益必须给够，1分钱都不能少。管理署给万大地产1个月的时候来筹集资金，太长了，他们也怕用户再次来闹。可惜啊，这么好的优质资产，我们竟然吃不下啊！是啊，这条件太苛刻了，需要付全款。这可是比自己干一个楼盘都难啊！就算是收购这摩拜单车，当年也是各方分期付款的。一时间，不少的资本家准备动手，他们开始想着各种办法筹集着资金。万大地产这次差不多成本价出售楼盘，买到就是赚到啊！谁说不是呢？买回来再卖掉，就是1倍的利润。就算没有1倍，70-80个点至少是有的。不行，这一块肥肉必须要吃下来，必须要分一杯羹。此时，天恒地产总部董事长正一脸严肃地询问着财务副总：“我们最多能够拿出来多少钱？”徐总，1个月内我们全力筹集资金，可以得到200亿的资金，只不过我们真正能够动用的，顶多就100亿。100亿不够，这也仅仅能够买下一些小楼盘。徐总，这真的不能动用更多的钱了，否则我们有可能根基不稳，不其后尘。听到这么说，老总无奈地摇了摇头，最终也只能够打消自己的野心了。这时，王林为了救自己的儿子王聪明，也是非常的着急，哪怕是卖了半个万大地产，也
也要把自己的儿子救出来。王总，目前感兴趣的人并不多，主要还是我们的条件太苛刻了，很多人无法第一时间拿出足够的钱。如果我们能够半年分期付款，情况会好很多。这是硬性条件，无法更改，让他们想办法筹钱，我们可以在价格上进一步优惠。而另一边，此时王明也是向赵飞宇表示了自己的想法。老赵，是时候出手了，这一次咱们再赚一笔。明少，你是真的要买下这些楼盘吗？可是咱们不会搞房地产啊。赵飞宇有些无奈，如今他们可是不断跨界，都有些应付不过来了。当然，我可以告诉你，这一笔买卖很赚钱，保守2倍的利润，你花100亿进去，就有可能变成300亿，你说干不干？干了，我有200亿，我可以全部拿出来。好，我出800亿，这是你去谈，给我拿下这些楼盘。王明微微一笑，赵飞宇一听王明敢拿出来800亿，也知道这事肯定能成。太好了，明少，这事我现在就去办。很快，赵飞宇出现在万大地产总部，所有高管们都傻眼了。赵总，您是来找王总吧？我现在就去通报。很快，正眉头紧皱的王林听到手下的汇报，也是大吃一惊。赵飞宇，他来干什么？看我们的笑话不成？王总，赵总说是来谈合作的。最终，王林还是热情地接待了赵飞宇，毕竟这可是送钱来了。赵总，你是说你们想收购我们的楼盘？是的，王总，我们可以买下你们的楼盘。不知道赵总准备了多少资金？万大地产如今有很多的缺口，现在才得到了200-300亿而已，还缺少700-800亿啊！1000亿就看你们有没有那么多的资产了。1000亿，赵总，此话当真？王林有些激动了，因为一旦真的能够得到，他的儿子就可以放回来了。当然，你应该知道的，经济摩拜单车我们就卖了700亿，1000亿对于我来说并不难。赵总，你们有什么条件？王林知道对方一次性拿出来1000亿，显然不是来做好事，更不可能来帮他们，两家可没有什么交情的。很简单，价格再便宜20%，20%，这太多了。王总，我相信没有人能一次性拿出1000亿现金来了，你们没有更好的选择。赵飞宇微微一笑，直接戳破了对方的现实，这不禁让王林脸色更加黑了。好，我同意。很好，那我们合作愉快。赵飞宇也是笑了起来，对这一笔买卖很满意。很快，一个重磅消息就传了出来。重磅！神秘土豪豪掷1000亿，20个楼盘被打包买走，万大地产获得大量资金。此时，天恒地产收到这个消息，所有的高管们眉头一皱，一个强大的对手已经出现了。徐总，是赵飞宇以及神秘富豪王明，他们联手出资1000亿，拿下了万大地产。王明就是那个坐拥1000亿的隐形富豪，不愿意上榜的年轻人。是的，就是他。没想到外界的传言竟然是真的，他们能够轻易拿出来1000亿，这意味着他们的财富至少在1000亿以上啊！所有人一脸的震惊。王明用事实告诉了他们，王明有钱，而且非常多的钱。没想到啊，他竟然想插手房地产，看来他是盯上了这一块大肥肉。徐总，咱们现在怎么办？事已至此，只能够持续关注他们的动向了。他们是没有能力阻止这一次的收购案的，实力不允许啊！这些楼盘一旦开售，立刻告诉我。随着资金的入驻，马上贷终于可以提现了，直接让所有用户兴奋不已。重磅！管理署表示1000亿资金已经进入监管账户，马上贷将全面退款，用户可申请提现。卧槽，我的10万块终于到账了，我的2万块也到了，还有1000块的收益。万大地产万岁，他们真的给了。感谢万大地产干什么？要感谢神秘土豪，要不是他出手，咱们的钱就被吞了。很快，马上贷也结清了所有的债务问题，准备开始下线了。即日起，马上贷平台将停止运营，在各大平台全面下线。第一大巨头就此倒下，对于整个网贷行业还是一个巨大的震动。妈的，最大的平台资金都被挪用，可想而知别的小平台更不安全了。对啊，很容易就是一个庞氏骗局，最后就是提前跑路。看来网贷平台是真的要慎重了，高收益高风险啊。没错，网贷平台的资金太乱了，搞不定下一个倒闭的就是谁啊。算了，我还是赎回吧，钱放在银行里才安全。一时间，一家家平台开始暴雷倒闭，让整个行业开始恶性循环下去了。网贷大地震最终还是重磅！业界预计网贷寒冬来临，预计将有90%平台倒闭。一时间网上一片哀嚎，负责的还让客服解释，摆烂的平台直接一纸公告就人去楼空。卧槽，这些平台也太恶心了吧！电话打不通，软件也动不了，这不要急死我吗？完了，几10万的血汗钱，这下是真的拿不回来了。网贷害人啊，这就是骗钱的，必须要整治才行啊！重磅！管理署宣布对网贷平台严打，所有网贷平台全部暂停吸取存款。网贷平台要完了，停止吸收存款，这一次直接就要人命了。这可怎么办？如今是必须要花存款了。一时间，所有平台都感觉到了严重性，而此时人们不禁想起了网贷平台最大的赢家赵飞宇。赵总可是卖的果断，卖的坚决啊！的确啊，如果当年我们也将平台买了，说不定也能实现财务自由了。晚了，还是赵总聪明啊，见好就收。我们的贪欲太大了，最终害了自己。而此时的赵飞宇对于王明可是更加敬佩，更加感恩了。明少，我这条命是你的了，感谢你救了我。老赵，网贷平台就是一个噱头而已，这里面还有大量的骗子公司，严打是必然的。明少，谢谢你。虽然网贷平台不行啊，不过搞些存钱宝什么的倒是可行。明少，你是说咱们要搞一
一个存钱宝。不错，如今大量的钱正从网贷平台流出，为什么我们不能接触这些钱呢？在王明看来，这上万家网贷，那可是上万亿龙币的资金啊！你是认真的吗？咱们真的要搞存钱宝？真的要搞，你也不要被网贷大洗牌吓到了。这次我们完全可以跟证券公司合作。哦，明少，我都听你的，你说什么就做什么。这是你去跟证券公司谈一谈，咱们的电商平台也需要一个支付软件，这次就搞一个存钱为主，支付为辅。是，我马上去沟通。很快，两人又聊到了楼盘，毕竟这次买回来的20个楼盘正在进行交接。明少，虽然这些房子还没盖完，但是我们可以先预售。这房子先慢慢盖，不急着卖。明少，这真的行吗？咱们可是砸进去上1000亿了。放心吧，我800亿在里面都不怕，你200亿算什么？现在卖就是贱卖，明年或者是年底再卖，那价格有可能翻倍。要是真的涨价，现在的确不能卖。咱们并不是要开房地产公司，只是一个投资而已，自然是要最高收益的时候再卖。是，这么说我就放心了。一时间，人们发现售卖万大地产20个楼盘的售楼部全部关门了。什么情况啊？售楼部都关门了？难道楼盘要烂尾了不成？不是说有土豪全款收购了吗？这怎么还烂尾了？会不会是土豪没有钱投入后续了，所以才烂尾了？不应该吧？能够拿得出上千亿，怎么会缺盖房子的钱呢？众人不禁傻眼了，尤其是买过房子的业主，以为要烂尾了，都要讨要一个说法。王总，他们把售楼部都关了，难道不准备卖房子了不成？听说承包商收到的命令是房子继续盖，只不过进度放缓，难道他们是真没钱了？王林他们有拼东西商城，不可能缺钱，他们一定有所图谋。王林也是见识过王明的厉害，对方不可能做亏本的买卖。重磅！在业主质疑之下，20个楼盘宣布全面退房，房地产商主动退房，难道是良心发现？这还是第一次有开发商主动退房，难道楼盘真的不行了吗？售楼部都没有了，听说工地的工人也少了，怕是真的要烂尾啊！我还是退吧，钱要紧啊！要是真的烂尾了，那可是什么都没有了。一时间，绝大多数业主选择退房，毕竟情况不明啊。明少，咱们真让他们退房，可是要再花几十亿进去啊，这不是好事吗？现在房价1万，我们按8000退给他们，明天就有可能卖到2万。也是，不过咱们怕是要创下行业的记录，到时可要让不少的同行紧张呢。一时间，同行还真的紧张了，尤其是公开退房，可开了一个不好的头。徐总，王明实在太过分了，他们房子不卖就算了，竟然还要买回去。对呀，他们不卖房也别影响我们卖啊，难道他们认为房价会涨？谁都知道房价会涨，但是完全可以卖了继续盖房子。房地产可是现金为王，只要卖得快盖得快，才能够赚更多的钱。算了，他们不卖房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件好事。不错，徐总说的对，这意味着他们并不打算扩张，这可是我们追赶超越的机会。众人点点头，如今也只能够这样了。王明，你又有什么好事想找我合作？小马哥，我的确是有个事情想跟你谈一谈合作。说着，王明就将存钱宝的情况说了出去。什么？你想吸引这些钱拿去炒股？小马哥，这一次我也有十足的把握，否则也不敢借那么多钱。王明，这无疑是拿着低收益的钱去投资高收益，这可是违规的。马总，如果我能够拉来证券公司一起合作呢？这么做完全就是违规，而且也在乱用钱，我可不敢淌这浑水。看来还是我想的太简单了。王明原以为可以拿最廉价的资金赚最高额的收益，现在看来的确有法律的风险。王明，你可以搞一个私募基金，这样不仅可以合规的炒股，我也愿意投资。马总，感谢你的信任，这的确是一个办法。很快告别了马平安之后，王明将5大证券公司的老总约了出来。王总，不知道叫我们来有什么好事啊？王总，大盘一稳，看来这是要有所行动了。王总，不知道有我们能帮得上忙的吗？目前网贷平台已经面临着严打，我想吸取一部分拿来炒股，成立一个私募基金。王先生，你终于愿意这样做了，这可是好事，股市太需要你的才华了。我需要你们帮助我打响私募基金的名声，从而吸引大量的资金。王总，不知道你准备募集多少资金？5000亿。虽然他们知道王明出手肯定不会少，但是5000亿还是吓了他们一大跳。王总，这可不容易啊，咱们最大的公募基金也不过100亿级别而已。私募基金是不能搞那么大规模的，这很容易被定为非法集资。你们可都是专业人士，我希望你们提供一些解决方案，当然不会让你们白帮忙的。一支私募基金搞5000亿太夸张了，不过我们完全可以变成50个私募基金。不错，我们可以帮忙吸引资金，不过王总你必须要出面了，只有你的威名才能够吸引大量的资金。看来这一次想不出名都不行了。你又是拼东西的老板，又是今日热搜的老板，更是打造了摩拜单车，这样的名头打出去，那可是谁都想来的。谁说不是呢？王总可是股神啊，巴菲特可都比不过你。既然如此，那可就麻烦各位了。很快，在5大证券公司的帮助下，各个公司都开始向他们的客户推销这一支私募基金。强盛基金火爆销售，成最神秘私募基金。强盛基金背后竟是拼东西老板实控，拼东西幕后老板曝光。5大证券公司老总表态，王明曾靠股市狂赚数百亿。卧槽，一个刚刚高中毕业的高中生，你给我说赚了几
几百亿，这吹的也太离谱了吧？这怎么可能啊？现在的新闻就知道乱吹，不是官媒的报道，我是一个字都不相信的。众人摇摇头，他们并不相信这些新闻，实在是太耸人听闻了。王明先生，您是如何白手起家达到如今的财富的？事实上，我的第一桶金还是在股市上赚的。说着，王明直接将借网贷，然后拿去梭哈炒股，不断做大做强的故事说了出来。我的天，这简直就是神人啊！一个高中生竟然敢借网贷，据说还是借几千家网贷，这胆子可是大的不行啊！王先生，平台都不审核的吗？竟然还给你们放款？这就是网贷平台缺少监管的问题了。至少我借款就非常的顺利。卧槽，竟然还能够这样，这平台根本就是不管的嘛！难怪坏账那么多，一赎回平台就爆雷，感情就是拿着我们的钱乱用啊！必须要赎回，看这情况，接下来怕是没有几家平台是安全的。此时，各大网贷平台一听王明这话，也是急得不行。可恶，王明薅我们的羊毛就算了，竟然还这样打击整个行业！快查一查，他是不是也在我们的平台借钱了？他打击我们的平台，我们也不能够让他好过。一时间，各大网贷平台疯狂了起来，直接就在官方账号在线催款。这就是王明先生的借款，他们在钻整个行业的空子。王明先生，麻烦你还钱，我们将联合起诉王明，这是在非法套取现金。王先生，刚刚数百家网贷平台晒出了您的贷款合同，要求您还钱，甚至认为你们这么做是非法套取贷款，涉嫌违法犯罪。呵呵，还钱是不可能的。王先生，欠债还钱不是天经地义吗？不错，但是我的贷款明明是1年，凭什么他们说还就还？他们这是违约。我认为这种想强行让用户提前归还贷款的平台就应该消失。说的有道理啊，借钱是真，但是让提前归还，这的确是不合理。这些平台过分了啊！他们敢这么对王明，就敢这么对别的贷款人。避雷这些平台，这可是太不规范了。放款还款全凭平台的意愿啊！你们随意让还款，那我干脆就不还了，我就看着你们倒下。一时间，网贷平台无意间得罪了广大的欠钱大爷，那可是急得不行。看，撤掉微博，立刻撤掉！发布声明，告诉用户我们不会提前要求借款人还款。快说，我们只是针对王明，只是督促王明，这只是还款提醒。一时间，各大平台忙着删微博，忙着进行解释。王先生，听说您旗下的公司将推出私募基金，您这是要进入投资行业吗？是的，我将利用我的眼光，为更多的投资者带来丰厚的收益。王先生，不知道您的私募基金能否保证投资者资金的安全？当然，我们的私募基金都直接进入股市，不会存在挪用资金的情况，但是不保证投资收益，因为股市是不断变动的。但我们会保证你们的本金没有任何问题。从公司角度，王明不能承诺收益，但是从个人角度，他却可以说这样的话。王总那么牛逼，靠着股市赚到了几百亿，这样的股神绝对差不了。一时间，不少手里有一些余钱的老板们，那可是纷纷找上了强盛公司。先生，不好意思，目前我们平台最低投资门槛为500万。什么？你们这门槛也太高了吧？真当你们是知名基金吗？先生，强盛基金可不是说买就买的，以王明先生的背景，我们可不会求着你们来投资。男人还想说什么，可是旁边的男人却是直接开口了。我投资1000万，请问是否可以？我相信王明先生的眼光，他一定可以再创奇迹。先生，你可以投资，现在去里面签约吧。这一幕可是让不少的投资者那也是大开眼界。各位先生，也是强盛基金欢迎广大用户来投资，我们将给你们行业最高的回报，所以我们只欢迎有实力的投资者，达不到500万门槛的可以离开了。一时间，强盛基金正在疯狂地吸取着资金，规模也在不断地扩张着。重磅，强盛公司吸入数千亿资金，大量网贷平台资金正投向强盛基金。我的天，强盛公司把网贷平台的钱都吸走了，太牛逼了！这一家公司怕是要吸干整个平台啊！听说强盛基金要收60%的抽成。是的，王明将抽成提高到了60%，一年搞50%的收益，只拿30%，让出来20%。如今股市低迷，托管资金是最好的办法。主要王明如今可是有龙国巴菲特之称，这可是新晋股神啊！听说这次花千亿买下万大楼盘的就是王明。此时，网贷公司陷入混乱之中，他们可后悔了，后悔为什么要去得罪王明。小雅，那不是你以前经常欺负的王明吗？他竟然成了股神，身价数千亿。别说了，孙雅看着手机里的王明，嘴巴都咬出了血来，她是真的后悔了。要不你去跟王明认个错，请求他的原谅，或许还能够高攀上他。没有可能了，他已经是我高攀不起的对象。孙雅家道中落之后，她看清了不少的事情，更是懂事了不少。此时刘军也苍老了好几岁，当年他在南方市也算是一把的。我们彻底输了，现在看来，就连万达地产怕是都打不过王明了。爸，我不甘心，他就是一个穷小子，我凭什么输给他？此时的刘豪陷入了疯癫之中，嘴里吐出不少胡话出来。孩子，你可别出事啊，咱们认命吧。我才是首富，我才是最有钱的人。不错，刘豪疯了，这让刘军心如刀割啊！自己就只有一个孩子。此时的王聪明也被放了出来，看着自己的父亲，眼泪止不住的落了下来。孩子，回来就好，回来就好。爸，咱们家没事吧？没事，还垮不了，你没事就好。没想到王明竟然隐藏得这么深，他从股市得到的钱竟然如此之多。这一次咱们败得不冤，我们还是轻敌了，甚至都没有将对手的底细给查清。爸，是我害了你，我不应该听信小人的谗言。王聪明后悔了，后
后悔为什么要去帮刘浩出气，最终被王明扮猪吃虎，打得非常的惨啊！这是怪不得别人，还是怪我们技不如人？不过想让我们认输还不可能。对，王明休想超过我，他再怎么赚钱，也休想超越老牌家庭。熊猫单车就宣布破产了，安心回归主业。王林这一个决定，也意味着他们认输离场了。而另一边，王明看着筹集而来的大量资金，也总算是放心了。明少，我们一共吸引了近3000亿的资金，如今还以每天100亿的速度继续增长，差不多了，是时候开始真正的操作了。5年内，这将变成3万亿。白酒板块出现的最高点可在2021年，王明只要买入股票，等待5年就能变成3万亿。你们可都是签订了保密协议的，今天操作的，你们一点也不能够泄露。王总，您放心，我们不会泄露半点。现在就开始操作，给我买入白酒板块。咱们全买入吗？加起来大概5000亿的规模，一旦3000亿都买入，这怕是要成为大股东。咱们就是要当大股东，这一个板块未来将会大涨。现在我们提早布局，是所有人立刻操作，争取1个月内建仓完成。操作吧，这1个月你们吃住都在这里吧。这一战可是高度保密的，一旦完成了，那接下来5年直接躺着赚钱就可以了。有庄家来了，交易大涨啊，情况有变，有新的行情了。难道泼天的富贵要到白酒板块了吗？此时白酒股民们看着成交量不断增加，股价不断上涨，那也是高兴起来了。白酒板块估值过高，泡沫极大，并不适合投资，短期有下跌风险。这话一出，可是让股民直接慌了，不少人开始卖掉白酒股票。如今白酒1个月内直接涨了20%，这就是你说的不行？我看王明就是吹牛，捧出来的股神，说的什么鬼话？以后这位王股神说什么要跌，咱们直接就买，肯定能够赚钱。果然，专家的话可什么都不能听。如果真的有这个能力，为什么不去自己操作？此时全网都在看王明的笑话，毕竟他可是在采访中说白酒不行的。什么情况？我怎么感觉我们上当了啊？咱们的钱不会亏掉吧？对啊，一个大学生都不是的人成为股神，我看这明显就是噱头，就是吹捧啊！我看王明就是资本推出来的傀儡吧，咱们怕是都上当了。此时无数人的确是慌了，他们买私募基金，可是看着王明的战绩，马总，这一次王总是怎么了？看下去吧。据我的消息，王明他们正在封闭操作，相信很快就会有结果了，希望吧。马平安如今也只能期待着，毕竟他们投进去的钱，至少也得半年后才可以操作。重磅！强盛基金成为茅台大股东，多只白酒股票出现强盛基金身影。卧槽，上当了，咱们又成韭菜了。说有风险，自己反而重仓了。以后这些专家的话，我是一句不相信了。他们说有风险，还是直接买。天啊，白酒板块全部上涨，最高的直接涨停。错过了，我错过了1个亿啊，亏妈了！一时间，越来越多的人后悔，他们就只能看着白酒大涨了。巴克先生，最近龙国股市非常火热，我们是否要参与进去？目前龙国的股市已经进入下跌阶段，虽然有机会，但是很难把握。先生，有一名龙国的年轻人大量持有白酒，他似乎获得了巨大的回报。王敏，他竟然靠着借网贷有了投资的初始资金，在股市下跌行情时买中大涨的股票。一个刚刚18岁的高中生，竟然在不到1年时间内拥有了200亿美刀的财富。正是因为如此，我才建议我们是否进入龙国市场，那里或许有投资的机会。龙国人的白酒我不太懂，所以我不打算投资。至于其他的行业，暂时没看到什么潜力。此时的王明并不知道，他已经进入股神巴特的目光之中。太棒了，果然是最强的私募基金，竟然直接成为了白酒大股东。看来强盛基金已经重仓白酒，接下来就看白酒的后续表现了。果然投资还是要交给专业的人，让我们炒股根本就不知道买什么。一时间，越来越多的热钱都转移到了强盛基金之中。明少，白酒盘子不够大了，没有办法再买了。盘子不够大，那就买银行股。明少，股票银行股在去年已经到达了最高点，银行股不是太看好。银行的存款业务的确被科技公司抢走不少，但是房贷却只能选择银行。如今房地产正是处于上涨行情，股价还是会在上涨的。明少，我相信您，那我们还要不要继续吸引资金，继续寻找投资者？我要至少吸收1万亿的资金。1万亿，我一定完成这一个目标。一时间，更多的资金开始砸向建设银行，同时强盛公司向外界宣布，稳定增长型基金将对外发布，投资门槛100万。卧槽，强盛基金到底吸走了多少钱啊？我们的平台已经没有钱和客户了。当年为什么没有将平台卖掉啊？如今只能眼睁睁看着倒闭。可恶，银行的资金也更难拉了。这个月的业绩真不知道怎么完成。以前的大客户都说不准备将钱放在银行了，这怎么拉存款啊？一时间，网贷公司倒了，银行的工作人员也感受到社会上的闲散资金省了非常多。明少，1万亿，任务完成，很好，1万亿到位了，这门槛可以提高了。明少，咱们是不是躺着数钱就可以了？不错，现在就是等了。相信不久龙国首富你都看不上了，世界首富也不在话下。
哈哈，明少，那我可等着这一刻。不过时间还有很久，我们还可以做一些事情。王明可还记得后世有一家公司，那可是受到了全世界的制裁。明少，您这又想进入哪一个行业？芯片，我们造芯片，这可是高科技产业啊，咱们跨得有些远了。我很看好这一个行业，而且不搞不行，一旦外国人卡脖子，我们就只能抓瞎。明少，听说造芯片投资非常大，没有上千亿可都出不了成果的。芯片的确不是一般公司能够搞得起来，但我们目前就有这样的实力。明少，您是认真的？这怕是会严重拖累我们。打包一个私募基金，给15%的保底收益作为芯片的专项投资基金。王明可不打算动用自己手里的几百亿，更不想提前变卖手里的摇钱树。据悉，王明将打造自研芯片，欲进军芯片市场。卧槽，不可能吧！一个搞网贷的，搞互联网的，现在直接搞技术。芯片可不是说造就造的，华安科技才有这样的实力，而且还靠多年的积累。就算他有钱，芯片可不是有钱就能够搞得起来的。我承认王明有实力，但是造芯片，这显然是不可能的。显然，仅仅只是传出来一些消息，外界可都是不看好的。王明有意思，他竟然也想搞芯片。林老，王明有可能只是想包装一个芯片公司，随后进行炒作，最后再进行卖掉。他已经习惯赚快钱，不可能会他是真的搞技术的。从目前的情况来看，造芯片的确不是非常好的投资项目。是啊，林老，我也希望这年轻人能给我们带来惊喜，但是这次怕是要失望了。显然，没有太多的人愿意相信王明。造芯片似乎成为了一个噱头，一个包装的项目。梁老，欢迎你们进入昆仑芯片科技。你就是王明，果然很年轻。梁老，我就是王明，这一次国产光刻机还得靠您了。重生归来，他豪赠千亿，为龙国突破光刻机技术，只为心中的大义。王明，不是我泼冷水，目前咱们国内光刻机相关人员非常少，就算是集龙国的力量，想研制光刻机也非常难啊。梁老，我知道你是怕我一时脑热，后续看不到回报就不愿意投资了。我也可以跟你交一个底，我已经做好了5年没有任何回报的结果。王明微微一笑，他相信5年应该是可以出成果。我可以告诉你，5年时间有可能花掉你500亿，而且就算出了成果，我们的国产光刻机也跟国际水平有很大的差距。我知道你担心什么，你不用考验我，我知道我在做什么。如今我就想用赚来的钱，狠狠地突破一些被卡脖子的项目。王明直接说明白了，自己有的是钱，如今是为了情怀，为了心中的大义。既然你愿意为龙国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那我就跟你并肩战斗。梁老，我出钱，您出力，光刻机就是靠您了。好，5年内我一定出成果。花你那么多的钱，要是拿不出一个样机，我这辈子都抬不起头。梁老，我提供一个研发的思路，不知道您看看能不能对您的研制有帮助。说着，王明将光刻厂的思路说了出来，说白了就是我造不出精准射中1000米的枪，那我就直接造出1000米枪管的枪。天才的想法，如果不知道你是一名老板，我都会认为你是一个这方面的专业天才。只不过这样的方案，我们的光刻机就无法出口了。我不需要销售，龙国未来将是最大的市场，为什么还要出口呢？既然是这样，那就没有问题了。一时间，昆仑科技公司就直接成立了。此时，张明很快拉到了1亿的融资，冬瓜视频成功上线了。冬瓜视频上线，用户拍摄视频将获得收益分成，冬瓜视频将扶优质用户，获得保底收入。什么？上传视频就可以得到每个月1万块？真的假的？太好了，终于有专业的视频平台了。这1万块，我要拿走一个名额。属于视频创作者的时代也来了，终于有人注意到我们了。很快，冬瓜视频就吸引了大量的创作者进入，用户也在不断的增加。果然视频视角就是好。张明按部就班的发展长视频，但是他不知道未来是短视频的时代。明少，视频被他们抢先了，我们的南瓜视频要不要上线？既然做了，那就上线。未来是短视频时代，我们还要搞一个短视频平台。就那10几秒的土味视频吗？那的确有些太土了吧。不要小看这些短视频，质量的确是不高，看起来也只是图一乐，但是这就是未来的发展趋势。哦，既然明少看好了发展前途，我马上就去安排。赵飞宇没有任何的犹豫，毕竟就算是错了那又怎么样？如今的他们可是输得起的。这一个短视频平台就叫抖动吧，要当成重点项目来做，跟拼东西一样的重量。哦，明少，我一定重视，这是我亲自去办。很快，王明的南瓜视频也是直接上线了。万人万元计划将向视频创作者开放，视频审核通过将得到1万元的保底收入。一时间，张明显得非常的不爽，面对着这样的巨头打压，他可是真的挺难受啊。而此时的王明，下一个目标将是电动汽车。电动汽车才刚刚起步，容易发展。很快，王明亲自出马，直接去广南省收购一家本土车企。王总，您是说想收购我们临安汽车，而且是全资收购？不错，王启，咱们直接说一个痛快话吧，20亿，我直接打包带走。一家快倒闭的车企，王明给出来20亿的资金，那可是非常有诚意了。王总，您是认真的吗？当然，只要你同意，现在签合同，马上就打款。王明可不想浪费那么多的时间，这才是20亿而已，他有大把的钱。
好，我卖。那就签合同吧。但我有一个要求，技术专家全部保留，管理人员全部不要。王总，我们服从安排。这不禁让王明微微点头，随后直接伸出橄榄枝。王铁，你如果愿意，可以继续留做总裁一职，不过你要按照我的方向去进行研发。王总，如果您不嫌弃，我愿意为你鞍前马后。王启兴奋极了，这可比车企被王明高价收购更加的高兴。所有人都知道跟着王明走，那可是太有前途了。好，接下来公司名字改为麒麟汽车，全力转型电动跑车，生产电动跑车，我们有这技术吗？王启没想到，王明收购车企，竟为了搞电动汽车，而且是高端的电动跑车。没有技术，那就挖人研发，或者收购国外的车企，获得技术。王启，我给你100亿资金，需要什么技术，直接高价收购。王明直接就是施压了，如果对方不行，他不介意直接换人。王启，你敢不敢接这一个任务？王总，我可以，我保证完成任务。那这事就交给你了，钱管够，半年之内我要见到成果。好，我马上就去办。此时王明又来到了时代电池厂，电池是电动汽车最重要的部分之一。曾总，我希望买下时代电池厂，你开个价。王总，你确认不是在开玩笑？如今我们的估值可是高达200亿。曾总，你是在怀疑我的实力？王明微微一笑，200亿对他来说还是轻易的能拿出来。我不是怀疑你的实力，只不过我们有大量的股东，你想收购，我做不了主。我给你400亿的估值，相信这样的回报足够你们的那些投资者满意了吧？王总，如果你投资，我欢迎，但是想全资收购，恕我不能够同意。曾飞也是有理想的，他非常看好时代电池厂，他知道电动汽车将是未来几年的风口。曾总，钱不到位可以再谈，还是说你就没有打算卖的意思？不好意思，不是钱的问题，这是我创办的企业，我不想出局。既然如此，那祝你好运。王明微笑着走了，既然对方不愿意合作，他不介意用自己的方式去解决问题。曾总，王总给的价格的确不错了，你这怕是要惹恼他了，他可是最有钱的那一批人啊。王明伸手过来，说明电池行业前途无限，你说我为什么要放弃一棵摇财树呢？原来如此，王明每一次都在风口之上，看来时代电池厂要起飞了，所以必须要守住股份，说不定未来我们可以上市。此时曾飞还在幻想着公司上市，而王明交代了王启另一件事：老王，给我买下所有大型锂矿，我要控制新能源行业。与其花400亿买下一家电池厂，还不如直接花100亿买矿，再花300去搞研发、搞生产。王总，咱们如今汽车还没有生产，这又要搞电池厂了。等我们汽车出来就晚了，到时候我们想入局就难了。原来如此，那我立刻就去买。而就在此时，阿拉丁的马富贵面对不断扩张的拼东西，他们也非常重视了起来。马总，目前拼东西平台每日业绩已经突破到了5亿，这对我们的影响很大啊。各位，你们说怎么办？如今拼东西有今日热搜为它引流，这对于我们的威胁很大。马总，价格战并不可取，他们大势已成，我们唯一能够做的就是限制他们的发展。目前来看，拼东西的模式就是价低优先显示，一次爆单就是几千几万，我们的商家已经没有这种优势了。价格战确实是我们打不起，不过我们也应该开启100亿补贴，否则我们将被拼东西抢走更多的用户。各位，100亿补贴我们是可以开启的，但是我们要打破拼东西与今日热搜联合对我们形成的压力。我认为我们也应该入局资讯平台。是的，马富贵这一次想主动入局了，他们再不入局，怕是就要被抢走用户了。重磅！淘货网开启100亿补贴，阿拉丁浏览器开启自媒体时代。卧槽，巨头入局了，自媒体时代要来了。看来这一块肥肉已经引来巨头们的争抢了，只不过能不能抢得过还是一个未知数啊。谁说不是呢？阿拉丁入局了，自媒体大战就要开始了。一时间，企鹅科技老总马平安看着自媒体趋势已经成型了，他自然也要行动起来了。各位，今日热搜已经成功了，只不过我们的利润并不多，我们必须要树立自己的拳头产品。马总，市场是可以容纳好几家平台的，我们完全可以推出几个产品，这样既可以内部赛马，同样也可以形成合力，对抗外部平台。很好，这一个建议我同意。一个产品不容易成功，我们可以推出几个，这样新闻、快报、看点3大平台，再组成一个统一的创作平台。很快，风云莫测，行业内再一次曝光新的消息。重磅！企鹅科技推出3大资讯平台，新一轮互联网大战一触即发。明少，目前今日热搜盈利能力正在不断增加，仅靠着带货佣金收入，我们就已经能够达到1亿利润。很好，不过这还不够，我们接下来大力扶持3农短视频，这将是带货的重点。短视频可是比文章更加容易带货。目前我们资源已经倾斜3农了，对3农短视频给予双倍收益夫妇，相信很快就可以孵化大量的3农创作者。赵飞宇如今管理着2大公司，可是深深看到了今日热搜的力量。今日热搜只是刚刚开始，接下来你会发现它比拼东西更加可怕。目前我们的对手越来越多了，就连马总也是纷纷布局，这对我们的压力可是不小。没事，他们成不了气候。您这么说我就是放心了。自媒体大战实质上也就是烧钱，如今我们已经掌握了带货，而别的平台还远远搭建不了带货的能力，所以他们根本就是长远不了。的确，靠广告收益还真的赚不到太多的钱，因为广告收入也是要给创作者的。卧槽，太牛了！我这刚刚认证为优质创作者，这广告收益直接增加了5倍。不是吧？这样的话，那1个月不也有上万块啊？这也太牛逼了吧！天啊，快来今日热搜捡钱啊！这真的在大放
西啊？此时在阿拉丁总部，负责着阿拉丁浏览器的副总那可是很担忧。马总，王明已经开始砸钱了，如果我们不砸钱的话，怕是要失去创作者了。砸钱说的容易，可是我们本身就还没有盈利，这将是一天几千万的付出啊！我们的带货搭建的怎么样了？马富贵也想学今日热搜，为自家电商平台引流。我们已经在文章中放置了链接，只不过我们是通过跳转外部链接的方式进行引流。既然如此，那就全面上线吧。电商平台已经受到了冲击，必须要逆转颓势。而另一边，此时的企鹅科技可是也感觉到了压力了。他们唯一的好处就是可以3大平台推送，今日热搜流量高，单价也高，硬是逼了他们一把。他是一个暴发户，别人出价5亿，他就出价10亿，主打断层式碾压。重磅！阿拉丁浏览器宣布上线带货功能，企鹅科技3大平台宣布推广拼东西平台。很快，几大自媒体平台都上线了带货功能，创作者根据匹配度插入商品链接。阿拉丁竟然不能带拼东西的商品，可是拼东西的商品更加便宜啊！对啊，这格局有些小了。今日热搜能够带所有电商平台？开玩笑，阿拉丁有自己的平台，拼东西可是竞品，自然不能引流的。是的，阿拉丁公司自建的平台的确是不给别的平台带货，只不过如今阿拉丁这种做法却是让赵飞宇可不爽了。明少，阿拉丁太小气了，我们都带他们的货，他们既然不允许带我们平台的，咱们干脆直接封杀算了，反正咱们的平台也已经做起来了。咱们的拼东西已经成长起来了，既然对方要玩，那就跟他好好玩。他不是想带货吗？我看他这是得芝麻丢了西瓜。很快，今日热搜发布一个公告，而这一个公告让百万创作者直接慌了神。由于技术故障，平台将全面停止接入阿拉丁电商商品，目前仅支持拼东西以及小东商城，请广大创作者按需带货。一时间，创作者们没有任何的反应时间，他们的带货链接直接就失效了。快将豹纹的链接换掉，这链接已经失效了。我的豹纹还在出单，竟然技术故障了，必须要换链接了。看来阿拉丁的淘货网没有办法玩了。此时，大量淘货网的商家感觉自家推广的商品都停了下来。什么情况？这订单怎么突然就停了？是啊，这都几个小时了，一个订单都没有。什么情况啊？这以前可不是这样的。你们还不知道吗？今日热搜宣布不再支持淘货网推广了。那什么时候恢复啊？我的商品全部都是推广带来的订单啊！此时这么一搞，淘货网的商家傻眼了，这不是直接砸了他们的饭碗吗？马总，情况对我们不太妙，我们的带货数据不太好，日均仅只产生100万单，总共不到2000万的销售额。怎么会这样？今日热搜对我们的影响竟然那么大。马总，目前今日热搜的带货订单是我们的10倍，而且他们的转化率非常的高，他们不只是图文带货，而且已经开始视频带货了。今日热搜太过分了，明明合作的那么好，他们为什么要停掉啊？我看他们就是故意的，还宣布什么技术故障。马总，我认为这是王明在报复我们没有接入他们的平台。马总，要不咱们主动接入拼东西，这样对我们来说利益更加大一些。目前阿拉丁的高管们还是很高傲的，毕竟自己也是电商巨头。咱们平台也是刚开始带货，这很多创作者还不是太了解。我认为只要我们再坚持下去，一定会有好转。有道理，今日热搜有这样的成绩，那也是因为他们已经带货上线有一段时间了。此时的马富贵也是点点头，他也不太愿意为了100万订单向王明低头。很好，就这么办，我们也砸大把的钱，我就不信还成功不了。此时，整个阿拉丁自媒体平台全面转型带货。什么情况？怎么点开全是卖货的？太恶心了吧！10篇文章8篇都是带货的。对呀，我是来看新闻的，你就给我看这玩意。很快，关于阿拉丁浏览器的骂声传遍了整个网络。重磅！阿拉丁满屏带货文章，阿拉丁浏览器受到网友质疑，资讯平台变身卖货平台，阿拉丁浏览器失去用户喜爱。于是大量的人干脆不再打开了，反正资讯平台多得很，他们根本就看不过来。明少，好消息啊！我看阿拉丁这是要走到头了，他们为了带货可都得了失心疯了，他们的创作者怕是一半都在带货。他们太急了，资讯平台就是资讯平台，定位错了，那就完了。带货是可以带的，但是太极端的话，那距离死亡也不远了。看来阿拉丁不值得担忧了，如今还有企鹅科技3大平台对咱们的今日热搜有一定的威胁。3个平台看起来吓人，但是分散了力量，导致一个能打的都没有。他们如今也是刚开始，视频也还没有进入，他们是追不上我们的。这一世的企鹅科技还跟历史上一样，分散着力量，本身也在明争暗斗。明少，那下一步今日热搜主要做什么？继续扩大拉新的力度，我要让平台注册用户达到8亿，明年的春晚咱们要拿下冠名权。咱们要上春晚，以今日热搜的名义吗？不错，今日热搜覆盖着拼东西，可以说一个平台包括着2大产品。今年春晚冠名权，我势在必得。如今正是资讯平台的黄金时期，王明要做大做强，这一次的春晚必然会带来崛起。我怎么没想到啊？不过听说今年春晚阿拉丁也是势在必得，不就是砸钱吗？我们怕吗？阿拉丁出5亿，咱们直接10亿，必须拿下春晚。我看行，这直接打了一个响当当的广告，这一笔钱花的值。此时在春晚竞拍办公室，各大巨头已经悉数坐下来了。各位，这次竞拍启用
暗标，大家将价格写在标牌上，我们将公开开标，价高者得。阿拉丁的副总都亲自过来了，看来这一次势在必得啊！企鹅科技也来了一位副总，我看今天怕是不好过啊。咱们就是来打酱油的，我不信他们两家不赚钱也要赢一把。此时，企鹅科技跟阿拉丁四目相视，眼里都充满着斗志，都要势在必得。张总，你们去年得到了，今年就没必要跟我们争了吧？李总，我建议你不要跟我们争了，我们能赢一次就能够赢2次。而就在此时，又有人走了进来，这一出现直接让人大惊失色。那不是赵总吗？他怎么来了？赵飞宇亲自过来，难道他们也要竞争春晚不成？这位大佬亲自过来，这下好看了。赵飞宇过来，到底是代表拼东西还是今日热搜啊？此时，企鹅科技跟阿拉丁的人也是微微一愣。赵飞宇可是一位真正的大佬啊！赵总您好，我是企鹅科技的张成。张总你好。赵飞宇点点头，毕竟企鹅科技目前还是友军。赵总您亲自而来，难道说也要竞争春晚？当然，我跟你们的目的都是一样的，毕竟我们也还没有上过春晚。赵飞宇这话一出，其他人那可是大吃一惊，一些人已经开始打电话给自家老总了。什么？赵飞宇亲自到了现场，他们也要竞争春晚？马总，他们参与进来，我们的报价怕是不够了，我们要不要上调报价？看来必须要上调了，他们就是一群疯子，根本不是合格的商人。马富贵也很头疼，王明跟赵飞宇都不是一个合格的商人，都是靠着投机短时间崛起而来的。马总，要不咱们调到4亿？不够，按照他们的风格，一般都是喜欢取整数，我估计他们有可能直接报价5亿。是的，对于暴发户来说，自然不会一点点的加，往往都是喜欢来一个压倒性的数字。那咱们报价多少？要不多1000万？5.2亿，他们有可能也是加1000万，那我们就再加1000万，更加保险一些。好，那我知道了，我一定拿下冠名权。而另一边，马平安也收到了赵飞宇要拿下春晚冠名权的消息。马总，这一次无论是阿拉丁还是赵总那边，怕都是势在必得啊！这一次的价格一定是会大增，我们要不是提高报价罢了，跟阿拉丁还能够争抢一下。王明既然想争，那不出点血不可能抢得到，就让他们去吧。马平安摇摇头，他太知道王明的性格了，一旦决定了，那是不计代价也要拿到手的。咱们就这样算了吗？这一次可是我们企鹅科技进一步发展的机会啊！只要不是阿拉丁拿下今天的春晚，对于我们来说也不算是一件坏事。这的确是一个更好的局面，无论是拼东西还是今日热搜，我们可都有股份的。就这样吧，按流程走一遍吧，报价不变，只要不让阿拉丁得到就好。一时间，企鹅科技副总总算松了一口气，毕竟没有压力了，走一个过场就行。赵总、马总让我向您问好，希望您能够拿下春晚。这让赵飞宇微微一愣，这话可是说明了对方差不多退出竞争了。哦，今年春晚今日热搜势在必得。很快，各家将自己的报价投进了箱子里面。没多久，主持人就开始公布投标者报价。各位，现在我们开始开标，美好空调1.9亿，茅台酒厂2.3亿，企鹅科技3亿，阿拉丁集团5.2亿。此时，阿拉丁的人有些惊讶地看着企鹅科技，因为这一个数字似乎很少啊，心中也是大喜。然而下一秒，阿拉丁的副总却是笑不起来了。今日热搜10亿，随着今日热搜10亿出资，那可是压倒性的胜出，没有任何的悬念。10亿，还是马总猜得准啊！果然，有钱人都是疯子。企鹅科技副总一脸笑意地看向阿拉丁的人，眼里可是充满着嘲讽。看来企鹅科技这是主动不竞争的。对啊，你看张副总似乎还很高兴。今日热搜也有企鹅科技的股份，企鹅科技也是赢家。看来这一次最大的输家是阿拉丁，企鹅科技跟今日热搜都是赢家。很快，这一个消息就在全网传播了出去，各种自媒体不断地传播着详细情况。重磅！今日热搜豪掷10亿拿下春晚，阿拉丁势在必得，却被今日热搜强势碾压。一时间，今日热搜成为自媒体最大最强的平台，收益高，名气大，用户多。马总，现在怎么办？咱们淘货宝再不搞点活动，市场份额可都被对方抢走了。马总，今日热搜夺得春晚，这怕是要坐稳自媒体老大位置了。马总，我们是保支付系统还是保自媒体平台？各位，你们怎么看？支付系统很重要，我认为要保支付系统。我们必须要打压企鹅支付，不能让他们做大做强。企鹅支付是一个隐患，一旦强大起来，我们的余额宝会被抽走大量的资金。阿拉丁浏览器也很重要，再这样下去，怕是距离倒下也不远了。这可是我们布局电商的另一条路，电商才是核心啊！我看还是要保支付系统，这是不亚于电商的另一个核心。拼东西在抢资源也是有限的，而企鹅支付一旦全面铺设线下，那么我们将遭遇巨大的对手。终于，这一句话还是说动了马富贵，那就是线下支付。接上集，曾飞拒绝王明收购时代电池厂，于是王明买下世界前10的锂矿，断绝时代电池厂货源。小马哥，我准备完全与阿拉丁脱离，接下来拼东西将引入企鹅支付。王明，你准备放弃使用淘货宝，全面引用企鹅支付？马平安微微一愣，如今电商购物除了使用银行卡支付，那就是淘货宝了。不错，你的企鹅支付如今已经成型了。不过嘛，你也不想仅限于只是用于发红包嘛？当然，淘货宝已经覆盖着金融各个市场，我自然想分一杯羹。这样的话，你更应该跟我合作了。一旦我
的电商平台不再支持淘货宝，反而引入企鹅支付，这一增一减，可是能够更好的扩大企鹅支付的使用频率，这可是好事，我没有理由拒绝。不过你小子想要什么？马平安知道王明那可是无利不起早的，我就是为了好玩吧，单纯的想打压一下阿拉丁。王明还真没什么想法，他的强盛基金可是有1万亿，根本就不缺钱。好，那这一次我感谢你，小马哥，你应该加速企鹅支付的线下铺设，未来社会一台手机就能够出门，你现在应该抓紧时间跟商家合作，开通企鹅支付收款。王明不禁再一次指点着马平安，他可是知道未来的发展趋势的。好，我早有此意，既然你都这么说了，我相信你的判断。那我就走了。支付大战我看马上就要开始了。很快，拼东西就将淘货宝从支付软件上面撤了下来，反而引入了企鹅支付。各位记者朋友，我们决定将一次性投放100亿企鹅红包，用户可以通过在春晚的互动之中拿到现金红包。一时间，100亿红包大战惊呆了所有人。赵总，我们想知道这是真的吗？真的会投放100亿的红包吗？赵总，这是否意味着今日热搜将与企鹅科技有合作？不要怀疑我们的实力，别说100亿，更多我们也能够拿得出来。至于是否与企鹅科技合作，这是明确的。拼东西平台未来线上支付商只有企鹅支付，也只有这么一家。赵飞宇肯定的说道。显然，既然是要打击着阿拉丁，那不介意就玩一波大的。各位，我们还将开启100日打卡，在今日热搜打卡签到100天，再抽取100万人，获得520红包。春晚来临之时，将宣布抽奖结果，人人都有资格参与，中奖率将非常高。此时网友们感觉非常的希望，大家都是议论了起来。100万名用户，春晚直接发521个人，这可不少了。不就是打卡100天吗？如今还有200多天的时间，完全有时间嘛。100万个名额，我一家人都出动，还不相信中不了一个。没错，又不是人人都有今日热搜，这个中奖率还是很高的。此时最傻眼的莫过于阿拉丁了，淘货宝被拼东西禁用，企鹅支付还要在春晚发红包。马总，这一套连招对我们影响很大啊，这相当于企鹅科技拿下了春晚冠名权。我只想知道要如何应对。阿拉丁浏览器倒闭我可以接受，但是企鹅支付不能让它成长起来。马总，我们也只能够发红包了。我们的5福活动我看可以提前发布，我们也可以平分5亿红包。这会不会太早了？如今才过完半年，我们就开始过年的活动，这年味可都还没有啊！马总，这虽然早了点，但是如果我们再不出招，企鹅支付可就做起来了。马总，我们也可以搞一个100日打卡计划，我们也可以靠砸一波钱来拉新。各位，发红包是可以的，但是我们如果发的太少了，根本就得不到太大的关注。砸100亿，既然今日热搜都敢砸100亿，他们出牌了，我们就跟……一时间，高管们都被吓着了。他们虽然去年有200多亿的利润，但是大把地方是要花钱的。马总，使不得，这可是100亿啊！我们的经济情况可拿不出来100亿啊，10亿顶多了。马总，就算能够拿得出来，我们也没有必要让民众们获利啊。对呀，这样砸钱是真的没有必要啊。纯现金自然不行，我们可以像今日热搜一样给购物红包，干脆来一波大的，直接发200亿的购物红包。马总，我看这样行，购物红包别说200亿，1000亿我们都发得起。宣布出去吧，我们将发放200亿红包，必须要将声势给盖过去。很快，全网都傻眼了，大家没想到阿拉丁竟然要砸200亿，重磅！阿拉丁透露春晚玩法，将发放200亿红包，淘货宝开启活动，打卡消费100日可抽奖，中奖率高达1%。这么一个反击，不禁让王明笑了起来，而王明也准备抄作业。那我就搞一个集5福，当年这个集5福那可是全民参加。重磅！今日热搜宣布开启集5福活动，打卡成功可获得1张福卡，集齐5福可瓜分10亿。一时间，人们疯狂地晒着自己的福卡，更是交换着自己多余的福卡。卧槽，这人是怎么集齐的？这才3天呢，顶多3张福卡，拉一个朋友来玩就能增加1张福卡，看来拉新了不少啊。这样也行啊，可是他是怎么得到敬业福的？对啊，我也是4个福都有了，就差敬业福了。各位，是不是只有1个人的话就可以得10亿？按道理是这样的，不过还有200天才过年，肯定不止1个人的。一时间，兴奋的众人都在疯狂地拉福卡了。1张敬业福谁卖？我给520红包。谁给我1张敬业福，我当你的女朋友。很快，今日热搜下载人数直接达到了8亿，直接让马富贵懵逼了。是谁将集5福的策略给泄露了出去？立刻给我查清！马富贵想不清楚，这除了有内鬼，还会是什么？马总，我们调查过了，没有发现泄密，活动的设计可都在我的文件夹里。那你告诉我，今日热搜的5福是怎么回事？马总，我们全面调查了，真的没有查到有泄露的可能。你是说今日热搜的人偷走的吗？那谁能告诉我是谁偷走的？根据我们的排查，没有发现可疑人员进入设计部。那为什么别人有了，而且发布了？谁给他们的设计？这一次马富贵那可是疯狂的喊道，他们的得意之作就这样被别人拿走了。要是我们早发布就好了。是啊，现在我们再发布，可就成抄袭者了。不，我们不是抄袭，我们是原创。可是我们没有首发，人们可不会这么想的。此时，阿拉丁那边还在风中凌乱着，而王启这边带来了好消息。王总，目前我们已经收购了10大锂矿，这些锂矿占目前储量的60%，可以说我们已经控制了源头市场。很好，既然这样的话，是时候给他们一些教训了。很快，王明作为最大锂矿厂的持有人，直接宣布停止与时代电池厂的合作。曾总，对方怕是疯了，竟然主动宣布终止合作，他们嫌自己的日子过得太好了吗？或许是觉得咱们发展起来了，这
这是想跟我们讨价还价。真以为他们是最大的矿场，就有资格跟我们谈判不成？立刻告诉第一锂矿公司，如果他们停止向我们供应锂矿，那么我们将寻找替代者。我看他们真的是翅膀硬了，看来是应该给他们教训了。时代电池厂并不知道，这一次不是他们给对方教训，而是王明要给他们教训。仅仅只是一个下午，时代电池厂的副总去跟别的公司谈，都是一口回绝。很遗憾，我公司将不会与你们进行合作，你们离开吧。是的，无论是国内的锂矿公司，还是国外的公司，都是这样的态度。什么？前5大锂矿公司都拒绝与我们合作，这是为什么？曾总，他们没有任何的回复，只说这是公司的要求，时代电池厂一律拒绝。这前5大矿场可都独立的，并不是一个老板，难道这些老板串联起来了？他们想统一涨价不成？可是他们都分布于几个国家，甚至是数个大洲，这串联起来似乎不太容易啊，除非这背后是有幕后大佬操控啊。曾飞也是不信这一个邪了，他就不相信了，真有人能控制这些锂矿。继续联系这些矿场，打探他们的口供。如果真是想涨价，可以谈，我还就不相信了，所有人都不卖锂矿了。很快，处处碰壁的消息传回了国内，时代电池厂那可是直接傻眼了。曾总，我们调查发现，前10大锂矿都被同一个买家收购了，而这一个买家，我们只知道来自龙国。原来是这样，到底是谁买下了锂矿？难道是小迪汽车？曾飞想了想，也只有小迪汽车有这个实力，毕竟小迪汽车是一家车企。这有可能，不过他们怎么下手那么快？他们不是在全力研发电动汽车吗？怎么有闲钱跑去买锂矿？除了他们，似乎也没有别人了。曾总，那咱们现在怎么办？前10大矿场都被对手买下来了，我们如今面临着缺锂矿啊！太无耻了，竟然使用这一种肮脏的竞争手段，打不过就从源头卡我们，想限制我们的发展。而就在时代电池厂思考着如何是好的时候，最后通牒却送了过来，而对方的大名却是让所有人都傻眼了。什么？麒麟汽车想要收购我们？这麒麟汽车是哪一家？怎么没有听说过啊？休想！一家不知名的车企也妄图想收购我们，想得美！曾总，麒麟汽车以前好像叫临安汽车。临安汽车不是快倒闭了吗？他们怎么有实力来收购我们？有没有一种可能，麒麟汽车是王明王总的？上一次不就是他来跟我们谈收购吗？副总这么一提醒，此时众人那可是震惊起来了。王明那可是非常牛逼的存在。曾总，看来是王明买下了锂矿，也只有他才有足够的闲钱去干这种事。看来的确是他了，这符合他的霸道。这可怎么办？上一次得罪了他，如今这是想来卡我们的脖子。一时间，众人可都担忧了起来。面对着王明，压力还是非常大的。太过分了，这完全就是强买强卖了，太霸道了。曾总，怎么办？咱们要不要被收购？如果不被收购，我们必须要解决锂矿的问题。我不甘心啊！新能源前途光明，凭什么现在就被收购啊？对啊，我们1年多时间就从几亿变成200亿的估值，不行，凭什么我们就必须要出售？我们才不要卖！众人一个个都吐槽起来了，他们可真的不想就这样被收购啊！各位，如果我们不卖，我们要如何解决锂矿的问题？他们并没有全面的控制所有的锂矿，我们还有机会，大不了我们也收购一些锂矿，满足我们短时间的产能需求。不错啊，王明再强大也买不完所有的锂矿，我们只要度过这一段时间就可以了。我们可是主要客户之一，他们不卖给我们，必然要失去大量的市场。他们不卖，我们还不买了，这不过就是手段而已，不可能成功的。想通过施压让我们妥协，绝不可能，我们不可能放弃这一棵摇钱树。曾飞郑重地说道，此时也是下定了决定，那就是绝对不可能妥协了。他打造麒麟电动跑车，就连龙国首富都下单1000台，只为与他攀上关系。敬酒不吃罚酒也不吃，看来时代电池厂是真想找死。明少，您说怎么办吧？我都听你的。一家小小的电池厂也敢忤逆您意思？既然他们不愿意卖，那自然就是毁掉它，我们自己做一家。王明原本想用和平的手段拿下时代电池厂，没想到对方却不领情。这样，你随便去收购一家电池厂，拿下所有的股份，然后我们自己搞一家。我这就去办，这事简单，我看10亿就够了。去吧，我要让时代电池厂知道，这将是他们这辈子做出的最愚蠢的决定。很快，赵飞宇就买下了一家名叫蓝色电池厂的企业，并且改名叫麒麟电池厂。重磅！麒麟电池厂隆重上线，全线产能下调20%，电池大战来了！卧槽，什么情况？麒麟电池厂是什么鬼？怎么突然出现了？听说最近成立了一个叫麒麟汽车的车企，如今又来个麒麟电池厂，这是不是一家公司啊？又搞汽车又搞电池吗？谁知道呢？反正这气势很强啊，看来电池行业也要开打了。一时间，对于车企来说，也不禁将目光看向了麒麟汽车。麒麟汽车的动力电池如果真的便宜20%，立刻订购1万辆汽车的电池。快，立刻去订购，不要管电池的寿命，只管价格。无论什么情况，先去看了再说，只要货没有问题，就立刻定下来。车企们如今可都在为电池头痛，他们非常需要廉价的电池，这样才能够降低成本。麒麟电池厂到底是什么身份？是谁整合了这些资源？王总，根据打听到的消息，这背后有赵飞宇的存在，肯定又是王明的产业。他们竟然要进入电池行业，这可不是一个好消息。王总，如今王明已降价，已经引来车企
企们的疯狂。一旦他们拿到更多的订单，降价怕是不可避免了。我们要应对降价的话，必须要扩大产能了，要靠产能换低价。降价对于不是卖电池的王福来说影响不大，毕竟它是自用型，并不依赖外部电池。曾总，咱们可怎么办？王明他们已经放弃收购我们，收购别家去了，现在已经在对我们进行全方位的打击了。曾总，目前至少有5家车企前往麒麟电池厂了，如果不采取必要的手段，我们有可能会失去大量的订单。我看未必，咱们跟车企可是有密切合作的，不可能会被一家新成立的电池厂抢走。对啊，咱们的技术还是最先进的，我们的电池质量更高。没错，他们的电池廉价又垃圾，真要比质量，我们是一点都不会害怕的。不少的高管们还是自傲的，毕竟他们的技术的确不错。我们的电池质量的确更好，但是车企更需要的是价格，而消费者也是看价格的。如果同样的电动汽车便宜数万块，你会怎么选？曾总，降价20%的价格肯定是亏本的，我不信麒麟电池厂敢一直卖下去。王明手里有的是钱，我们必须要做最坏的打算，而且麒麟电池厂可是手握大量的锂矿，所以这一降价并不意味着亏损。是的，王明手里有原材料，如今电池成品的价格降不下来，跟不断上涨的原材料也是有一定关系。如此一来的话，咱们可是危险了。如今我们得不到锂矿，采购别家锂矿的话成本就更高了。立刻跟锂矿进行深度交流，先解决原材料供应的问题，价格贵也总比没有要好。一时间，时代电池厂也只能继续去解决锂矿的问题。锂矿价格大涨，高达20%，原材料大涨，动力电池有涨价风险。麒麟电池厂在海外拥有大量的锂矿资产，锂矿涨价不会对产品价格造成任何影响，我们将不会涨价，还将继续维持市场价格的8折进行销售电池。我的天，麒麟电池厂竟然有锂矿！这样看来，麒麟电池这价格是真的能够确保啊！买啊，必须要买啊，还犹豫什么？这实力，这价格，必须要买！立刻去跟麒麟电池合作，还有什么犹豫的？这可是背靠一座大山。一时间，车企们没有了任何疑问，此时巴不得买电池。曾总，原本跟我们谈的差不多的锂矿公司将价格上涨了1倍多。妈的，那些老外消息真灵通，不涨价50%都不给我们供货。曾总，其他的锂矿知道我们被针对了，他们对我们坐地起价，太狠毒了，这一招太狠了。的确是太狠了，这样一来，我们不得不涨价。不能涨价，一旦涨价，我们的客户将全部投入麒麟汽车。无论我们涨不涨价，这一轮我们都输定了。如今我们只能继续融资，从其他地方将成本降下来，暂时不涨价。现在曾飞也只能这样了，甚至都不敢太过激怒王明。投行界估值200亿，麒麟电池厂一炮打响，麒麟电池厂正在取代时代电池厂。明少不辱使命，麒麟电池厂可是走向正轨了。接下来就是靠着成本优势抢占订单了，同样扩大产能。咱们按照您说的500万台产能来扩大，市场怕是消化不了那么多啊。老赵啊，我让你扩大产能，也不是马上就形成产能，我不是给了你2年的时间吗？而且如今的电动汽车，在我看来就是垃圾，未来将会进入纯电动汽车时代。明少，还是您看得远啊，要是不知道，我还真以为您是穿越而来的。此时的王明微微一惊，不过看着对方只是开玩笑，才放下心来。明少，这是根据您的想法，综合考虑设计的样车模型。4大神兽各有各的特色，的确非常不错。王总，目前我们已经有了电机的技术，麒麟电池厂也能供应电池，设计也有了，已经具备了推出新品的条件。是时候推出电动跑车了。既然咱们的速度还不够快，那就主打安全。一旦推出，我们直接与锤子汽车进行对撞测试，一定要从数据上全面碾压对方。是，我马上就去安排。很快，沉寂了1个季度的麒麟汽车正在不断的生产出样车来。卧槽，这什么车那么猛？我似乎没有听到发动机的声音，难道这是一辆电动汽车？现在的电动汽车就是垃圾，那设计是要多丑就有多丑，动力也是根本不行。现在的电车主打的就是省钱，这起步速度根本就不可能。很快就有人将拍摄到的汽车上传到网络，引发了激烈的讨论。此时，麒麟汽车直接宣布龙国第1辆电动跑车。龙国跑车要来了！开什么玩笑？麒麟汽车以前可是生产的垃圾汽车。是呀，一家倒闭被收购过来的企业直接造跑车，怎么可能？我看就是抄的锤子汽车吧，国人就喜欢抄，我倒是想看看能抄到几分。当大家都在质疑的时候，王启出现，正式介绍他们的电动跑车。各位媒体朋友，各位车友们，有人说我们不过是一家落魄车企改名而来的，根本就没有实力推出跑车。对于这些朋友，我只想告诉你们，你们错了。卧槽，麒麟汽车发布会给力啊！我听说在地铁都打了广告。谁说不是呢？如今谁不知道龙国第1台电动跑车要推出来了？看来这收购的老板可是实力很强大啊，真的是脱胎换骨了。谁说不是呢？卧槽，快看，那不是企鹅科技的马总吗？此时当观众还在讨论之际，一名大佬突然出现，直接让所有人可都是傻眼了。牛逼啊，马总都过来捧场，这意味着麒麟汽车的身份不简单啊。我只想知道，到底是谁能够请得动马总来站台啊？这也太猛了吧！龙国车企就没有哪一家能够请来这样的大人物啊，这可是越来越有看头了。是的，自从万大地产元气大烧，企鹅科
科技的马平安已经是实质性的首富了。王总，看来麒麟汽车背景不简单啊，至少是能够跟马总一个级别的。看来这一次麒麟汽车的电动跑车至少不虚啊。他们是目前电动跑车走的是高端路线，跟我们还没有竞争。两人也是松了一口气，毕竟对方不是将他们视为目标。广大朋友们，今年我们向你们带来的是一款国产电动跑车，它100公里加速仅只有5秒。不过这一款跑车我们主打的并不是速度，而是安全。可以说我们是最安全的电动跑车。王启郑重地说道，甚至是直接将测试的视频放了出来。什么情况？这电动跑车直接撞丰田车，前脸全部都塌陷了。妈呀，这丰田也太差了吧！我知道很差，但也没想到那么差啊！这还真的能够看出来，这麒麟汽车是用了真材实料。当看到丰田汽车直接被撞得不成样子，而麒麟汽车只是掉了点皮，这让人感觉到了巨大的差距。各位，我相信大家都非常期待着我们的价格。这一款电动跑车只需要29万，续航400公里。卧槽，29万，不到30万的价格，这国产跑车真的来了。虽说麒麟汽车加速不如锤子汽车，但也差不了多少。但是续航全面超过了。第一辆龙国跑车，为什么不支持一下呢？万一国货也是不错的呢？随着价格的揭晓，正当大家以为发布会就此结束的时候，此时主持人话锋一转，有请企鹅科技马总上台。此话一出，所有人可都是傻眼了。这意味着马平安不只是来看看的，难道麒麟汽车是企鹅科技的吗？太有可能了啊！也只有这样才得到如此赞叹啊！事实上，马平安当知道王明造车之后，也是震惊了。为了更加拉拢着王明，这一次决定送给对方一份大礼。各位，我宣布企鹅科技将订购1000台麒麟汽车，作为年终奖发放给优先员工。王总，咱们这刚发布就开张了，这可是一份大礼啊！首付订购1000台，这一个消息传出去，那麒麟汽车名声大噪啊！王总，这真是一个意外之喜啊！我们的汽车已经有销量了，已经卖出去了。车企的高管们兴奋极了，他们知道自家公司背后有实力，但如今首富都过来下单，这让他们大开眼界啊！这是好事，告诉媒体们一定要往这方面宣传，我们要一炮打响。王琦很高兴，此时现场那可是一片欢呼之中。重磅！企鹅科技订购1000辆龙国跑车，首富马平安成为麒麟汽车第一个客户。多家企业老总表示对龙国跑车非常有兴趣，麒麟汽车一炮打响。同样，众人也是怀疑着麒麟汽车一定跟企鹅科技有着莫大的关系。卧槽，首富都出面，麒麟汽车好大的排场啊！麒麟汽车背后一定就是企鹅科技，不是的话我倒立洗头。对呀，可是马总如此站台，如果不是自家搞的，这说不过去啊！网友们都好奇了起来，只不过同样，他们也对于龙国跑车的性能也开始分析了起来。麒麟汽车续航、价格、安全以及造型，可都比锤子汽车强。唯一的劣势那就是100公里加速要差一点。我要买一辆回来测试一下，看看到底是不是有那么强。一时间，麒麟汽车就接到电话了，那就是如何订购，要什么时候交付了。重生归来的他，打造竞技游戏《绝境求生》，还将收费进行到底。王总，仅1周我们就收到1万辆汽车的订单，如今我们迫切需要开设线下体验店了。现在主要大型城市开始铺设，现在以我们的产能，1个月可以生产多少辆？目前我们的产能1个月只有2000辆，熟练后可以达到3000辆，远远不够。所有车企的生产线全都改造用起来，至少给我达到1个月1万辆的产能。王总，这事我马上去办。去吧，持续打广告，我要让麒麟汽车、龙国跑车的广告深入人心。好的。此时王明前往企鹅科技，这次马平安可是送了他一份大礼，王明也是要回礼回去。小马哥，感谢你的捧场。王明，这只是顺手之劳，主要还是你造出来的跑车的确不错。马总，你给我送了一份大礼，今天我给你回一份礼。话落，王明就直接将一份资料递了过去。这是枪战手游的概念？没错，我管这叫绝境求生，一款生存类枪战游戏，这将全面打破原有的枪战类型。生存、枪战、100人大地图，这个设计一旦推出一定会大火。马平安也是一个游戏迷，自家的游戏他可都是要自己玩过才行。马总，这我就送给你了，毕竟你才是专业的。王明，这一份大礼可让我有些愧疚啊。当然，这是我们合作的游戏，出口方是你，这都好说。不过我提醒一下你，最好能在1-2个月内上市，实则生变。我将集所有力量，1个月内完成设计，2个月内推出。对了，这一款游戏我认为完全可以收费。好，我会跟运营团队谈的。很快，收到指示的企鹅科技游戏部拿着这份资料开始疯狂的进行设计。麒麟汽车定价差距并不大，但是他们量产的话成本必然进一步减少，而且如今的价格还是他们没有补贴后的价格，一旦领到补贴，价格还会再一次降低。王总，我认为我们很有必要进一步的降低价格，我们有更强大的研发实力，为什么我们不也造出一款电动跑车呢？我看可以，是时候员工也要开拓一些了。一时间，小迪汽车很快就达成了共识，那就是要造跑车。老板，龙国推出一款电动跑车，已经影响到我们开拓龙国市场了。一家成立不久的车企，哪怕他们的背景很强大，从技术上也不可能是我们的对手。龙国人的电动跑车不过就是抄袭我们而已，我们现在首要任
务是产能。国内的汽车制造业太差了，我们需要一个效率更高的超级工厂。或许我们可以去欧洲开设工厂，那里的汽车产业链很发达。龙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那里工人效率更高，还有众多的供应商。这的确是一个机会，我们可以试一试。一时间，各方都纷纷开始行动。麒麟汽车那可是直接捅了马蜂窝。重磅！麒麟汽车宣布投资100亿研发国产跑车上线，首批100辆汽车交付。加价5万，求购一辆麒麟汽车。我也加价，我必须要测试这龙国跑车到底什么性能，值不值得吹。一时间，一些玩车的和玩自媒体的，那可都是纷纷加价买车测试。王姐，不要怕花钱，一方面是研制电动机，另一个要点就是自动驾驶技术。王总，保证完成任务。重磅！麒麟汽车100公里加速进入5秒，锤子汽车与麒麟汽车对撞，麒麟汽车获胜。企鹅科技重磅推出全新模式来袭，颠覆枪战游戏，绝境求生来了。企鹅科技要上线枪战游戏了，这怕又是代理的吧？是啊，别以为搞出王者就很牛了，这不也是抄袭别的端游吗？企鹅还真的没有设计太多的游戏，他们最在行的还是垄断游戏资源而已。我倒是要看一看这一次企鹅科技到底搞出来什么游戏。一时间，大家还是去看了这新品发布会，毕竟企鹅科技声势那么大，就算是再差，也差不到哪里去。什么情况？生存类游戏，100人跳伞，凭运气以及实力活到最后，这似乎有点意思啊！这模式的确是颠覆了以往。各位游戏玩家，这一次绝境求生，我们将采用超大地图，玩家可以选择跳伞点，你可以进城跟人刚呛，也可以先收集装备畏缩发育，活到最后的将赢得奖励。这才是真正的自主选择玩法啊！这太适合我这畏缩发育党啊！太好玩了，我刚枪刚不过人家，完全可以打鹰枪啊！这地图也太大了吧，还能够捡药箱加血，这才是真的绝境求生啊！光看宣传片我就喜欢上了，玩家也是喜新厌旧的。如今的枪战模式玩法基本不变，这种新模式可是让玩家很喜欢。这是不是意味着不需要氪金，光是靠捡就能够活到最后？太好了，终于不坑我们的钱了。那些人民币玩家都用好枪，根本打不过。谁说不是呢？玩火线穿越，人家直接一把加特林，你打得过吗？各位玩家，这个游戏将保证绝对的公平，我们不会销售影响游戏数据的道具，可以说能否取得胜利，全靠的是运气以及胆识跟战术。欢迎你们进入绝境求生。主持人微微一笑，干脆就直接邀请游戏玩家进行体验。这个游戏在勾引我，我好想玩一把。天啊，这大地图大组队，不比别人游戏香多了。这完全没有人民币玩家，这才是真正的公平啊！玩，只要上线我就玩，没说的。相信你们都体验到了这一款游戏是绝对公平的，我们不会销售道具，因此绝境求生将不再是免费游戏，我们将全球上线，售价98龙币。按照王明的想法，端游是需要付费的，而手游未来是可以免费的。我操，什么鬼？竟然要收费？玩个毛线！你说免费，我抢着玩；你说付费，狗都不玩。想在龙国玩付费，企鹅科技可是异想天开。不玩，打死都不玩，我只玩免费版的。一听说付费，玩家们态度直接大变，原本是一边倒要玩的，如今变成狗都不玩了。马总，目前我们的游戏反响很好，但是玩家不接受收费，运营部的意见是妥协，保持现状，必须要付费。马总，如果执意付费的话，咱们前期投入的宣传成本很可能收不回来。这样一个账号可以免费玩3局，一旦体验结束就开始收费。好吧，我这就去办。很快，官方就宣布了新的政策，那就是试玩3局再收费。当然，为了推广游戏，王明让赵飞宇在今日热搜上线了一个活动。老赵开设绝境求生专项活动，对发布相关游戏视频的进行双倍流量补贴。一时间，广大创作者一看双倍收益，就直接下载了游戏，等待首日上线发布。随着晚上8点的到来，绝境求生正式上线，服务器瞬间爆满。果然，嘴是硬的，身体却是很诚实的。是啊，不少玩家嘴上说着不玩，实际上早就花钱下载好了。还好咱们坚持免费，这仅仅10分钟就已经有2万付费玩家了。此时，不少直播平台也开启了直播，游戏主播更是以此为赚钱的入口。重磅！龙国开启付费游戏时代，绝境求生大获成功，破除失败谣言，全新枪战模式成为用户付费的原因。企鹅科技全新游戏获得成功，在全网的宣传以及好评之下，此时网友那也是蠢蠢欲动。我擦，这游戏真的那么好玩吗？竟然那么多人愿意花钱？不是说花钱的游戏狗都不玩吗？为什么还有人玩？羊毛出在羊身上，如今花钱了，你享受到的是一个公平的游戏。也是，免费的才是最贵的，付费反而是省事了。我也要去玩下。随后，更多的人可是想通了，他们准备花钱下载了。随着下载游戏的人快速突破500万，游戏负责人也重重舒了一口气。所有人立刻做好防盗版措施，绝对不能让破解版的游戏流出。是，我们将24小时排除漏洞。一时间，绝境求生的团队可是全力保障着这一个游戏。事实网络上已经出现了盗版游戏，走过路过不要错过企鹅科技最新游戏，不要98，只要9.8，错过这一个村可就没这个店了。很快，大把的玩家直接给钱安装下载了，只不过玩了几局就封禁了账号。这企鹅科技也太狠了吧，直接就是封号。这花了9.8才玩1个小时，这也太贵了吧！可恶，还不如直接花98啊，至少玩得安心啊。还是直接买吧，实在不行众筹买一个账号，轮着来玩。此时对于一个大学生来说，他们的确是舍不得花这一个钱，于是众人直接一个宿舍众筹。
头。兄弟们，玩不玩绝境求生？我们6个人，一个人16块钱，多2块钱我来出。要玩的快把钱给我，我马上就付款了。众筹是吧？我报个名，我现在就把钱给你。很快，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花钱玩上了游戏。企鹅科技也向全世界证明了，不是付费游戏没有人玩，而是你们的游戏没有人玩而已。马平安此时很高兴，因为在龙国没有什么成功的付费游戏，谁敢付费就是跟玩家过不去。王明，仅半个月，我们的付费用户突破400万，我们取得了4亿的收入。马总，我觉得还是不太够。是的，根据王明前世的记忆，这款游戏1个月可是1亿美刀的收入，那就是7亿多。果然，这点小钱你的确是看不上，不过这款游戏相当不错了。马总，开始卖道具吧，卖各种衣服、皮肤什么的，我相信你比我懂。放心，如今基数已经上来了，我们要开始卖东西了。马平安何尝不知道卖道具赚钱啊？他们的王者皮肤上百块一个，还不是有大把的人买。我现在有一个想法，不知道你有没有兴趣？王明，你又有什么赚钱的计划？绝境求生接下来就是上线手游，我们不妨大胆一点，直接搞一部游戏手机。你是说让我们造手机？马平安一脸的震惊，他没想到王明已经想往手机上面发展了。不错，目前的手机厂商不过就是买配件回来组装而已，既然别人可以，为什么我们不可以？话是这么说，但是就算是组装能力，目前我们也没有啊。小马哥，眼光要放得长远一点，普通手机的确还不如一款游戏赚得多，但是你对标的是水果手机，那可就让人眼馋了。想到这，王明此时可兴奋起来了，因为他觉得这是真的可以。既然你有信心，我就跟你合作，我可以将旗下的游戏资源都拿出来，推动这一款游戏手机的推出。好，既然如此，那我回头可就成立一家手机厂了。很快，王明直接来到了大麦手机总部。此时的雷霆看着王明到来，那也是显得非常的惊讶。重生归来的他打造了第一款游戏手机，让热度第一的绝境求生随时随地都能玩。王总，你这可是无事不登三宝殿，不知道有什么需要我配合的？雷总，今天过来是想跟你谈一笔合作，我想采购你们一批手机。什么？你要采购我们的手机？不知道要采购多少？首批采购100万台，而且我们采购的是旗舰机。目前旗舰机19991一台，也就20亿而已。王明这点钱还是不放在眼里的。你真的要采购那么多？你这是拿来干什么？我就直说了吧，我准备定制一款手机，从你们这里贴牌生产。我准备要卖手机。你是要买我们的手机进行贴牌转售？雷鸣眉头一皱，这么说自己可就成了代工厂了，为对方打工了。不错，不过你也放心，我并不需要你们如今推出的旗舰机，只需要你给我们定制一款手机就行，而价格可以跟你们的零售价一样。雷霆犹豫了起来，这似乎不是太过分，而且对于他来说，这可是一个不小的诱惑啊。你是说可以要我们淘汰掉的设计方案，而且还给我们零售价采购？不错，你考虑一下吧，我对大麦手机的质量还是放心的。如果是这样的话，我非常愿意尝试。很好，那就这么说定了，你将设计方案给我看看，如果可以，我直接就给你们付款。至于你们的操作系统，我希望你们也可以给我们授权使用。是的，王明想要对游戏进行优化，还是需要大麦手机操作系统上面的权限的。王总，我想知道你要怎么做才能够得到充足的利润，更是打响品牌溢价能力。很简单，我要做一款专门的游戏手机。王明没有说太多，还是需要做出来才是知道的。另一边，绝境求生的手游版也是正在进行着研发。总裁，不好了，我们的游戏创意被龙国人偷走了，他们发布的生存游戏与我们的高度重合，难道我们被泄密了？什么？我们的游戏被抄袭了？到底是怎么回事？怎么被偷走的？我们目前正在内部调查，可以确认龙国人一定是偷走了我们的游戏。我们有沙漠地图，他们也有，而且各种游戏的模式以及武器都一模一样。副总一脸震惊地说道：“他们的确是没有想到，这款游戏已经在龙国发布了。根据我们的调查，龙国人1个月不到，销售额已经近1亿美刀。这一款游戏即将成为一个爆款，我们不能够就这样放弃啊！该死的龙国人，立刻起诉！龙国人从来都没有创新能力，他们只会抄袭。”一时间，黑洞公司开始收集着资料，准备着起诉了。重磅！绝境求生被曝抄袭，黑洞公司晒出证据，表明他们的创意被偷走。卧槽！难道绝境求生真的是偷来的创意？我就说嘛，企鹅科技只会代理，他们哪里有什么原创啊？火线是代理别人的，王者也是借鉴端游的。你们看人物建模以及各种细节，跟黑洞公司的一模一样。此时舆论那可是越来越盛，负面消息全面指向着企鹅科技。马总，这是黑洞公司给我们的律师函，他们已经起诉我们商业间谍行为。如果我们可以和解，他们可以不起诉我们，让我们承认抄袭，将绝境求生全面转让给他们，只给我们留下2成的股份。这胃口可是真的大。马总，黑洞公司显然是想吃干抹净，他们可是真的无耻啊！如今绝境求生可是一个摇钱树，而对方直接要抢走，这是绝对不可能接受的。告诉黑洞公司，企鹅科技不怕事，他们要是有证据，那就起诉。法务部立刻反诉他们诽谤，我不嫌事大，立即给我打回去。是，我现在就去办。一时间，企鹅科技开始了全面的反击，不就是打嘴仗吗？他们可从来没有输过。
重磅！企鹅科技状告黑洞公司诽谤，要求赔偿其损失，再次起诉。黑洞公司使用卑鄙的手段，想窃取绝境求生的股份。此时网友们那可是傻眼了，这舆论导向可是再一次大变。我操，这黑洞公司太狠了，这是直接抢啊！对啊，原本我还支持黑洞公司，看到那么无耻，我直接站企鹅科技这边。看来黑洞公司可不是什么好鸟，如果真是他们先搞出来的，为什么不发布？无耻，这就是想来抢钱，支持企鹅科技起诉。黑洞公司老板被企鹅科技的操作搞得非常的生气，自己的游戏被偷了，却被别人反告。总裁，我们咨询过律师，我们并没有绝对的证据表明这就是企鹅科技偷的。我们如果真的想跨国起诉企鹅科技，胜率并不高。可恶，我不相信真的有人能够想到同样的创意，就算是真的有相同的创意，设计上也不可能如此相似，一定还是我们泄露了。目前来看，我们最要紧的是推出游戏，抢占全球市场。看来我们必须要加速了，年底前必须要推出我们的游戏。一时间，黑洞公司暂时的安静了下来。而就在全网还在关注绝境求生事件时，一家名叫麒麟手机的品牌出现了。重磅！企鹅科技进入手机行业，麒麟手机横空出世，巨头投资。这一招直接让麒麟手机从默默无闻变得全民关注。企鹅科技都要造手机了，看来手机市场很吸引人啊！一年卖几亿台手机，你说吸不吸引人啊？是呀，几千亿的大市场，谁都想来分一杯羹。企鹅科技虽然强，但是他们没有造过什么产品啊，他们的手机真的造得好吗？事实上，阿拉丁布局手机更加早一些，只是不温不火的那种。可恶，企鹅科技竟然直接开始造手机。马总，目前几大手机厂估值都比较高，显然企鹅科技没找到合适的厂商投资，那他们也只能够自己造了。麒麟手机、麒麟汽车、麒麟电池，如果我猜的没错，这背后都是王明操控的吧？看来企鹅科技与拼东西的合作非常密切，他们已经形成了联盟的关系了。副总一脸凝重地说道：“一个企鹅科技都是强劲的对手，如今再加一个拼东西，他们更加难了。手机行业是新的战场，我们也不能够输，继续投资魅力手机，我们要以此为突破口。是，这是我现在就去办。”一时间，阿拉丁也开始将宝压注在手机行业之上。今年双11是我们的重点，我们必须要突破1000亿的成交额。马总，我们已经招商结束，目前在做最后的准备，我们一定可以突破1000亿大关。而此时的马富贵并不知道，王明也在准备着双11。小马哥，样机我们已经生产出来了，手游准备的怎么样了？老弟，我们已经的差不多了，就差优化跟收尾了，一定可以赶在双11前完工。好，小马哥，那我可就等着了。这一次我们争取一炮打响。回到公司，王明又将赵飞宇叫了过来，部署着双11的工作安排。老赵，咱们的招生情况怎么样？这一次我们也要搞一次狂欢，阿拉丁有的，我们都要有。目前招商已经完成，商家们对此非常感兴趣，他们也愿意拿出更高的力度来。我们已经有上千个标品，全面对标阿拉丁的商品，价格绝对是全网最低。很好，这一次我给你定一个500亿的小目标，还有另一个目标，那就是绝对不能够让阿拉丁突破1000亿。王明根据上一世的记忆，阿拉丁双11突破了1000亿的成交额。哦，我有信心完成。赵飞宇还是非常有信心，让拼东西再上一层楼的。很快，拼东西公开宣布，重磅！拼东西将开展双11大促，对标阿拉丁，双11不再是专属。拼东西宣布全网最低，欢迎比价。巨头大战，咱们又可以薅羊毛了。谁说不是呢？有竞争才好啊！这一次我们又可以大购物了。这一次我要买够年货，把未来几个月的东西都买回来。消费者满脸的期待，不禁让阿拉丁感到愤怒以及不安。而让他们更加不安的是，麒麟手机亮相了。重磅！麒麟手机发布会今日举行，全新品牌手机正在发布中。这手机是什么价位啊？是旗舰机还是什么千元机啊？肯定是旗舰机，千元机巨头们哪里看得上啊？旗舰机的话，那还真的还是可以看一看。很快，这一台龙国人民都关注的手机，可是正式亮相了。广大朋友们，今天我们给你们带来的手机采用了旗舰机的配置。我们对于这台手机的定位是游戏手机，我们通过与游戏厂商的合作，对游戏进行深度优化，我们可以做到只有5毫秒的延迟。游戏玩家如今可是内行啊，他们一听这延迟那么低，那可是兴奋了起来。我操，只有5毫秒的延迟，那不是肉眼都感觉不到啊！这牛逼啊！我平时都得有30毫秒的延迟，这可是提升不少啊！这可是满足了我们玩游戏的需求啊，必须要买一台。此时来现场的都是一些年轻人，他们对于手机最大的需求就是玩游戏。聪明啊，运用游戏厂商的配合，让游戏更加流畅，这一个优势目前没有一家厂商有的。雷总，我们以前总想拿到最先进的芯片，以此为卖点，表示游戏更加流畅。现在看来，还有另一种办法，能够让游戏玩得更加流畅。是啊，我们眼光还是太短浅了，如今已经被王明抓住先机了。以前觉得王明是靠运气，现在看来，对方的眼光是真的厉害啊！雷霆也是被征服了，这一次他们被王明狠狠地上了一课，而其他的厂商老总们脸色也并不是太好，他们同样也是很诧异。原来还能够跟游戏厂商合作优化，我们竟然晚了一步，落后一个后辈了。我们也去跟游戏厂商合作，这将是未来的发展趋势。我们也要对游戏进行优化，不能比麒麟手机差太多。显然，众人都认为游戏优化是迫在眉睫了，而他们并不知道，这只是一个开胃菜而已。广大朋友们，今天我们的麒麟手机还将
将首发一款全新的枪战手游。赵飞宇这么一说，立马吸引到了所有人的关注，尤其是听到枪战手游，我操！难道说是绝境求生不成？全新的枪战手游，难道真是这个？这端游才出现没2个月，这就是要出手游了不成？要是真的出手游，那不得发疯啊！这玩游戏更加方便了啊！接着，赵飞宇看见讨论达到了高潮，于是也不再卖关子了，立马为大家解开了疑惑。高考落榜的他，即靠拼东西平台以及麒麟手机，成为龙国隐形首富。你们没有猜错，绝境求生手游版来了，而且我们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手游版完全免费。一时间，现场一片欢呼。不得不说，这98块那可是让不少的玩家望而止步。看来企鹅科技还是想通了，竟然真的免费了。亏了，我刚充值买了端游的游戏，你现在告诉我免费了？不一样，端游有端游的乐趣，手游屏幕那么小，是没有端游玩的爽的。正当不少玩家准备跃跃欲试，然而赵飞宇却给他们泼了一盆冷水。各位玩家，由于手游目前还在测试优化中，目前公测仅限于使用麒麟手机，感谢大家的支持。此时网友们也是看懂了，你想免费玩，那就需要买一台麒麟手机。意思是说，现在公测只能在麒麟手机上玩。原本如此，买了麒麟手机就可以玩绝境求生，别的手机都不行啊？这不是成为指定手机了吗？以前手机是首发芯片，如今是首发游戏啊。那也没办法，这可是最火爆的游戏啊！手机反正也要买，干脆买一台麒麟手机吧。一时间，网友们知道没有便宜可以占，羊毛出在羊身上。各位，这一次麒麟手机与大麦手机进行了深入合作，我们有着一流的做工以及顶尖的软件优化，必然给你们一台最流畅的游戏手机。此时众人可知道了，这不只是2大巨头的联合，这里面还有大麦手机的支持。大麦手机代工，这品质肯定是没有问题。是啊，大麦手机1年卖几千万台，这质量还是可以的。那这一台游戏手机到底是多少钱啊？都是旗舰级的配置。一时间，全网可都在猜测着，这样一台手机到底会卖多少钱？我相信大家都好奇这样一台游戏手机到底卖多少钱。这样，我们不要4999，也不要3999，我们只要2999，全当交个朋友。这个定价也是王明定的，他们的成本那是1999，没有1000块钱的利润，王明可不想搞呢。2999似乎也并不是很贵。是啊，小绿小蓝手机那配置还要差点，都要卖好几千块。这配置比大麦的旗舰机要贵不少，但也可以接受。总算没有太离谱，这个价格买台游戏手机完全是可以的。此时一直看着的大麦手机雷平，听到这一个消息，却是显得有些无奈。没想到啊，我们的手机被别人贴个牌就能卖到2999，而且反对的声音并不多。雷总，我们的手机我们只赚几百块钱，而他们却一台赚1000块啊！哎，这笔钱该他们赚，他们卖得好，我们也能够赚钱。人要想得开。雷鸣也是想通了，毕竟人家卖得掉，是人家的本事。接着，赵飞宇再一次说出一个重磅的消息：各位，购买我们的麒麟手机将成为拼东西的黑金会员，买任何的东西都将可以享受到95折的优惠。95折优惠，买一台电脑那不是能够省几百块钱？要是在拼东西买个上万块，那可就是省下来500块啊！那我可以帮别人买东西，反手就可以赚个几百块钱。显然，聪明的人已经看到了商机，95折买普通的商品也可以省几块钱了。重磅！1年1度双11即将开启，拼东西与阿拉丁同台竞技，谁将更胜一筹？而此时，各大创作者那也是非常的热闹。今日热搜开启了丰厚的奖励活动。重磅！电商狂欢活动即将开启，特大福利，每成交1单补贴3元。我已经准备好文章了，就等0点一过就开始发布了。我已经发了，先预热再说，今天的额度用完了再说。各位，这一次的狂欢，我一定要赚够钱。此时，网友们也是不禁讨论起来，想看看到底谁家的最便宜。快下载一个拼东西，听说更加便宜。是啊，我看到好多的文章都在说拼东西平台好。你下载一个今日热搜就可以了，里面可以搜到拼东西的商品。我看淘货网似乎没有什么折扣力度，拼东西竟然更加的强。此时2个平台可都是迎来大量的消费者下单。重磅！淘货网65秒破10亿，比去年提高7秒。拼东西2分50秒宣布破10亿。淘货网还是厉害啊，竟然1分钟就破10亿了。果然还得是老牌电商，主场的确还是属于他们的。拼东西也不错，虽说接近3分钟才是破10亿，但是别人是一个新平台。我看拼东西顶多也就卖100亿而已。商家们都在猜测着最后的成交数据，只不过他们不知道，拼东西如今才刚刚发力。这个商品淘货网竟然贵30块，必须要退了。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感情我昨晚多花了几百块冤枉钱啊！赶紧退了，趁还没有发货，退了再说，就买贵了。很快，2大平台的战报也是再一次刷新。重磅！淘货网目前成交金额破571亿。此时，大家也都在猜测着，目前拼东西还没有公布，淘货宝还是强啊，1年比1年强，强到了极限啊，牛逼的很啊！我现在只想知道拼东西现在怎么样了。重磅！拼东西8小时突破200亿。我操，8个小时突破200亿，这也不少了。昨天谁说拼东西只成交100亿的？给我出来！这情况，拼东西超过300亿还是很简单，我看会达到500亿、400亿也非常不错了。这还是在跟淘货网抢食啊！一时间，无论是投行还是商家，此时都在关注
注着两大平台的榜单。重磅！拼东西突破320亿，淘货网增加至700亿。这一个数据可让网友们傻眼了，那就是差距没有再放大，反而进一步缩小了。同时，也是让马富贵非常的不满，直接询问着负责人：马总，今日热搜大量的文章都在对比我们平台的商品价格，我们的价格的确不是全网最低，这让我们丢失了不少的用户。我们不也是有大量的推广人员，难道还抵不过他们吗？我们的推广者推广的商品，要么是薅羊毛的低价商品，要么就是用金高的高价商品，这正成为今日热搜创作者的素材来源。他们疯狂的抹黑我们平台，可恶！立刻让人举报这些不实的文章，要求今日热搜全部下架，否则直接举报到信息办。马总，企鹅科技的3大平台也产出大量的文章，这些自媒体平台的加持，让拼东西的成交不断增加。就算真的举报成功，时间也是来不及了。一时间，马富贵越来越烦躁，他绝对不能接受拼东西成为今年双11的亮点。立刻投放一批优惠券，满300减50。这一次不只是商家自己降价，我们也要让他们被迫降价。很快，阿拉丁有了专项的活动，他们电商也不断的宣传了起来。我操，满300减50，这买3000块钱的东西，直接再减500块啊！淘货网不愧是老牌电商，这可真的舍得砸钱啊！那么便宜，必须要买啊！现在立刻就买！一时间，淘货网成交额再一次增加了不少。此时，拼东西也来到了一个重要的节点，那就是麒麟手机正式开售。各位，麒麟手机来了，我先买为敬。卖啊！专业的游戏手机，这定位很清晰，必须要买1台。这可太适合大学生了，不买1台都不行。一瞬间，一台台手机订单疯狂的开始成交，王明也非常关注着成交的情况。王总，我看100万台问题不大了。不够，让创作者全面推广麒麟手机，再给他们200块1台的佣金，我要一炮打响。很快，100万创作者那可是全力出击，卖出一部额外给200，还是非常吸引人的。王总，3个小时预订量已经超过了80万台，很好。听说淘货网推出了优惠券，我们也进行补贴，直接满200减50，当然只针对部分高利润的商品。好的。很快，拼东西全网弹窗发放优惠券，一时间，拼东西再一次火爆起来。重磅！淘货网成功突破1000亿，拼东西突破650亿。重磅！麒麟手机预订量达到120万台，麒麟手机创造新的纪录。此时，在大麦手机总部，雷平看着这一个战报，久久的说不出话来。雷总，没想到我们的手机竟然被人高价卖，卖的比我们的都要火啊！是啊，他们成功了，这真的让人汗颜啊！看来我们不能只对硬件了，软件方面也要下功夫啊。的确如此，只不过麒麟手机跟企鹅科技合作，有着得天独厚的游戏资源，这是我们羡慕不来的。此时更加焦虑的还是阿拉丁的马富贵，麒麟手机加上拼东西，对于他来说可是双重打击。马总，麒麟手机一炮打响，他们可是一炮坐稳旗舰机的宝座啊！可恶，王明他到底是什么人？为什么做什么都能成功？目前我们与拼东西的差距只有300亿了，我的底线绝对不能被他们超过，必须要守住。马总，我保证完成任务，拼东西绝对不会越过。副总立下军令状，如果不保住，那就提头来见，这才让马富贵稍微安了安心。重磅！截止23点，淘货网突破1200亿，拼东西成功突破1000亿。2个平台一前一后突破至1000亿，这不禁让人唏嘘不已啊！淘货网这几年可都白干了，风头全部被抢光了。是啊，双11是他们搞出来的，如今竟被拼东西做了加1。最后1个小时了，淘货网看来是坐稳第1，但是他们也是输了。是啊，拼东西1年追赶上了淘货网，明年我看肯定是要全面超过了。一时间，淘货网可是战报不断传播，只不过大家看着确实没有什么感觉了。重磅！淘货网双11再创佳绩，成交额达到1265亿，拼东西成交额达到1123亿。重磅！麒麟手机预订量达到210万台，创下手机行情纪录。我的天啊，首日突破200万台的预订量，这太牛逼了！这到底为什么？为什么那么多人都买啊？你傻，这可是绝境求生首发，你要知道玩端游就有几千万人了。你不要小看游戏党的消费能力，他们可以省吃俭用，但是一台能够打游戏的手机，那是必须要买的。反正我就买了，刚好要换一台手机，如今又是大麦手机代工的，质量有保证。战报出来了，阿拉丁面对着媒体们询问如何看待拼东西，那也是没有回应。一时间，阿拉丁的股价也出现了波动。尽管双11成交额是破了1000亿，但是面对着强势崛起的拼东西，市场的反应并不好。重磅！多家投行对拼东西商城评级提高，估值达到400亿美刀。此时，王明的身价也是再一次大涨。王明拥有80%的股价，一时间，王明已经成为隐形的首富了。音符短视频风靡龙国，下载量突破10亿，千万人瓜分100亿红包。重磅！强盛集团将并入拼东西，强盛公司成为巨无霸公司。一时间，强盛公司成为龙国最火的公司，完全可以跟企鹅科技以及阿拉丁平起平坐。如今强盛集团的估值一定也不弱于2家巨头了。只要再给强盛公司
几年时间，一定可以超过2大巨头。王明此举向全世界都表明了他的实力，这无疑也给阿拉丁带来了更大的压力。此时在阿拉丁，一场决定着阿拉丁命运的会议正在召开着。马总，强盛公司已经成立，这说明他们已经向我们宣战了。企鹅科技也成立了智能制造部门，显然是要发力这手手机相关业务了。各位说说吧，接下来我们是多元化发展，还是专营电商，保持着电商屹立不倒？我认为我们应该回归初心。如果我们再不在电商上面发力，真的有可能会被拼东西超越。不错，马总，我也认为我们应该砍掉一些业务，比如说共享单车，目前来看根本无法盈利。如今的阿拉丁可谓是内忧外患，外有拼东西的竞争，内有不少的亏钱的业务。我认为我们就算全部精力放回电商业务，也很难有太大的作用。想重新获得优势，只有2个办法，要么烧钱，要么降低商家成本。这无疑是动大手术，有可能将平台都给整垮了。我也认为大规模的改革存在着巨大的风险，如果进入电商大战，我们没有足够的钱打电商战。企鹅科技的成功说明多元化是一个趋势，他们能在电商领域分了一杯羹，是因为他们在自媒体及手机行业都有业务。多元化这条路并没有错，我们受损只是因为眼光不太好。我们错误的估算共享单车的盈利空间，同时在自媒体行业错误的走向极端。一时间，众人纷纷的支持着多元化，企鹅科技就是他们的榜样。我们的投资的确是出现了严重的失误，我认为我们要2手抓，一方面电商业务改革，另一方面砍掉一些明显没有前景的业务，多元化趋势不可阻挡。马总，我认为首先要砍掉的一个业务，那就是摩拜单车，目前每天都在亏损，竞争还非常的激烈。既然大家意见都统一，那么就放弃摩拜单车，及时止损。一时间，阿拉丁重新达成了共识，开始进行大规模改革起来。而另一边，王明也开始发布重磅级的产品，这决定着今日热搜的未来。重磅！今日热搜推出音符短视频，音符短视频对标慢手短视频，新的竞争要来了。音符短视频是什么东西？难道跟慢手一样，图味视频吗？不知道啊，不过听介绍，似乎是一个音乐短视频平台。看看吧，慢手的图味视频看起来实在让人反感。管他怎么竞争，咱们普通人就看个热闹吧。随着网络的推动，当所有人看到音符短视频上面的内容竟是如此的酷炫，那直接就傻眼了。这转场技术牛逼啊！里面的小姐姐质量那么高，跳舞跳得那么好，这视频才是人看的，一看就那么高级，比慢手不知道高级多少倍。我感觉比今日热搜更容易上页，刷视频让我停不下来啊！妈呀，暴露了！这平台怎么老是给我推荐美女视频啊？老夫可不是那种人。仅3天时间，音符短视频直接突破了1000万的下载量。此时慢手创始人刘华看着这一个重磅推出的竞品，脸上没有太多的笑容。各位，你们怎么看？音符短视频是否会对我们造成威胁？目前来看，音符短视频对我们还造不成太大的影响，只不过强盛集团是很强大的，我们还是需要关注的。在我看来，短视频领域我们已经当之无愧的老大，就算强盛集团再强大，他们也不可能抢走我们的市场的。音符短视频不可能成功的，我们有上亿的用户，这些用户都是我们的忠诚粉丝。说的也是，目前我们的用户主要是北方，南方的渗透还比较小，我们要提前抢占市场，挤压音符短视频的生存空间。我们立刻增加大量的推广源，进行全方位的推广。一时间，慢手全面出击，开始抢先一步抢占着市场，而音符短视频却在缓步推进。重磅！慢手短视频用户突破1.5亿，慢手成为最火短视频。此时媒体们也感觉音符短视频起不来了，要被内部放弃了。果然王明只能搞新项目，短视频有慢手这一个强者，根本就没法成功。我看音符短视频还是倒闭算了，否则只会浪费更多的钱。此时在企鹅科技总部，刘华却出现在这里。这一次他是来融资的，毕竟企鹅科技早就想对他们进行投资。刘总，我们对于贵司的条件不能接受，因此我们无法进行投资。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前面你们不就这一个条件吗？现在我们同意了。不好意思，刘总，估值是动态调整的，就这样吧。说完，这一位赵副总直接就是转身离开了，这让刘华彻底傻眼了。此时赵副总带着疑惑来到了马平安办公室，眼看投资就要谈成了，最后竟然被叫停了。马总，刘华已经松口了，这可是我们拓展业务的好机会。慢手如今的数据非常的好，原因很简单，音符短视频出现了。可是目前音符并不强，甚至外界都在传强盛已经放弃了。你们不知道，王明这是在憋大招，今年上春晚的产品有可能就是音符短视频。这一个消息也是王明随口说出来的，马平安这才紧急叫停的。既然是这样，难道说音符短视频的优先级比今日热搜还要高？是啊，王明既然都说了，那估计是差不了了。你应该知道，一旦借助春晚的流量，音符将会发展到何种程度吧？马平安一脸严肃地说着，春晚可是1级的流量，那可是全民参加。如果是这样的话，咱们的确更适合投资音符，您怎么不去说说这事啊？王明说这是他的拳头产品，可以自己搞。说到这，马平安也是有些无奈，他自然是想投资的，王明越不让投资，说明价值越高。那我们就这样放弃短视频平台吗？王明都进入了，说明前景一定很好。我们既然不投资，那我们完全可以自己搞一家。还别说，这一个建议让马平安点了点头，他还真的不甘心就这样放弃了。好，就这样办，我们自己搞一个平台，花5亿美刀全砸到内容上面。那我就立刻部署下去。刘华失去了企鹅科技的投资，马上又盯上了阿拉丁，阿拉丁自然不会放过。重磅！阿拉丁
宣布投资慢手短视频，阿拉丁正式进入短视频领域。企鹅科技打造微界短视频平台，微界短视频向社会招聘创作者。两大巨头再一次出手，可是让网友们再一次大惊，这可是全力压住短视频啊！听说了吗？慢手被企鹅科技拒绝了，这才找的阿拉丁。这怎么回事啊？难道要价太高了不成？听说也没有多少，因为慢手缺钱，将估值都放低了。这么说，阿拉丁捡到便宜了，那么便宜就入股了慢手。短短半个月，微界在企鹅科技全方位的推广下，用户直接突破1亿。微界这内容太少了，根本不够看啊！是啊，这微界不行啊，内容跟不上，很容易就刷完了，刷几分钟就看不到喜欢的视频了，真没意思啊！1周时间的使用，不少的人直接给了差评。此时，网民也开始发力了。月底就是春节，他的造势正式开始了。重磅！音符短视频将上春晚，春晚将狂撒100亿现金。这时，无论是马富贵还是刘华，可都愣住了，这可是一个灾难啊！听说音符短视频要上春晚，将发放4轮10亿的现金红包。不仅如此，集五福如今也放到音符短视频上面了。听说集五福10万人瓜分10亿，人均1万块啊！1万块啊，不就是下载音符短视频吗？试一试再说。很快，在这一波操作之下，人们可是自发的下载了起来。重磅！音符短视频下载量突破2亿，慢手短视频正受到挑战，地位将不保。音符短视频的发展让创作者们得到了巨大的流量，此时终于尝到了甜头。单日新增100万粉丝，家人们多火了，打爆了！我随手发了一个视频，竟然直接有了1000万播放。音符短视频背景太强大了，咱们可终于熬出头了。前面都是靠保底收益活着，接下来应该可以赚大钱了吧？此时节节攀升的数据让同行们直接傻眼了。刘华听着汇报，那眉头皱得越来越难看了。刘总，目前音符短视频的用户突破2亿，距离春晚还有2天了，预计还会疯狂的增长。我们估计有可能突破4亿的用户，他们将追赶上我们了。我们没想到强盛公司竟然将音符短视频上春晚，这一招根本无解。早知道我们也将前面的推广费全拿去竞争春晚了。是的，有人可后悔了，为什么他们没有去竞争春晚啊？重磅！今晚8点春晚将准点开播，音符短视频冠名春晚，风靡龙国。今晚8点10分，10亿奖金将进行最后评分。此时马富贵可难受了，他前脚才投资了慢手短视频，后脚音符短视频就直接起飞。马总，音符短视频已经有6亿用户参与，这将全面碾压慢手。最为严重的是，音符短视频不仅得到南方用户的喜爱，更是打入北方用户之中。可恶，网民太狡猾了，我们的投资完全打水漂了。咱们现在怎么办？要不要直接撤资？一旦撤资，我们就承认失败，我们将失去短视频领域的入场券了。保持投资，短视频不可能一家独大的，一家垄断的。不论是哪一个行业，都不可能一家独大的，哪怕是同质化，也能吸引着这方面的用户的。那我们要不要继续追加投资？面对着微界以及音符的竞争，我们必须要留住用户才行的。此时的刘华自然也是知道这一个问题，也在向着投资者们要求继续融资了。各位，我们要加速融资，否则我们将面临着衰退。刘总，我支持，或许我们可以继续向阿拉丁寻求追加投资。我们绝对不能够输，我们也要打广告。是的，我们需要钱，必须要留住老用户。此时春晚正式开始了，龙国人民都在狂欢之中，无数人都坐在电视面前，期待着一轮轮抽奖能够分到多少奖励。胆大包天，我一个重生者，收保护费敢收到我头上，看我不把你干倒闭！观众朋友们，现在打开音符短视频，摇动你们的手机，接下来由今日热搜赞助的10亿红包雨即将发放。一时间，所有人开始晃动着手机，不少人已经领到红包了。我的天，我拿到了52块钱，这真是红包啊！不是吧？为什么我只有8.88？什么鬼？红包与我擦肩而过了。一轮红包雨下去，有人欢喜，有人不爽。而此时有一个细节，却让一众手机厂商一脸无奈。雷总，主持人手里的是麒麟手机，王总可是将春晚发挥到了最大作用啊！不仅是短视频，手机也进行了推广。确实是麒麟手机，并不是我们大卖手机的标志。还是王总眼光好，仅仅花了10个亿，就让旗下的多个品牌进行曝光，真是太强了。目前就差麒麟汽车了。王明运用了所有资源，基本上能上的都上了。此时赵飞宇也汇报了一个好消息，王总，就在刚才，一共有5.2亿人参与摇一摇红包，我们的音符短视频已经坐稳了头号交易。不够，我希望能够突破6亿。好，我保证完成任务。赵飞宇点点头，他相信还是可以的，毕竟还有10亿红包没有开奖呢。很快，人们还在疯狂的集着福卡，只有500多万人齐集了，这意味着200块一个人。继续集福卡，最后的机会了。我需要一张敬业福，谁给我，我陪他吃饭。随着9点的到来，最让人期待的10亿大奖瓜分又掀起一轮高潮。哈哈哈，152块，相当于一个大红包了。感谢音符短视频，太感谢了，我也得了158块，这真的瓜分到了。152块，不错了，总算没有辜负我的期待。音符短视频牛啊，说给10亿就10亿，跟我算的一样。一时间，得到红包的人纷纷表示感谢，并且分享着自己的喜悦。随着倒计时的到来，1年1度的春晚结束了。此时最大的赢家非音符莫属。重磅！音符短视频用户突破8亿，音符短视频获得
巨大成功，用户可以升级最新版本，届时开放提现入口。卧槽，这推荐旁边怎么有个商城入口？我的天啊，还真有东西卖啊！感情这升级版本就是增加了商城功能啊！不管那么多了，我现在要提现刚才中的188红包。一时间，大家虽然发现了商城入口，但是也只是惊讶了一回。如今他们想的是怎么将钱提出来。恭喜你获得红包膨胀功能，可将红包膨胀至3到20倍，是否选择膨胀？这时有人看到可以增加现金，那就直接选择了，毕竟20倍的诱惑是非常的大的。可以将红包膨胀至少3倍，那不是150变成450了吗？对啊，最高20倍，150可以膨胀到3000块啊！那必须要试一试，说不定单车变摩托。恭喜你膨胀4倍，你将获得608元优惠券，是否使用？不是吧，原来是变成优惠券，必须要消费才能变现啊！这亏了吧？是有点坑人，不过好像也不是太亏吧？这个优惠力度可比双11的强。好像是这个道理。淘货网大促也只是满300减50，如今这里是满200减50。我看这不亏，你要是要买大件的话，还真的挺划算。一时间，一些选择膨胀的人看着现金变成优惠券，似乎感觉好像也不是太亏。红包真的到账了，我还是要现金吧，优惠券就不要了。我双11才买了大件，还真没东西可以买了，还是要现金吧。各位，我膨胀了10倍，得了满1万减2000的优惠券，直接可以买水果手机，还是优惠券划算。这些大额优惠券是真的划算。是的，这是王明留的后手，毕竟10亿红包瓜分出去，他可不甘心这些钱全部体现。王总，至少有40%人选择膨胀红包，我们将红包都往我们的麒麟手机上引导。目前我们的手机销量大幅增加，很好，继续引导。红包雨的40亿现金红包也给我全部膨胀，我要让他们都留下来消费。此时，3大电商平台只有拼东西开启着春节购。这时马富贵还在老家过年，却接到了副总紧张的电话。马总，不好了，王明搞偷袭，拼东西开启春节大促，活动力度非常的大，尤其是他们发放的50亿红包，很多人都升级成了购物红包，消费者购物意愿非常强烈。什么？音符短视频上线了商城，红包变成优惠券，大量的用户正在下单购物。马富贵直接被惊醒了，要知道他们的核心可就是电商啊。马总，我们要不要立刻上线大促销？春节我们上线了一些活动，但是力度非常小，根本没办法跟拼东西相比。怎么上线？我们根本就没有做好准备，直接再来一次优惠券嘛。上一次我们已经失信于商家了。是的，双11大促销，他们擅自上线了优惠券，导致很多商家亏钱，非常的不满，甚至有些商家起诉了平台。难道我们就这样看着拼东西大促销不成？如今他们席卷着整个春晚的流量，这对我们造成很大的影响啊！还是我们大意了。去年我们被企鹅科技偷袭淘货宝，今年我们再被王明偷袭电商，我真恨啊！马富贵的确是恨啊，一个亏他竟然吃了2次。很快，春节大促销结束，人们也纷纷回去上班去了。重磅！春节大促销拼东西突破500亿成交额，音符短视频成交额突破300亿，音符短视频上线电商，拼东西估值再次大增，多渠道导流。此时慢手短视频的人发现，他们的地位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刘总，我们的月活用户跌至近1亿，音符短视频对我们造成了极大的影响。是的，他们好不容易月活突破1.5亿，而如今却跌回了这一个数字。北方地区用户减少明显，东北3省被音符短视频渗透最为严重。可恶，仅仅一个春节，我们竟然就成了老2，这一个结果我不能够接受。目前音符短视频上线了电商功能，这直接让音符短视频实现了盈利。我们要不要也上线电商功能？电商功能？可是我们没有现成的电商平台啊！刘华摇摇头，拼东西是人家自家的平台，可以直接放商品去卖，而他们可没什么电商平台。刘总，音符短视频虽然抢走我们的用户，但是也给我们指了一条明路，那就是电商是真的可行的。我认为我们完全是可以做的。好，这事就这么办，我们绝对不能输。此时，马富贵也识时务的，他知道拼东西已经活下来了，如今只能打压对方的发展速度。各位，拼东西已经成为了我们的心腹大患，谁有办法能够打压他们的成长？马总，拼东西目前有着2大产品的引流，它没有任何的缺点，想打败很难啊。马总，我说句不好听的话，拼东西与一成，我们能够做的就是跟他们平分市场了。淘货网最终也没找到可以对抗拼东西的办法，反而今日热搜再一次宣布了一件重磅消息。重磅！今日热搜与音符短视频全面互通，创作者可获得收益分成。太好了，这是一个1级的平台啊，说不定可以100万播放。这要是爆一个视频，怕是有上万块的收益分成啊！我直接就可以同步视频去音符了，这样更多的人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了。各位努力生产视频吧，平台不会亏待我们的。随着平台之间互通，这无疑是加快了自媒体平台的洗牌。马平安也是非常的不满。各位，音符的成功说明短视频领域非常有前景，我们微界必须要加码，投入更多的资金，寻找更多的优质创作者。一时间，企鹅科技纷纷加码微界，短视频大战似乎一触即发。然而此时，在另一个行业，王明却遇到了一个难题。王总，高兴
新科技向我们发函，要求我们支付专利费3.77亿，我们要向他们交3亿多的专利费，这是怎么回事？王明有些傻眼了，这卖个手机，高新科技怎么找过来了？我问过了，据说芯片技术很多都是高新科技的专利，他们一台收取5%的专利费，我们卖了400多万台，所以就是3.7亿这样的专利费。可是我们向大麦手机买的手机，按理说这专利费大麦手机已经交过一次了，我们凭什么还要再交一次？对呀，是这个理啊，又不是我们自己造的手机，凭什么让我们再交一次啊？赵飞宇也是反应了过来，交过一次了，为什么还要交？打电话给雷平问一问什么情况。于是很快一个电话就打过去。此时大麦手机的雷平也有些傻眼。王总，你们的手机我们肯定交过专利费的，这一点是可以确认的。那为什么高新科技还在催我们交专利费？他们直接要我们交3.7亿。王总，这是我去跟高新科技解释，这应该是一个误会。好，我等你的回复。然而当晚上的时候，雷平直接过来找到王明，说出来一个让人震惊的消息。王总，不好意思，高新科技态度强硬，他们表示只要是独立的厂商都必须要交专利费。雷总，连你出马，他们都不给你的面子。王总，我已经尽力了，他们说除非麒麟手机承认是大麦手机的子品牌，否则那就算2家公司。他妈的，这些老外就是想敲竹杠，看着我们赚钱了，就想来敲我们一笔。王总、赵总，这一次高新科技的确是很过分，但是芯片用的是他们的，如果他们真的不让我生产麒麟手机，我也只能够被迫答应了。雷平很愧疚，但还是将最坏的结果说了出来。雷总，你这说的什么话？我们为你带来了400万台订单，让你们躺着赚钱，现在你们竟想着主动放弃麒麟手机，你说这话就没良心了。赵飞宇直接开骂，此时的雷平也只能不断道歉，真到了那一步的话，他也没有办法。实在不行，这样吧，这额外的专利费我们愿意分担一半，你们只要出一半就行，先将问题解决了再说。高新科技也是为了钱。雷平也不是傻子，对方就差直接说自己看上麒麟手机了。想敲我的竹杠，我倒要看看他们的牙口好不好。雷总，谢谢你的好意，我不接受任何人的威胁我，老子重活一世，可不是来受气的。王总，如果不妥协的话，那我们只能为你们的手机采购其他的芯片了，比如联科芯片以及4星芯片都还可以，只是性能要弱一些。雷平说着备选方案，高新芯片并非唯一的选择，比如魅力手机就用的其他芯片。这样吧，我也不为难你，你替我们生产到1000万台就停止生产。高新科技要专利费，就让他们来找我要。至于后续麒麟手机的芯片问题，我们来解决。王总，这不是问题，不过这样的话，你们将彻底与高新科技决裂，后面怕是想再合作很难了。雷平认真的说道，在他看来，这钱也不是太多，跟高新科技闹翻是非常不明智的选择。接上集，高新科技想2次收麒麟手机的专利费，王明直接自己制造新品。雷总，人活都是为了争一口气，我可不会因为损失不大就接受这种不公平的对待。好吧，既然这样，我会想办法继续生产麒麟手机。好，就这样吧。随后，王明就带着赵飞宇来到一个环形的巨大生产车间。梁老，情况怎么样了？我看工厂已经运转起来了，这是有突破了吗？王明，你可总算来了，我还以为你快把我们都忘记了。梁老很高兴，这一年来，他们在资金充足的情况下，光刻厂总算盖成了。梁老，我这不是来了吗？看你这情形，看来是有好消息啊。的确是有一些好消息，这是我们生产出来的芯片，我们最高可以生产10纳米，最低生产40纳米，光刻厂的技术已经获得了成功。这么说，我们目前可以生产多种规格的芯片，甚至只要有芯片，生产10纳米的芯片也是可以的。不错，只不过目前我们并没有先进的芯片可以进行测试。我们虽然与华安手机有一些合作，但是用来测试的都是低端的芯片。这事好办，我去跟任老谈，我相信他们是会支持我们的。好，那这事就交给你了，我继续去测试了。很快，王明带着大好心情的前往华安科技，最终见到了任老。王明，你是说你们现在可以制造10纳米芯片的能力了？不错，梁老正是我们聘请的专家，他说完全可以生产10纳米芯片了，所以今天我过来找订单了。太不可思议啊！王明，你到底是什么样的人？龙国卡脖子的项目竟然被王明攻克了，而且对方在1年前就开始布局了。任老，我只是一个希望看着龙国崛起的人，想尽我最大的力量，不再让外国人卡我们的脖子。好，你这个朋友我交定了。既然你们能够制造芯片，那我就将订单给你们，让你们全力生产。目前我们可能无法满足你们的订单需求，你们只要给我们一些额外的订单就够了。现在我不想暴露我们的芯片制造能力，因为我们的产能还比较小。这样也好，如今我们跟国际高端芯片还有一些差距，的确还没有到全面摊牌的时间。是的，如今国产芯片供应链还是很弱小的，还需要时间发展的。王明，听说你们被高新科技威胁了，要求你们支付额外的专利费，否则就断供芯片。是啊，不过我可吃软不吃硬，想让我掏钱，哪怕我有再多的钱，也不给他们1毛钱。如果你们要是实在没有办法，我可以卖一些高端芯片给你们，只不过我们需要持股麒麟手机，这样才不违反我们对外出售芯片的原则。我懂你的难处，也知道你的用意，感谢你的帮助，目前我还能应付。王明微微一笑，如今光刻厂都搞定了，接下来就是自己设计芯片了。好，我相信你可以解决任何的问题。一个连光刻机都能生产出来的人，我相信没有什么能够难得到你。此时在高新
新科技的总部，副总正在跟区域总裁杰克汇报着。龙国人真狡猾，他们没有答应支付我们专利费，也没有拒绝。我认为他们这是在故意拖延时间。你是说他们故意不交专利费，又不想得罪我们，所以一直在拖延？我认为是这样的，前面已经有魅力手机不向我们交专利费，我们不允许再有人挑战我们，否则会有更多的人不交专利费。看来我们不能够让他们拖延下去，必须给他们一些教训。杰克在龙国也生活快半年了，知道龙国人喜欢打太极，不跟你正面冲突，喜欢拖延时间。你认为我们要怎么教训麒麟手机？我认为直接要求大卖手机停止为麒麟手机生产手机，否则直接断供芯片。既然麒麟手机不想跟我们谈，我们就逼着他们谈。很好，这是你去败。麒麟手机必须要交钱，龙国厂商都必须要向我们上缴专利费。很快，在高新科技的施压之下，此时的大卖手机也面临着巨大的难题。雷总，芯片首发我们不能够丢，我们的新品手机就是靠芯片首发，这是一个卖点。一旦错过了这一个机会，我们就会被同行压一头了。雷总，我看咱们就答应了高新科技吧，高新科技得罪不起啊。高管们你一言我一语，雷霆的脸色也是非常沉重。事实上，他的确是没有太多的选择。一旦这样，我们就抛弃了麒麟手机，这将引来王明的不满啊。雷总，在商言商，为了一个麒麟手机，直接得罪芯片商，这是得不偿失的。而且专利费我们都承担一半了，算是仁至义尽了。在手机行业，技术可是被国外封锁的，可不是搞互联网项目，不需要什么技术。是啊，雷总，他们卖手机赚了那么多钱，又不是没有钱交，出点钱怎么了？在高管们看来，为了一点点小钱就得罪芯片商，这是非常傻的。看来只能这样了，这是我跟王总谈谈。一时间，压力再一次给到了王明头上。王明也知道没得太极打了，必须要表态。重磅！麒麟手机遭遇芯片商勒索，麒麟手机表示被高新科技收取双重专利费。卧槽，这些老外太无耻了，竟然强行收取专利费！这是强行收取双重专利费，不给直接就是威胁断供芯片。王总干得好，咱们不接受勒索，直接举报他丫的。干他丫的，这明显就是来抢钱的。看这麒麟手机卖得好，就来抢钱了。在今日热搜以及企鹅科技自媒体的带动之下，此时全网都在声讨着高新科技，而王明也直接举报到了管理署，更是让舆论不断发酵。各位，麒麟手机举报高新科技利用垄断地位强行勒索敲诈，你们怎么看？林老，我认为这的确是高新科技的问题，他们太过分了。很明显就是高新科技的错，他们太霸道了。老外让我们尊重知识产权，但是他们如今却用这东西敲诈，这种风气绝对不能够惯着。咱们直接以管理署的名义要求他们停止收取额外的专利费，我相信他们也会同意的，这样能把事态影响降到最低。林老提出一种稳妥的方案，那就是直接干预，相信对方也是会同意，毕竟对方也是不占理。这样的确是可以，不过这处罚未免也太轻了，我认为应该给予他们适当的处罚。不错，我认为做错了事就得处罚，尤其是麒麟手机可是正式的举报。一时间大家都倾向于处罚，不过大家更加关心的是，一旦真做出了处罚了，麒麟手机似乎还是解决不了芯片的问题。咱们不是有国产芯片吗？少了高新科技也不是活不了。我看正好借这一个事发展国产芯片，就算是国外嫉妒，那也是理亏的。是呀，这样他们想对国产芯片下手，也没有合适的借口的。群众这样一说，大家纷纷的点头，这样国产芯片可以小心翼翼的发展，避免迎来国外的围。重磅！高新科技存在违法行为，龙国决定对高新科技处罚5000万。妈的，龙国人竟然敢处罚我们，这是在恶意打压老鹰企业，我一定要向国际贸易署控告。老板，很明显，龙国人偏袒着他们的企业，我认为我们应该向他们进行控诉。可恶，我要向我们的国王控诉龙国人的无端打压，我要让整个西方世界都知道龙国人打压国外企业。一时间，西方那可是炒作了起来，龙国人恶意打压老鹰企业，此时管理署的林老也坐不住了，全面披露事件的真相，要求他们在1个月内支付罚款，否则不允许他们继续在龙国开展业务。林老，如果高新科技真的不交罚款，真的不允许他们开展业务了吗？目前他们的芯片可是最强的，西方都是纸老虎，一旦真的影响到他们自身的利益，我不相信他们不妥协，我不相信高新科技愿意放弃龙国市场。不错，林老说的对，高新科技只是嚣张，并不是傻子，他们敢放弃，那就等着血本无归吧。一时间，各种证据可都晒了出来，甚至就连杰克的嚣张录音可都有。重磅！龙国决定对高新科技以敲诈金额同等数量罚款，累计处罚3.77亿。此消息一出，所有人都傻眼了，大家没想到处罚再一次加重了。高新科技总部也是讨论纷纷，也在商量着决策。这一次龙国人似乎是认真的，如果我们不在1个月内支付罚款，我们将被停止在龙国的业务。你们认为我们是否应该支付这3亿多龙币的罚款？老板，龙国人没有权利处罚我们，我们也没有做错任何事。是的，龙国人这是恶意打压，我们不可能让他们得逞，这笔钱我们不能交。龙国数家厂商都依赖着我们的芯片，我认为我们并不需要害怕。他们只是在吓唬我们，他们绝对不敢牺牲这些厂商的利益。显然，这些人并没有被吓着，他们还是一如既往的傲慢。很好，我们绝对不接受龙国人的打压，告诉国王，让他们采取外交途径施压。一时间，高新科技再一次强硬的表态，老鹰的渠道的施压也是来了。
事情不断扩大中。此时，王明选择了采购华安科技的芯片，毕竟这些芯片自己的工厂可以造出来的。支持麒麟手机，咱们有自己的芯片，不需要买外国老的。谁说不是呢？国产芯片并不弱，只要给国产芯片一些时间，一定是可以超过的。这一次高新科技绝对是要损失惨重，本想收点专利费，如今可把芯片订单都丢了。这一波华安科技赢麻了，这意味着国产芯片将用在高端手机上面了。面对着麒麟手机的反击，高新科技也更加强硬，直接就宣布麒麟手机禁止使用高新科技芯片。然而，当高新科技觉得他们不可能失去任何的东西之时，一个个坏消息却传了出来。老板，我们的芯片无法通过海关，我们的芯片无法进入龙国了。联科芯片与魅力科技达到合作，将向魅力公司提供芯片。四星芯片也被曝光拿下多家订单，我们的市场份额正在被瓜分。这该死的龙国人，他们竟然真的敢暂停我们的业务，他们有什么资格，有什么权利这么做？看来龙国人是来真的了。如果我们的芯片无法进入，那么我们将会失去龙国市场。我认为这是龙国人在向我们施压，想让我们妥协。我们的芯片是最强的，是不可替代的。我认为只要我们继续强硬，龙国人一定会灰溜溜的恢复的。是的，我们的新款芯片即将发布，我们已经跟大麦手机谈好了合作。没有我们的芯片，他们的新品根本无法推出。是的，大麦手机妥协了，如今芯片直接被禁了，相信大麦手机是会更加着急的。各位，我们的新品马上就要发布了，如今高新科技被限制，我们的新品是否发布，还是换新的芯片？雷总，我们的首发芯片已经确认了，如今更换并不合适，而且我们也没有别的芯片可以选择，性能都跟不上啊。是啊，雷总，目前还没有能够跟高新科技芯片对抗的，我们其实没有选择。看来我们只能够退出手机的发布了。雷平无奈地说道，也只能够等待下去，才会有转机了。接上集，面对高新科技的垄断以及打压，王明决定自己造10纳米芯片，主打不差钱。神老，我预测高新科技可能会发起芯片战，他们的目标将是你们，我建议你们要早做打算。王明，你也认为我们有可能会被打压？这是肯定的，外国人不会看着我们科技崛起，否则他们还怎么赚我们的钱？不能够拥有任何先进的技术，这就是他们的企图。连你都看出来了，看来我们距离被打压不远了，我们必须要提前做好准备了。任平点点头，他也是有感觉的。如今龙国芯片虽然还不如高新芯片，但是差距并不大了。神老，我知道你们有备胎计划，我认为是时候启动备胎计划了。他们有可能不允许国产芯片使用任何老鹰的技术。什么？你知道我们的备胎计划？任平不禁一惊，这个计划只有内部高管才知道的，这可是机密啊！如果真像你说的，我们的芯片将直接瘫痪，无法生产，更无法使用。这就是我最担忧的，你们是龙国芯片的希望，一旦你们的芯片无法生产了，那么所有厂商都将成为提款机，源源不断被国外芯片商收割。好，我相信你的判断，我们立刻启动备胎计划。我们共同努力，你们做好芯片储备以及设计工作，我来解决芯片的制造能力。好，我们一起努力。一时间，两家巨头共同做着最坏的准备，而正如王明想的一样，这已经成为一个导火索。国王，华安科技正在挑战我们的芯片霸权，我认为是时候对他们进行的限制了。杰克，你认为我们应该怎么限制他们？至少我们应该先将华安科技赶出老鹰，让他们的手机无法在老鹰销售，这样可以保证水果手机市场不丢失。杰克一脸阴笑地说道：“水果手机可是高端手机的领头，里面的利润是巨大的。我们要以什么理由将华安手机赶出去？必须要有一个合适的借口，否则龙国人也不是吃素的。我有一个无懈可击的借口，那就是华安科技手机存在泄密，影响到了老鹰的国家安全。非常棒，就这么干。华安科技就是影响到了我们的国家安全。”一时间，老鹰这边达成了共识，对于华安科技是必须要制裁的。重磅！老鹰管理署宣布华安手机存在泄密，影响国家安全，管理署将限制华安手机销售。老鹰管理署对华安手机进行调查。这个消息从老鹰那边传来，直接就是让所有人都震惊了。什么情况？华安手机会自动监听用户？这怎么可能？对呀，我看老鹰这是想搞事情了。先是麒麟手机，如今又是华安手机，我感觉有阴谋的味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华安手机是怎么得罪老鹰的？网友那可是一片哗然。这时王明一脸凝重，一个国家打压一家企业，这可不是开玩笑的。看来蝴蝶效应已经产生了，华安科技提前暴露了。老赵，立刻启动第2、第3光刻厂的修建，这次风险存在着巨大的机遇。此时在华安科技，副总一脸郑重地说道：“备胎计划全面启动，将会增加大量的经费。”袁总，我们的备胎计划已经全面启动，资金到位，我们将秘密进行的研发。很好，芯片是重点，操作系统是第2要务。我们要做最坏的打算，一旦失去所有的技术授权，我们要能独立的研制芯片，以及能够破解各种专利技术。此时他对于王明的预警那可是高度的敬佩，这一个预测仅仅几天之后就应验了。袁总，情况不会那么糟糕吧？目前老鹰也只是调查而已，他们或许是为了打压我们，保护水果手机的市场不受影响而已。我们在老鹰的业务受到影响，甚至被赶出老鹰，但还不至于明说的那么悲观。显然，大家想不到最坏的结果
毕竟他们可不像王明一样开了上帝视角。各位，我不认为这只是简单的打压，这只是一个开始。我可不想真正被卡脖子了才开始想办法。既然您这么说了，我相信您的判断。您是公司的灵魂，我们相信您。他们一旦成功，肯定会得寸进尺。所以任总说的一切都有可能。一时间，众人达成共识，但是资金问题，众人又感觉到了压力。资金方面，我来想办法。我给你们的要求就是备胎计划全面启动。此时任平想了想，最终想到了王明。其实他也想到了去银行借钱，但是借个几十亿问题不大。可这一次他们怕是需要几百亿。王明，感谢你的提醒。目前我们的备胎计划全面启动，不过我们在资金上有巨大的缺口，不知道你是否还有闲钱？任老，缺多少钱？在钱的这一方面，王明是非常有信心的，他还真的不差钱啊，200亿、200亿就够了。任老，这会不会少了点？王明微微一笑，要知道他的光刻厂已经花了近200亿，而且还在源源不断的砸钱。当然，如果有500亿，那就再好不过了。只不过我们没有什么可以抵押给你的，我只能用我手里的股份压在你这里。任老，别说抵押不抵押的，我这点钱不值一提，一切为了龙国的科技未来。王明，一码归一码，这可是500亿，不是5亿，我的脸面可不值那么多。既然如此，那我就提点要求，我希望你们产生的技术优先跟我合作，比如说你们最先的芯片，我希望能够第一时间用上。只是这样，任平有些诧异，他可做好了被狮子大开口的准备啊。然而对方只要一个优先选择权而已。当然，我希望能够跟华安科技有更加深入的合作。我知道你们有非常多的技术储备。好，也别优先选择权了，只要你看上的技术，你想独家合作都行。那这样再好不过了，任总，咱们一起努力，实现双赢。好，一起合作，实现双赢。随后，王明也在准备着钱，一方面是自己需要源源不断的投入，如今还要答应外借500亿。王总，目前2大公司的盈利也只够我们的研发费用，我们想借500亿，必须要从别的渠道想办法。既然如此，那只能够卖资产了。是的，王明开始卖房了。这800亿买到的价值2000亿的楼盘，终于是可以出手了。重磅！强盛公司强势推出楼盘销售，价格上涨近1倍。我的天，我记得去年才卖2万一平，如今直接卖到3万多啊！这也太狠了吧，直接就是涨了快1倍啊！果然，这赚钱还是得捂啊！这捂了1年，可上涨近1倍。牛啊！强盛基金接手这些楼盘，那可是真的是赚大发了。是的，此时的王林真的是非常的后悔。上一次他将自家近一半的楼盘都贱卖掉了。王总，这次强盛基金一共拿出来5个楼盘开售，他们最大的亮点就是现房销售。我预想到房价还会继续涨，但是没想到会涨这么多。早知道的话，再困难我也不会卖啊。我们的楼盘要不要也55，说不定还会再涨。不一样，我们负债那么高，玩不了他们这一手，我们只能够快进快出。是的，捂着房子不卖，这不是谁都能玩的，银行贷款都能压死你。可惜了，好在我们也成功的度过难关，我们的现金流已经恢复稳定了。继续买土地，盖更多的房子，我们一定要恢复地产龙头的地位。很快，在强盛公司的开售之下，不少人纷纷进入售楼部看房。各位，我们所有房子都是现房销售，没有任何烂尾的风险，你们可以看到什么就买什么。可以说，我们将是第一家卖现房的地产公司。这强盛地产的房子行不行啊？价钱贵的不是一点半点啊！是啊，别的楼盘才是卖3万，这里卖3万5，一套房子就得贵个50万。我看这不错啊，买了就可以下房产证的，买的安心了。也是，如今烂尾房也不少，真的烂尾了，你都得打水漂。买吧，这房子都盖好了，应该没有任何的问题。我都问过房产所的人了，大家你一言我一语的，明显房价要贵个20%，但经不住现房的诱惑，还是纷纷的下单了。王总，仅1周时间，我们就已经回笼100亿的房款，如果我们对房子打个9折，相信一定会被抢疯。不急不急，我们借华安科技的500亿，也不是马上就需要给完，1个月给100亿，完全够了。是的，研发资金也不是马上就需要，直接给对方500亿，对方也用不完。这种情况下，王明为何不自己多卖点钱呢？原来如此，这样的话，我看咱们就干脆限购算了，每个月就卖200亿的房子，卖完就涨1次价。老赵，这一招好，咱们又可以把逼格拉高，还可以多赚钱。此时，王明想了想，既然已经开始了，那干脆就真的搞一家房产公司出来。老赵，房子咱们继续接着盖，我们再买一些楼盘回来进行现房销售，只要没人敢跟，那么这将是我们最大的特色。哦，这是我去办，地产行业我们完全可以做大做强。很快，强盛地产的5个楼盘宣布着本月房子已售空，请下个月再来。这直接让所有人傻眼了。我要买房，为什么拦着我啊？先生，不好意思，我们的房子是限量销售的，本月销售任务已经完成，请下个月再来。什么啊？你们不是还有房子吗？为什么不卖啊？我们的房子每个月限量放出的，抢空就没有了，您可以预约下个月的。我预约？帮我预约下个月的？是的，强盛地产这一个操作，可是让所有人都傻眼了。重磅！强盛地产宣布房子限量销售，强盛地产惹来争议。竟然想在地产行业搞饥饿营销，这绝对不可能成功的。大卖手机饥饿营销成功，那是因为手机性价比非常强。准备倒闭吧，房子
子都盖出来，还要限量卖，谁惯着他啊？没错，市场会教训着强盛公司，在地产搞这一套营销是不管用的。不少的网友纷纷不看好的，但是随着一个新闻的出现，直接让整个舆论大变。重磅：天成地产人去楼空，天成地产跑路，小雅地产跑路，数千业主无房还要还房贷，消费者苦不堪言。全网都在批评多家地产烂尾，而此时强盛地产站了出来，直接宣布一件让所有人傻眼的事：强盛地产将永远承担社会责任，保障消费者利益。我们承诺只销售现房，这一承诺永久有效。王明这么一高呼，直接让整个地产行业大惊，但似乎也是引火上身了。果然，也只有强盛地产敢于承诺，别的地产公司一声不吭啊。对啊，万达地产根本就不回应，看来也不可能实现现房了。买现房吧，现房财险，未来说不定会越来越多的烂尾房。买吧，现房更安全，必须要买。一时间，无数人直接去强盛公司排队抢购，没有办法，这烂尾房让大家都害怕了。仅仅只是3天时间，3月份的1万套就卖光了。此时强盛公司再一次变得无房可卖了。强盛集团收购时代电池厂之后，将锂矿大降价，反而出口的锂矿在原价上涨20%，主打不卖给外国佬。王总，还是您高啊！咱们这地产副业可是有成为主业的趋势啊。既然咱们也涉足地产了，干脆就勇为人先，我们就搞现房销售。下一步，咱们要不要在全国都盖房子，将影响扩大到全国各地？可以，我们有着近3000亿的流动资金，用这3000亿再赚的3000亿来。一时间，强盛地产开始全国收购楼盘，这可让地产商们都紧张了起来。各位，强盛地产在全国收购楼盘，他们要打造更多现房的楼盘，这对于我们可是一个不小的挑战。徐总，强盛公司的实力非常的强大，他们有3000亿价值的房子，全部卖掉再投入到房产之中，这不可想象啊！徐总，这还不是最坏的，就怕他们用这些房子从银行里面贷款出来，这规模会扩大好几倍啊！如今强盛公司有可能超过他们这些老地产商，这不禁让众人担忧了起来。你们有什么对策？目前强盛地产掀起现房销售，这样我们的压力很大。我认为咱们也可以拿出一个楼盘来，也做现房销售。我们找一个小楼盘销售，我认为还是可以的。我觉得这是可以的，只要糊弄过去就好了。如今房子根本不愁卖，他们还想要现房，想得美啊！强盛地产，我认为是傻的。如果我们有3000亿，我们可以撬动3万亿的房子。是的，从银行贷款，然后盖房，盖到一小半就直接卖，马上就可以赚钱还贷款，这样不断套娃。徐总，我认为我们没必须凑这个热闹。强盛地产现在买楼盘也得1年才有房子可以卖，至少这1年不会影响到我们。好，强盛地产短期不会对我们造成太大的影响，我们的目标还是万达地产，我们要将他们打下去。许飞他们也没有太好的办法，现房搞不起，他们还躲得起，先这样再说吧。而对于王明来说，地产不过是他借钱给华安科技的一个工具，目前他最大的挑战还是科技大战。重磅：麒麟电池厂宣布电池再次降价20%，时代电池厂岌岌可危。一时间，车企们可是坐不住了，因为这可真的太便宜了。总裁，看来我们要重新选择了。麒麟电池已经有着明显的价格优势。总裁，时代电池是好，但是电池成本太高了，我们的利润太少了。如果我们继续选择时代电池厂，友商却选择更便宜的麒麟电池，他们已降价，我们将无路可走。是啊，现在不是我们想不想的问题了，而是整个新能源车企都会重新选择的。看来我们没有别的选择了。不过我们毕竟跟时代电池厂有长期的合作，我们询问下他们是否也降价，这样再做决定。一个压力很快就转给了时代电池厂。此时时代电池厂的高管们那可是慌得很。曾总，强盛公司这一次想置我们于死地，再一次降价，将我们逼向绝路。不能再让他们这样降价了。上一次降价我们就已经损失了大量的用户。是啊，这一次降价成本相差36%，这根本就没有办法玩了。来了，他们这可是赔钱，也将置我们于死地啊！曾总，要不咱们跟强盛公司讲和吧？曾飞很生气，但似乎也有些后悔了。如今的他心情非常的复杂。可恶，强盛公司欺人太甚，他们太霸道了，太卑鄙了。强盛公司不达目的不罢休，他们想进军电池行业，目前可是各种手段齐出。以他们的财力继续打价格战，我们完全没有招架之力。曾飞一脸凝重，车企们还在问他们是否降价，说明这也是最后的机会了。各位，现在我们只有2个选择，要么降价，承担着亏损，要么不降价，死路一条。我们的成本因为锂矿太贵的原因，我们产能少了，成本上涨了，如果再降价，我们也支撑不下去的。看来我们已经无路可走了。曾飞叹了一口气，他们已经被麒麟电池厂从源头卡脖子了。要不咱们讲和吧？强盛公司想要我们的电池厂，咱们就卖给他们。他们想投资公司，就让他们投资吧，有他们的帮助，我们可以更快的上市。是啊，哪怕是让出控股权也可以。如今我们也没有办法了，也只能够这样了。希望他们的胃口没有那么大。很快，时代电池厂找上了赵飞宇，希望能讲和，给时代电池厂一条活路。曾总，不是我们不给你们活路，而是你们错过了一次又一次的机会，是你把自己逼上了绝路。赵飞宇摇摇头，当年他们可给出了数百亿，
希望能拿下时代电池厂，可是对方拒绝了。赵总，我们只要100亿，我们可以将公司卖给你们，我们还有大量的技术，这是你们需要的，麻烦你跟王总说一说。技术100亿太贵了，10亿或许王总会非常感兴趣。赵总，我们的技术研发投入可都花了近100亿。曾飞的脑袋不停地摇，10亿就是羞辱他的价格啊！100亿是不可能的，我们不介意将这一笔钱自己投入研发。赵总，80亿，只要给80亿，我们就愿意被收购。20亿给你们离场的机会。赵总，70亿，我立刻离场，不再接手。曾飞继续挣扎地说道，他可不放过任何成交的机会。40亿，一口价。赵总，咱们各让一步，最后一步50亿，我马上收拾东西走人。曾飞一脸可怜地说道，那表情有多委屈就有多委屈啊。最终赵飞宇想一想，还是点了点头。重磅！强盛公司收购时代电池厂，麒麟电池与时代电池都将归属强盛集团。只不过让整个行业惊讶的是，时代电池厂并没有归属于麒麟电池厂，而是保持着独立，继续各自经营。时代电池厂并没有归属于麒麟电池厂，这是为什么啊？各位，如今还有一家电池巨头啊，那就是小迪汽车啊。看来强盛集团想靠价格战打倒所有的小作坊，打倒所有对手。此时随着时代电池厂的降价，小迪汽车也是紧急召开着会议。各位，你们怎么看？强盛集团的目的是不是要到我们了？王总，他们已占据了80%的产能，如今还降价，电池行业要彻底洗牌了。他们的目标怕不只是我们，而是所有的电池厂，这是要将我们一网打尽啊！我认为强盛集团没有这个必要，他们已经垄断了市场，没必要再一网打尽。我认为这有可能是另有深意。副总站出来说出自己的观点，这的确是有一些奇怪啊，很多是说不通的。王总，我也觉得有些奇怪，因为他们多20%的市场也没有太大的用处。对呀，他们明明可以赚钱，却偏偏继续降价，他们的名气也不需要赔本赚吆喝了。我感觉这背后另有原因，那就是提高我们的成本，他们只需要在锂矿上面涨价。这么说，强盛集团并不是可以针对我们，而是针对所有电池厂。王福眉头一皱，不断的思考起来。此时强盛集团宣布一条消息，让整个行业再一次大惊。重磅！强盛集团宣布动力电池出口价上调20%。此时整个行业都讨论了起来，这么一做，国际国内的价格可相差近1倍了。我的天，国际价格基础上涨20%，那不是原本是100，如今变成120了，这可是多了60多啊！国际价格卖那么贵，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这是要割老外们的韭菜啊！我感觉王总这是在下一盘大棋，这不对劲啊！对啊，国内价格电池更加低，国际更加贵，这意味着要扶持国内的新能源市场。此时在强盛总部，赵飞宇也有一些懵逼，这电池还降价了，而国外的又涨价。王总，您这搞的是哪一出啊？不仅同行看不懂，我也看不明白啊！老赵啊，咱们的产能那么多，如果不降点价格，这电动汽车的发展加速不了啊！只有电池成本降下来，电动汽车才会卖得更多。我要让龙国的新能源汽车领先全世界。王总，您这盘棋下的可真大，虽说现在降价赚不到什么钱，但是可以打开电动汽车的市场，未来才能赚更多的钱。赵飞宇也是笑了起来，这的确是有舍才有得。至于国外涨价，说白了，我就是不准备卖给外国佬，我就要卡他们的脖子，尤其是锤子汽车的脖子。王总，您的野心可是真的大，这已经不是一个企业的高度了，那可是站在一个国家的高度啊！赵飞宇不禁再一次被王明征服了，这可一点都看不出，这是一个高考落榜的学生啊！老赵，下一步积极跟个大车企展开合作，我们要让他们造更多的新能源汽车，同时让他们将汽车的定价降下去。我们在电池上面让利了，不能让他们吃掉利益，车价却不降。很快，车企们纷纷采购着便宜的电池，整个新能源汽车的价格大战开启了。重磅！吉祥汽车直降4万，仅售15万；飞跃汽车直降5万，仅售14万。多家车企更是宣布推出8万元电动汽车。此时整个车企的反馈非常的激烈，消费者购买的意愿非常的强啊！降了那么多，直接就省5万块，这才10多万，非常值得买啊！对啊，电动汽车充电1毛钱1公里啊，这太划算了，每个月省上千块的油费。电动汽车拿来跑网约车最划算，1年就能把车钱赚回来，这太值了！一时间，大量的用户可是纷纷购买，省油费成为了最大的卖点。重磅！新能源汽车3月销售量突破10万，电动汽车价格大幅度涨价，引来消费者疯狂。此时在樱花国，树下电池召开着紧急会议，一名副总一脸严肃地说道：“社长，龙国人开启了价格战，我们在龙国的市场份额不断下跌，今年我们出货量第1的位置可能保不住了。”该死的龙国人，他们只会用这种卑劣的手段，他们没有技术，就只靠价格，这样的价格，他们根本就没有利润。目前我们的龙国客户纷纷询问我们是否有降价的通知，如果不降价，怕是会失去大量的用户。龙国可是他们最大的市场，一旦失去龙国市场，那可真的要糟糕的。降价，我们没有任何的办法，不过我们不能像龙国人一样大降价，我们就降5%，尽量挽留住客户。很快，4月份新能源汽车的销量成绩出来了，全网再一次惊呼。重磅！4月新能源汽车销量突破20万辆，新能源汽车秒杀燃油车，小迪汽车月销突破
5万，成为最大赢家。小迪汽车成为电车龙头。一时间，强盛集团2大电池厂那可是订单收到手软。此时，在万里之遥的老鹰，一名中年人看着不断发展的龙国市场，也暗自做出了一个决定：先生们，龙国新能源汽车非常成熟了，我们需要一个更加高效的超级工厂。欧洲显然条件并不成熟，只有龙国。从市场来看，龙国有可能成为我们未来最大的销售地，所以我支持前往龙国修建超级工厂。是的，龙国人的基建能力的确很高，而且营商条件更加好，在欧洲很容易受到环保组织的阻碍。很好，那我们就前往龙国修建超级工厂。重磅！锤子汽车宣布在魔都修建超级工厂，借助龙国供应链，锤子汽车有望大降价。就这样，谈判了多时的超级工厂可是敲定了。锤子汽车也是大范围的宣传，让所有龙国消费者都知道他们来了。接上集，麒麟手机不再使用高新芯片，反而使用自己造的麒麟芯片。高新科技彻底慌了。王总，锤子汽车进入龙国，他们的成本有望降低，这对于咱们的玄武汽车可是一大挑战。这的确是意料之外的，看来市场的蛋糕变大，可让所有人都闻到了腥味，都扑上来想咬一口了。那我们对于锤子汽车的电池销售是否按照国内价？不，只要是外企，我们都按照国外的价格。他们一年不过才卖几万辆汽车，失去他们也没有什么影响。赵飞宇点点头，而此时的王明又询问着另一件事：我们研制的新型电池怎么样了？刀片电池已经研制成功，效果非常的好，一旦推出，我们的电池还将大卖。既然研制出来了，那就发布吧，让电车更加卷起来吧。一时间，麒麟电池召开盛大的发布会，宣布将推出新品。我的天啊，续航增加30%，这太牛了吧！只是把电池换了一个设计，竟然有这样的提升，这是真的吗？如果这真的有这性能，3元锂电池可都不香了。对啊，我看刀片电池要火，安全也解决了，而3元锂还存在一些问题。此时，在小迪汽车，一名副总焦急地跑了过来：王总，刀片电池研制成功了，但是不是我们发布的。刀片电池，这到底是泄密了还是撞创意了？王总，我们也不知道。按理来说，麒麟电池不可能有时间进行研发，最有可能的就是我们的设计被偷走了。王总，现在无论是偷还是怎么样，目前我们是否还要继续研制刀片电池？如今麒麟电池已经证明刀片电池的设计是成功的，一旦我们放弃，这可真的不甘心啊！对啊，原本这刀片电池是我们的，我们都进行到一半了。继续设计，到时候真的侵权了，再跟麒麟电池谈判，这样总比直接买他们的电池成本低。小迪汽车心中不甘，但也只能够这样，他们只希望以更快的事情研制成功。此时同行们那可是看起戏来了。麒麟汽车跟锤子汽车看来有得一拼啊！谁说不是呢？只不过麒麟电池是一个模仿者，如今正主来了，这怕是卖不掉了吧？我看也是，麒麟汽车虽说背靠着强盛集团，但是技术可不是花钱就能买得到的。因此，王明也很快做出了应对的办法，那就是直接升级电池。重磅！玄武汽车搭配刀片电池，续航增加30%，续航接近700公里，玄武成续航王者。一时间，玄武汽车在刀片电池的带动之下，又迎来了新的一春。我的天，续航到达了700公里，这锤子汽车才是500公里啊！是啊，这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如今续航最远的竟然是玄武汽车，700公里续航，这完全足够了。我看这可是非常值得买啊！王总，麒麟汽车的销量上涨了2成，目前1个月只能卖5000辆。没事，如今龙国8成的电池都是我们在供应，我们只需要将电动汽车的市场做大，电池可以弥补我们的收入。接着，王明又询问了一些其他电池的信息。目前动力电池方面的情况怎么样？上个月龙国动力电池出货量达到300万千瓦，我们的利润目前还是比较少，上个月只产生了1.5亿的毛利润。没事，继续扩大产能，继续将价格打下去，我们要将电池成本拉开差距。王明重重点点头，到时候他们就可以控制着全世界的动力电池。年产500万辆电动汽车，电池不变，我们要做价格杀手，实现电动汽车的弯道超车。王明认真的说道：“老外卡他们芯片的脖子，如今他也要卡对方的脖子。”此时，华安科技所有人一脸凝重，他们将面临一次巨大的打击。袁总，老鹰这一次是真的下死手了，彻底想将我们赶出去了。老鹰人太可恶了，最关键的是他们的国王亲自下令，显然这无法改变了。各位，情况正如预料的最坏结果发展，所有人都要做好最坏的打算。目前我们的970芯片已经研制成功，随时可以发布。我认为越是打压我们越是要反抗。很好，立刻向代工厂下订单，让他们全力生产。我们要储备至少1亿枚芯片。任总，1亿枚芯片，这会不会太多了？对啊，任总，1亿枚太多了，这起码要600亿资金啊！我们要准备2-3年的量。再者，我们完全可以将芯片的成本降到500块。任平也是综合考虑了的，一方面是储备着足够多的芯片，另一方面也是能够快速降低着成本。各位，麒麟手机是我们的合作伙伴，这一次我们的新款芯片将会给他们使用，他们1年至少能够消耗1000万枚芯片，甚至是更多。众人一时间也不知道怎么说了，因为这想得太远了，这可超出了他们的想象啊！任总，您考虑得很周到，我支持，但是我们也需要准备500亿的资金，我们目前资金压力非常大。不错，就算我们可以靠手机的回款来维持，顶多也只能够维持今年的量。看来只能够继续找强盛集团了。任平有些无奈，这可刚借了500亿，目前又得去借500亿。
哪怕是银行也不敢借这么多给他们。强盛集团是很有钱，但是这一次我们去借，又拿什么去交换啊？是啊，我们的技术使用权已经承诺出去了，如今可是没有什么能够给的了。看来我们只能出让股份了，只能拿股价交换了。众人点点头。虽说华安科技是外人不能掌控股份的，但是王明似乎不是一个外人了，这可帮了他们非常多啊。此时在四星科技负责芯片制造的高管听到一个消息，让他们直接傻眼了。什么？华安向我们下了5000万枚芯片代工订单，这也太疯狂了。副总，据说他们不只是将订单给我们代工，他们还找了另外的代工厂，数量同样是5000万枚芯片。华安科技疯了，这可是高端芯片，他们难道要开放销售芯片吗？难道他们想抢走水果手机的市场，或者向龙国的厂商提供旗舰机的芯片？此时华安科技即将推出新芯片，同行的高新科技也很快召开了紧急会议。杰克立刻警告龙国的厂商，他们一旦选择华安科技的芯片，将与我们站在对立面。先生，大麦手机没有任何的问题，小绿小蓝手机也无法摆脱我们的芯片，他们只能跟我们合作。很好，无论华安科技想干什么，绝对不能让他们影响我们的利益。看来对于华安科技的打压还是不够，我们要让他们失去制造的芯片能力，这才能够彻底解决问题。这是一个不错的建议，我们可以尝试一下。老麦克点点头，直接从芯片上下手，这才符合他们的根本利益啊。此时任平正在跟王明进行着深入交谈，哪怕是强大的华安科技也要为钱发愁。王明，虽然我知道这一个要求很过分，但是我还是希望能够再借500亿，我需要囤积芯片。任老，别说这些，咱们都是龙国企业，相互帮助是应该的。500亿的话，问题不大。好，有你这话我就安心了。这一次我没有什么可以给你的了，我们决定用5%的股份换取500亿现金，不知道你是否同意？任平一脸严肃地说道。如今外界对于他们的估值，那已经给到了1万亿了。这我当然愿意。你同意了，我也就是安心了，否则总觉得太占你便宜了，我于心不安啊。我可是占了大便宜了，华安科技的未来我非常看好，必然会成为一个科技霸主。那咱们就合作共赢。他早就已经认可了王明，更是认可了强盛集团的实力。对了，你们搞的光刻机到底达到什么样的性能？我们的10纳米芯片是否可以制造？任老放心吧，10纳米我们也可以生产，不过产量不高。这么说，咱们龙国的光刻机技术已经突破了，我们已经追赶上国外的先进水平了。王明，你们的光刻机什么时候能够量产？到时候是不是再也不用担心芯片备课了？任平很激动，这意味着他们的新芯片也没有问题了，如今差的就是产能了。任老，具体的情况我不便说，只能够告诉你，你就算搞出来7纳米芯片，我们再努力也可以生产。好，有你这话我就安心了，让我们共同努力，一起破解芯片难题。一时间，两大巨头那可是达到了深入合作。至此，王明也算是华安科技的股东了。此时，王明叫来了赵飞宇，交代了一件很重要的事。老赵，告诉大麦手机，咱们的麒麟手机全面换芯片，高新芯片我们不要了，我们要全面使用麒麟芯片。好的，我马上去交代。接着，一场盛大的发布会即将召开，麒麟 ES 手机正式发布。重磅！麒麟 ES 手机全面使用国产麒麟970芯片，性能超过高新835，并且加量不加价。太好了，咱们国产芯片也追赶上来了，这可直接跟上了时代啊！牛逼啊！部分性能超过高新835，我看高新科技这一下要急了。对呀，他们利用芯片霸权收麒麟手机双重的专利费，这一次可打脸了。更气的是，不仅不交钱，而且还造出比他们更好的芯片，你说气不气人？网友们也是笑了。高新科技想通过芯片断供，逼迫着麒麟手机低头，可是最终没有达到任何的交易。买啊！这又优化了不少的游戏，这可真的坐实游戏手机的宝座了。对啊，这芯片又升级了，而且加量不加价，这不是更加值得买了吗？谁说不是呢？听说835芯片又涨价了，如今麒麟手机更好，却没有涨价，这可是满满的诚意啊！一时间，游戏迷们那可是心动了，而惊喜却还没有结束。各位，为了回馈大家对麒麟手机以及对王者的喜爱，我们联合企鹅科技对麒麟手机用户免费领取价值500块的皮肤礼包。另外，全新麒麟 ES 手机今晚8点准时限量发售，敬请期待。卧槽，直接送皮肤，反正要买手机，为什么不买麒麟手机啊？必须要买啊，这诚意满满啊！可从来没遇到过送游戏皮肤的手机啊，没有拒绝的理由了，这太有诚意了。麒麟手机太牛了。随着晚上8点开售，早就有大量的人等着，他们可都被那一句限时抢购给吸引到了，就是怕抢不到。来了，手机发售了，直接买啊！顶尖的配置，还送各种游戏礼包，这才是真游戏手机啊！现在来看，大麦手机可都没有性价比了，还是麒麟手机更有性价比啊！此时的王明也是静静的在后台看着，对于这一次升级，王明的期待并不是太大。王总，5分钟突破10万单。随着赵飞宇的实时汇报道，这不禁让王明也是有些傻眼了。10分钟30万单了，看来这一次还真的摸准了游戏玩家的心眼。一时间，无数人可都在抢购，出奇的火爆让王明有些兴奋。随着当晚结束，看着300多万单的销量，王明陷入了深思。
重生归来的他决定站在股市之巅，对决巴菲特。王总，咱们这一次可是大获成功啊！4个小时就是卖掉了300多万单，很好。1周后再开放抢购，我们要尽快突破1000万台的销量。好的，我现在就让大麦手机加速生产，确保我们的手机尽快发出。赵飞宇笑着点点头。如今他们抛弃了高新芯片，成本再一次降低了400块，这毛利润可高达1400块钱。此时在大麦手机总部，副总等众人一脸惊讶。雷总，麒麟手机向我们下达了500万台手机订单，他们让我们加速生产。我的天，一晚上卖300多万台，麒麟手机并没有什么提升，怎么就能卖那么多？是啊，这不合理啊！不过就是芯片升级了一点，这怎么就大卖了？这卖了300万台，难道就因为国产芯片吗？芯片只是少部分原因，更重要的还是游戏礼包。如今的麒麟手机已经成为了游戏手机的代名词了。雷霆点点头，芯片肯定是其中一种因素，但是游戏礼包肯定占很重要的一部分。雷总，我们也可以跟游戏厂商合作，我们也可以发售专属礼包。对啊，我们的手机也有一些额外的专属礼包了，但这并不能成为吸引用户的因素啊。各位，咱们的游戏礼包根本没有什么含金量，这与麒麟手机的没法比啊！而且他们合作的可是最火爆的2款手游。也是，麒麟手机已经将游戏礼包当成了卖点，而我们只是附带送的，这根本是2回事啊！高管们纷纷讨论了起来，他们的游戏礼包只是附带的，只是游戏公司送的新人礼包而已。无论如何，麒麟手机已经做成功了，这说明游戏礼包是一个诱惑点，我们可以直接找游戏厂商花钱买一些力度大的礼包。我们的确可以这么尝试，礼包的成本非常低，我们一次性买个几百万套，这样也花不了多少钱的。是啊，我相信游戏厂商也是会非常乐意的。如今超可以说是最简单的手段。此时阿拉丁看到王明又在手机领域大获成功，那心里可难受啊。马总，魅力手机目前进展不太顺利，发布的旗舰手机没能大火，销量不如预期。可恶，魅力手机不是说今年会突破3000万的销量吗？如今他们1000万都没有突破，他们也不知道原因，目前正在研制下一代手机，希望尽快发布，弥补销量的缺口。我不管他们有什么借口，绝对不能被麒麟手机超过，必须要保住第5大手机厂商的位置。马富贵可能有了危机意识，强盛公司越来越强大，如今已深入到手机领域了。此时看着麒麟手机大卖，高新科技也是像吃了屎一样难受。总裁，麒麟手机正在摆脱我们的芯片，而且华安科技真的研制出来更加先进的芯片了。这样的事情绝对不能再发生，我们要全力打压麒麟手机。可是我们要如何打压麒麟手机？他们背后可是强盛集团。告诉大麦手机，立刻让他们停止与麒麟手机合作。就怕大麦手机不同意。如今麒麟手机已经成为大麦手机一块不少的业务，他们必须要停止与麒麟手机合作，否则我们将取消与他们的所有合作。杰克愤怒地说道：“那可是下定了决心，必须要驯服大麦手机。”接着，杰克动身了。大麦手机的雷霆听到了杰克要亲自来的消息，也是一脸不安。杰克先生，欢迎您的到来。我来这里只为一件事，你们必须要停止与麒麟手机合作。麒麟手机是我们的手机购买者，我们没有理由不卖手机给消费者。我不管这些，你如果想继续使用我们的芯片，就停止与麒麟手机合作。这样的话，我们的损失会非常大。你也知道，他们只是一个转卖商而已。我要的只是一个承诺，立刻停止与麒麟手机合作，否则休怪我们不客气。杰克那可是继续咄咄逼人，一点退让的空间都不给雷霆，雷霆也只能打着太极。杰克先生，我可以同意停止与麒麟手机合作，但是需要时间。我需要一个时间表，要多久时间？1年。我只给你们1个月的时间，否则我们将断供芯片。杰克不可能给1年的时间，而雷霆只能够继续讨价还价。最终杰克说出最大期限：3个月，3个月必须与麒麟手机彻底中断合作。杰克撂下这句话之后就走了，只剩下敢怒不敢言的雷霆等人。雷总，目前麒麟手机已经给我们创造了近20亿的财富，我认为不能取消合作。麒麟手机的确给我们创造了不菲的利润，但是也挤压了我们旗舰机的销量。这次明明是我们的新品设计存在问题，就算跟麒麟手机有关，也不如我们卖给麒麟手机更多。新品卖的不好，主要还是与我们有关。现在我们主要要考虑如何兼顾2者的关系。麒麟手机的订单是不能放弃的，卖一台手机就赚200-300块钱，比他们自己卖都赚得多。雷总，高新科技我们惹不起，不过我们可以私下合作，继续赚钱。我们可以私下按他们的要求生产手机，直接对外销售。至于谁买，我们管不着。高新科技不是傻子，我看咱们干脆成立一家新公司，继续与麒麟手机合作。很好，就这么办，两边我们都得罪不起，这也是最好的办法了。雷霆最后表态，一时间可是达到了共识。了解到此事的王明也开始做两手准备。此时，树下电池一位副总正一脸严肃的汇报，情况不容乐观。社长，我们在龙国的销量暴跌60%，情况比我们预计的更加糟糕。该死的麒麟电池，他们这是想赶我们走？我们再不降价就要失去龙国市场了，降价5%显然无法满足龙国的客户需求。不能打价格战，我们去向管理署抗议麒麟电池厂破坏市场。社长，我现在就去向龙国管理署抗议。一时间，樱花人抗议去了。可是，在自家国家低价卖东西可不是倾销，而是国产化量产，惠及民生。他们的控诉是不可能产生任何结果的。此时，一直低调的强盛基金也是终于有了消息，直接公布了半年的业绩。重磅！强盛基金1至6月收益达到60%，本基金建仓开始至今，已累计收益突破100%。100%的收益，我没有看错吧？这竟然是真的。买对了，
了，强盛基金太牛了，不愧为第一私募基金，赚大发了。哪怕咱们收益只有40%，那也是40%的收益率啊！买到强盛基金的人自然是高兴的，至于那些同行们，一时间可是羞愧难当。这一次将没有任何人再怀疑王明的眼光了，这下是真的要坐实股神的身份了。哪怕是巴菲特也得自认无能，谁也不敢说能搞出那么高的收益。比不了啊！我看咱们把钱都买强盛基金算了，那可是妥妥的赚钱。是啊，自己搞还不如让强盛公司来搞，说不定收益更高。而有了这一个对比，此时各大基金的基民们那可是愤怒起来了。我买了10万块，你告诉我大半年亏损了10个点，还要收我管理费，老子干死你！这垃圾基金比强盛基金差得远了，我为什么就买了你们这些基金啊？对呀，最可恶的还是公募基金，不仅收管理费，想卖还要多收手续费。不买了，直接退出。要买就买强盛基金，这些垃圾公募基金。很快，随着强盛基金开始发放收益，这可是让投资者们高兴坏了。果然，证券公司推荐的没有错，这一只基金真的太牛了，大半年就是40%的投资回报，试问谁能比？私募基金太强了，我还想买更多。随着收益全部发放到位，此时强盛基金也是公开宣布，重磅！强盛基金解除封闭期，可自由赎回买入，额度保持不变。开什么玩笑？赎回了可就买不进去了，这可是错过一个最好的投资机会啊！这钱就算是烂在里面，我也不赎回，我要一直吃利息，吃到不能吃再说。就算给我双倍的钱，我都不赎回，这赎回了，别人可就买进去了。我可以赎回，只要给我溢价50%的钱，这基金里的钱就给你。而王明对于这些并没有去制止，毕竟只要不影响大局就行。此时的他正在数钱呢。王总，强盛基金从成立至停，目前已经实现收入2600亿，2000多亿的利润，这下咱们是真的不差钱了。王明为了帮助华安科技都卖房凑钱了，如今强盛基金收益一结算，他立刻成为了有钱人。王总，您再次创造了一个奇迹，你的传奇早已超过了巴菲特。还不够，巴特可是有近700亿美刀的财富。王总，您还是谦虚了，真要算起来，早就超过他们了。拼东西以及今日热搜那可都不止几千亿了，王明可是最大的股东啊，还是要全力保障强盛基金。如今有了资金，可以将1000亿投入到房地产。好，我们的强盛基金还要继续扩大规模吗？是否继续重仓白酒？保持不变，白酒这才哪到哪呢？上涨才刚刚开始。好，我马上去安排。还有，拿出500亿加大对芯片以及光刻机的研发，剩下1000亿作为储备资金。很快，强盛集团开始大把的撒钱，将更多的楼盘直接买了下来。重磅！数百个楼盘被强盛地产强势收购，强盛地产反超万大地产，成为行业第一。卧槽，强盛集团都没有上市，直接就成为地产龙头了。强盛地产只是强盛集团的一个产业而已，这直接就做到巨头了。一个副业都成为了龙头老大，真不知道强盛集团一旦上市，市值会是多少？我看现在的强盛集团比企鹅科技都要更加强大。众人都在猜测强盛集团上市之后的情况。此时万大地产的王林那可是面色铁青。王明，你非要赶尽杀绝吗？坑了我一次还不够。王总，一旦王明将炒股赚的钱投入到房地产，咱们的楼盘都得死掉。希望不要到那一步，我们必须要做准备。收到。马上，万大地产紧急做着准备，但是他们除了降价也没有其他办法。此时，作为世界首富的巴特可是在重点研究王明，更是重点研究龙国的股市。看来龙国的这位年轻人十分不简单，他只要再创造一个奇迹就要超过我了。我认为王明就是一时的运气，据说他的团队都不是顶尖的运营团队。他已经创造2次奇迹了，这说明他有着自己特殊的能力。或许我们也可以进入龙国股市，他的成功说明龙国股市大有可为。可是目前我们对于龙国股市的评级是不建议持有。如今的龙国刚结束牛市，现在处于下跌行情，此时进入风险是非常大的。只要板块买对了，也可以得到不错的收益。强盛公司不就证明了这一点吗？先生，可是这不符合公司的投资风格，这与我们的投资模型不相符。我知道，可是你能够眼睁睁看着他疯狂赚钱吗？可是我已经决定了，我们有最顶尖的运营团队，我不相信我们无法跟一个年轻人相比。这一次，我要告诉全世界，谁才是股神。很快，大量的外来资金正疯狂地涌入到龙国股市，而王明知道这是有外资主力进入了。他研发出10纳米光刻机，将龙国芯片产业全部垄断，抵制国外芯片进入龙国市场。王总，咱们的强盛基金赚了这么多的钱，已经引来了全世界的窥忌啊，就连股神都忍不住了。龙国股市那可是一个大坑，他们愿意进来就进来吧。龙国的股市上一次的牛市过后，陷入长期的衰落，一直维持了10年。上帝来了都得亏损，如今不过就来一个巴特，怕什么？这么说，股神来了都得亏损啊，这下好玩了。很快，巴特的入场让其他的外资也闻到了肉味，一个个可都杀入了进来。重磅！北上携带500亿资金进入龙国股市，牛市即将到来，股民疯狂涌入。一时间，无数的人那可是疯狂的抄底。兄弟们，北上资金来了，好几百亿啊，冲啊！终于等到牛市了，赶紧抄底，立刻抄底！买啊，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在强盛基金的诱惑下，大家认为行情非常的好，感觉牛市马上就要来了。重磅！北上资金疯狂扫货，大量股票被买入，股市连续3家上涨1%。随着巴特建仓完毕，他疯狂出面接受着采访，不断透露出自己已经重仓了龙国股市。到底是跟哪一个股神啊？
到底是买新能源汽车还是买茅台啊？明哥那可是重仓茅台，如今可是大涨啊！对呀，这到底是哪一个更加有价值啊？众人有些疑惑了，到底是买入哪一个更加好呢？如今有着2个股神啊！此时一群人正在一间环形工厂，龙科院的专家梁老看着王明，重重地说了一句话：王明，我可是不辜负使命，一座更加先进的光刻厂建成了。梁老，这一座光刻厂的性能如何？目前以14纳米芯片为核心，10纳米芯片也能制造，而且占比高达20%，20%占比，这非常不错了。上一座不过才是2%的产能，生产10纳米芯片，其实跟撞运气差不多，运气好才能生产出完美的10纳米芯片。梁老，我想知道这一座超级光刻厂年产芯片能够达到多少？1个月可以生产各类芯片500万枚，500万，1年就是6000万枚芯片，太好了，我们有了一战之力了。1个月100万枚高端芯片，不是很多，但是也不少了。王明看向了赵飞宇，下达了一个很重要的命令：老赵，立刻再投资200亿，我要建造第2座超级光刻厂，必须要得到充足的芯片制造能力。好的，我立刻就去办。去吧，这非常重要，芯片将是强盛基金最赚钱的业务。好的，我一定铭记。随后，王明参观着新的超级工厂，他对这一座超级工厂那可是充满了期待。王总，您来了。各位，你们辛苦了。王总，我们不辛苦，这是我们的责任。现在情况怎么样了？目前我们完成了28纳米芯片的封装，只不过性能方面仅仅相当于低端芯片。没事，这是第1颗纯国产芯片，这就是一个突破，这就是一个成功。我们花掉了200亿，却只研制出来1枚低端芯片，我们拿着高薪，感觉非常不是滋味啊。是的，200亿只得到1枚不会产生收益的芯片，他们的确是感觉有些愧疚。各位，你们不要提公司想盈利的事情，你们的工作就是研制更先进的芯片。你们放心，强盛财大气粗，我砸的企业。王总，你放心吧，今后我们就住在公司了，一定早日为公司创造收益。去吧，我相信你们一定可以。王明点了点头，随后拿起1枚芯片，仔细地观摩着，这至少是国产芯片的希望。我就叫你龙芯1号吧。半个月之后，随着第2座光刻厂的正式投产，王明也正式为华安科技生产他们的970芯片。王明，你是说你们1个月可以生产100万颗970芯片了？不错，目前我们1个月能生产500万枚个性芯片，完全可以为你们生产终端芯片。好啊，这样的话，哪怕老鹰继续制裁我，这样我的芯片也有保障了。沈老，咱们还得继续努力啊！我听说你们在研制量子芯片，只有研制突破，才能真的弯道超车。潜意识他可知道对方是真的在搞，只不过现在只是刚刚立项而已。接着，王明为了不影响绝境求生手游的发展，于是将其他手机也进行了公测。重磅！企鹅科技宣布绝境公测，华安手机宣布将免费上线绝境求生。一时间，华安手机可是第1家宣传将上线的手机品牌。终于要公测了，只不过怎么只有华安手机可以上线啊？是啊，我们的大麦手机到底什么时候才能上线啊？此时，大麦手机用户那可是恨啊，随后闹得最凶，纷纷要求上线绝境求生。雷总，企鹅科技那边说了，华安科技是付费了才得到首发的，每一个用户厂商需要支付20块钱的费用。20块钱，这也太贵了吧？企鹅科技这算盘打得太响了吧？知道付费没什么人玩，直接把成本转移给我们，的确是精明，让我们承担风险，他们坐收渔翁之利。是啊，我觉得我们不能交这一笔钱，有本事他们向用户收。众人都可不想交钱，他们本来就是国力企业，突然又要增加几十亿的成本。但是雷总，如果别人交了，那我们可就失去先机了。如今华安手机都参与进去了，华安手机可是大品牌，这样我们的销量会受到影响的。此时，一名高管急急忙忙跑了进来，汇报着一件很重要的事。雷总，小绿手机宣布免费上线绝境求生了。可恶，他们竟然真的愿意交钱。旗舰机还好说，要是千元机也安装了，这不是白白的花钱吗？各位，看来我们不付费都不行了，其他品牌都上，我们不上，必然会被抛弃。很快，在华安手机的带动之下，其他1线厂商也是不得不交钱。重磅！绝境求生全面公测，多家品牌免费使用，绝境求生引来全民下载。此时，王明正在跟马平安聊着天，两人的关系还是比较好的。老弟，今年龙国首富非你莫属了。一旦你的电商以及自媒体平台上市，你必然成为世界首富。老哥，这可不容易啊！西方可不希望看到一个龙国首富出现的，他们很有可能会向我下手，毕竟他们当强盗当习惯了。说的也是，不过我看也不用担心，毕竟你的产业都在龙国，外国老想抢也抢不走啊。马平安点点头，王明的电商、自媒体、房地产还有强盛基金，这些都在龙国，主要的市场也在龙国。或许吧，老哥，如果有一天我们的麒麟手机要与水果手机开战，你怎么看？王明认真的看着马平安，因为他迟早要跟水果手机碰上，到时候他可需要对方支持的。当然是干他丫的，怎么也不能让他抢走我们的钱吧。好，我并不希望那一天的到来，但是如果真的到来，还希望你全力配合我。好，你放心吧。一时间，王明静静等待着暴风雨的到来，他知道这不会太远的。而华安科技更是密集的发布着好几款手机，直接杀入欧洲的市场。库里先生，华安科技正在欧洲全力抢占我们的市场，欧洲人非常喜爱他们旗舰机，我们受到了很大的影响。华安科技将手机出货量定到了2亿台，他们的崛起必定抢走我们的客户。显然
然我们对华安手机的制裁还不够多，我认为向国王建议采取更加多的打压。先生们，国王已经将华安科技视为威胁，决定采取更加激烈的手段打压他们。这样可太好了，一旦继续让华安手机发展下去，他们的销量有可能超过我们。是的，按照增长趋势，最多2年就会超过我们。华安手机倒下了，我们还会保持着增长，我们的股价将突破2万亿美刀。一群水果手机的高管们那已经开始欢呼了，毕竟这不是企业之间的竞争了，而是国王都出手了。重磅！老鹰全面禁止华安手机进入老鹰。老鹰国王希望玉哥停止与华安合作，史上最强打压，华安科技将被排出老鹰市场。一时间，所有人都傻眼了，这对于华安科技的打压，竟然是一个比一个狠。国王直接点名，华安科技可是上了黑名单了，这太狠了！我以为华安手机的对手是水果手机，没想到是老鹰。老鹰还想让欧洲人也赶走华安，正心非常险恶。华安科技这2年发展的太快了，看来这是已经被惦记上了。是的，民众们是支持着华安科技的，但是市场却是残酷的。重磅！华安科技宣布将起诉国王，此举违法，华安手机销量将下调3000万部，华安科技股价大跌。而对于手机厂商的同行们来说，这一个好消息同样也是一个坏消息。各位，我虽然非常乐意看到华安手机被制裁，但是这会有另一个结果，而且会非常的可怕。雷总，您是在担忧什么？华安科技的2亿台手机有可能已经生产出来了，既然老鹰不能卖了，那他们就会卷回国内市场。华安有自研芯片，他们的成本会更低，我们拿什么跟他们抢？雷平正说道，一家生产芯片的厂商，这是非常可怕的。雷总，您的担忧是有道理的。华安手机一旦失去国际市场，那么我们的处境可不会太好了。雷总，或许情况没有那么的悲观，老鹰有可能会向芯片下手，一旦华安手机的芯片没法用了，他们的成本优势没了。众人想到了这个，一时间也是松了一口气。此时作为主角的华安科技再一次召开着重要的会议。各位，我们要准备打仗了。袁总，还是您厉害，一早就预感到了这一幕，我们可是早早的有所准备了。袁总，我服了，现在看来我们投上千亿资金进去，可都是值得的。是啊，我们的千亿资金已经投进去了，这将是我们最大的底牌。老鹰的官司我们要继续打下去，不过我们要做好失去老鹰市场的结局了。接下来我们要在其他市场发力，我们要继续发展下去。目前欧洲市场发展的比较好，欧洲人对我们的手机非常的喜爱，我认为我们可以重点开放欧洲市场。袁总，按照你的指示，龙国市场是最后退路，我们现在看来也只能发展欧洲了。是的，全球的3大手机市场，一个是老鹰，一个是欧洲，最后就是龙国了。我们没有别的选择，所以资源全部都砸向欧洲，那里没有本土的手机，环境可比老鹰更加好。很快，华安科技达成了共识，那就是进军欧洲市场。重磅！华安科技老鹰分部人员全部前往欧洲，战略转移。华安手机宣布在欧洲召开新品发布会。华安科技这一个举动，可是直接让国内友商松了一口气。太好了，华安手机进军欧洲，没有跟我们正面竞争。雷总，这可是不幸中的万幸啊！华安手机不来卷国内市场，咱们还可以有喘息之力啊。是啊，有芯片就是强啊，这就是他们的优势啊。要是我们有自研的芯片，我们也不用看高新科技的脸色了。自研芯片谈何容易？我们现在卖手机收入都还不稳，搞芯片哪里有钱啊？众人也是无奈，说到底还是没有钱。王明将自己名下所有平台都卸在了水果手机软件，彻底将自己逼上了绝路。老哥，反击时候到了，希望你能配合我制裁水果手机。老弟，你是来真的，可是目前对咱们的麒麟手机并没有产生什么影响啊。这一次不是因为利益问题，而是国运。老鹰可不是打压华安科技那么简单，这是一场科技战。一旦我们软弱可欺，老鹰将会不断的得寸进尺。你真的想好了？一旦咱们这么做，怕是会成为他们下一个目标。我倒是不怕，企鹅科技在老鹰没有什么业务，但是强盛集团想在国外发展，怕是举步维艰了。马平安认真的提醒道，企鹅科技主要就是游戏跟社交平台，社交平台出了龙国别人也不会怎么用了，而绝境求生也不过就是一款游戏而已，这还是王明搞出来的，对方都不怕，他怕什么？老哥，我既然敢这么做，最坏的结果可都是预料到了，我就想问你，敢不敢跟我一起干，一起撑起龙国科技的脊梁？好，人生难得起回眸，我认识你也是三生有幸，没有你，企鹅科技也不会发展到这一个程度，我陪你一起疯狂。好，老哥，那我可要感谢你了。王明笑了起来，哪怕是失去所有的产业，他还可以靠着股市赚钱啊，他的财富是少不了的。老弟，咱们具体要怎么干？我能做些什么？怎么才能打压到水果公司啊？如今能够卡水果手机的，那就是手机支付。一旦水果手机无法手机支付，你说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况？你是说企鹅支付？你是想让我停掉水果手机的企鹅支付？不错，停掉水果手机的手机支付。那为什么不一步到位，直接不让水果手机使用企鹅号？这样从技术上更加容易实现。一步步来，这是最后的杀招，总不能够一上来就是王炸吧？王明点点头，正如老鹰也是一步步打压华安科技一样，他也打算一步步来，把对方逼入绝境。原来如此，那也不难，这事我干了。很快，王明特意出面接受了记者们的采访。我认为老鹰无端打压华安科技，这是恶意制裁，赤裸裸的强盗行为。我建议所有龙国企业都有责任以及义务进行自卫。记者们也没想到王明怎么直接向老鹰开火。
华安科技被打压似乎跟麒麟手机也没什么关系。王总，难道麒麟手机受到了影响吗？王总，我们想知道强盛集团打算采取什么措施。您如此声援华安科技，难道不怕被牵连吗？您这是否故意夸大此事？我看并没有那么严重吧。显然，记者们还处于看戏的阶段，他们觉得华安科技真的有一些问题。这就是老鹰赤裸裸的打压，他们将会对龙国科技企业全面打压，这是国运之战。王总，我们想知道您打算采取什么方式支持华安科技？王总，强盛集团似乎没有任何的手段能够影响着水果手机吧？作为国内知名企业，我将用所有力量针对水果手机进行反制。那强盛集团准备动用什么招式制裁水果手机？您都准备了什么样的手段？一些受到感染的记者，那也是想知道他们能够做一些什么。很简单，我们旗下所有的互联网产品决定全面放弃水果手机用户，全面下线水果系统版本。我们将用自己微弱的力量声援华安科技。我的天，强盛集团这是动真格的了，这损失可是很大啊！对啊，这一招怕是自损1000，伤敌500吧？拼东西这么一搞啊，可是直接将用户甩给淘货网啊！这么做，淘货网怕是要笑死啊！这可是自砍一刀啊！我太佩服王总了，这魄力太足了，太牛逼了！一时间，所有人那可是震惊不已，一些记者深受震撼，随后都化为了敬佩。很快，全网都在传播着这一则重磅消息，王明直接上了热搜。重磅！强盛集团声援华安科技，强盛集团呼吁龙国企业对老鹰企业进行反制。重磅！拼东西下架水果系统，音符短视频不再支持水果手机下载。今日热搜下架水果手机端，一瞬间，强盛集团可出了名，王明更是出了名。王总牛逼啊！这前脚说完，后脚直接就是反制了。这是我的偶像啊！年轻人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才不管利益问题。王总说的没错，既然龙国人都在沉默，那就让强盛集团来开这个头，枪打出头鸟啊！王总这可是冒着这巨大的风险的。此时有阿拉丁集团副总一脸笑容，他们可是被拼东西打得不断后撤。马总，好消息，拼东西放弃了水果手机用户，这可是将数亿用户推给我们了。我看王明这是飘了，这跟他们有什么关系？他要当这一个出头鸟？年轻人嘛，有钱了就想要名了，他这可是在为自己出名。不过为了这一些名，放弃2亿水果手机用户，这是非常不明智的。如今他竟然敢直接招惹老鹰，下一个被打压的怕就是他了。安静，这有什么值得骄傲的？又不是靠我们的能力打败的。马富贵脸色有些不好看，他感觉这更是在嘲讽着他，被这么一个不靠谱的年轻人打得节节败退。不过这对我们也是一件好事。接下来我们要将水果手机用户都拉回淘货网，相信今年双11我们一定能够再破纪录。随后，在继今日热搜之后，企鹅科技也是表态了。重磅！鉴于水果手机用户太少，企鹅科技3大自媒体平台下架水果客户端。这是一夜变天了吗？我们水果手机用户就这样被抛弃了？有病啊！你声援搞我们干嘛啊？我们这什么都看不了。音符短视频也要下架了，这怎么能行啊？我可是看上瘾了。一时间，水果手机用户那可是一片哀嚎，他们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重磅！水果手机用户被针对，果粉联合抵制强盛集团。姐妹们，咱们全力抵制拼东西，让他们知道失去我们是多么的愚蠢，过分了，再也不用拼东西了，我要用回淘货网。我们去官方网站举报，直接把拼东西给封了。此时，慢手短视频可是喊出了心声，他们被音符短视频反超了之后，一直在原地踏步。刘总，音符短视频放弃了果粉，这意味着将有1、2亿的用户流向我们的用户有可能反超音符短视频。托天的富贵轮到我们了，王明这可是自己作死啊！其实最大的赢家是阿拉丁，水果手机用户正在全面转移。马总，强盛已经彻底得罪了果粉，目前我们迎来了疯狂的下载量，淘货网一天增加了上百万的用户，阿拉丁浏览器也迎来了大量的用户，咱们缓过来了，很好，继续招兵买马运营下去，这将是一次新生。强盛集团这一次怕是要由盛转衰了，他们必然招来更大的打压。而此时，华安科技内部众人看着强盛公司的操作，那也是有些震惊啊。袁总、王总太讲义气了，他们用了近乎自杀的方式报复这水果手机啊！是啊，又借我们上千亿，如今更是宁愿损失也要为我们伸张正义，这太难得了，的确让人震惊啊！我看着可都想流泪。高管们很敬佩着王明，如今华安科技受到打压，唯独只有王明仗义直言。袁总，现在我李田里为何愿意让王总持股了？他的人格魅力值得只有华安科技。各位，多亏有强盛集团的支持，这让我更加有信心打赢这一仗。此时在水果手机总部，一群黄头发很骄傲地吹嘘着：不自量力，一家刚刚成立的手机品牌竟然敢反制我们。不错，这个龙国年轻人以为有那么一点财富就能挑衅我们。我认为我们应该让我们的用户给他们一些教训，必然让他们付出沉重的代价。我们有着2亿用户，他们敢放弃，那就准备迎接着巨大的损失吧。高管们一个个傲慢不已，看着王明的表现，感觉就是一个傻子在演讲。目前用户都在卸载着强盛集团旗下的软件，显然他们没有反制到我们，而是把自己给反制了。先生们，强盛集团不值一提，我们的对手是华安科技，我认为我们应该对华安科技进行新一轮的制裁。库里重重说道：强盛集团是一家没有任何技术的公司，在他眼里根本威胁不到他们。不知道你有什么好办法？有一些供应商还在跟华安科技合作，这是不允许的，是时候让这些供应商认清现实了。的确如此，有一些龙国的供应商的确是很过分，是应该给他们一些教训了。是时
时候告诉着龙国人，我们才是他们的君主，没有我们给他们饭吃，他们都将倒闭。库里这话说得非常的嚣张。很快，水果手机发布了一个声明：重磅！强盛公司歧视性针对水果手机用户，我们将向管理署举报，一切后果由强盛集团承担。此时，一些大 V 们那更是直接诋毁了起来。看吧，不知天高地厚，这一次王明要栽大跟头。制裁个寂寞啊！这把自己快去踩死了！求求你别再折腾了。笑话是越来越大，看的人越来越多，就连强盛公司内部员工都感觉有些尴尬。咱们王总这一次是玩脱了，这一招可是真的臭啊！是啊，这根本就没有制裁到水果手机，反而把自己快搞死了。我现在都不好意思说我是强盛的，这太丢脸了。王总，我看是真的有点飘了，当华安科技干嘛？真不知道王总怎么想的，现在果粉已经彻底得罪了吧？哎，这些都是大人物担心的，我们只要工资不降就行了。员工们议论纷纷，而王明一脸平静地喝着茶，看着赵飞宇笑出了声。老赵，有话就说，咱们谁跟谁啊？王总，现在外面跟公司内部可都在讨论着您啊，我这不是担心你吗？这才哪到哪儿啊！我既然敢这么发话，最坏的结果可都想到了。这些声音不足为惧，这只会让别人认为我们是一家民族企业。有您这句话我就放心了。目前这些影响我们还是可控的，毕竟果粉不过才2亿，而使用国产手机的可是10亿。你能这么想就好，这只是刚刚开始而已，让他们先笑着吧，到时候他们就笑不出来了。王明笑了，目前杀招还没有出手呢，如今他还在憋着大招。重磅！强盛基金与企鹅支付打通，强盛基金上线企鹅号。我操，这可是一个大动作！企鹅支付这一招玩的牛啊！是啊，这可直接补上了他们的短板。强盛基金可是有上万亿啊！谁说不是呢？他们强联合之下，感觉资金更加有保障了。当然，打通只是其中的一个消息之一，还有新的重磅消息出现。重磅！企鹅支付上线立减金，企鹅科技全面覆盖线下。企鹅支付也太方便了吧，每天都有立减金，都能省下一个早餐钱了。支付软件大战开始了吗？咱们又可以薅羊毛了。企鹅支付太大方了，我这直接就是免单了。我这也是免单了，这可是比淘货宝强太多了。是的，放水开始了，企鹅支付开始了新一轮的扩张，大量的红包以及立减金，还有免单，让整个舆论圈变得异常的火爆。接上集，王明挖的坑慢慢浮出水面，越来越多的龙国企业为华安科技以及企鹅科技声援。马总，目前我们在全国新增1000万线下商家，涉及超市、菜市场商户、地摊商户、农户，目前全面超过淘货宝。很好，其他数据呢？交易方面，目前日交易金额突破100亿，增长近5倍，日订单突破4亿，增加近6倍。很好，继续推广，要让企鹅支付在线下市场占有率达到70%，要更高。一时间，继续深入推广着企鹅支付，就连菜市场的大妈们都在使用企鹅支付的收款码。此时的阿拉丁集团，大家的脸色都不好看，他们目前的情况非常的糟糕。马总，目前淘货宝在线上，我们保持着绝对优势，但是在线下，我们却只占3成。3成？怎么会这样？以前不是说我们占据着7成吗？强盛基金的吸引力太强了，而且企鹅支付偏偏要求线下支付，所以我们落于下风了。副总低着头，不敢看着马富贵，他知道对方的脸色肯定不好看。马总，目前我们想追赶，也只能给大量的红包了。最终，马富贵搞出来一个被动方案，那就是线上推广，鼓励线下的商户，让他们支持淘货宝支付。而就在此时，一个重磅消息从老鹰那边传了回来。重磅！大兴科技被罚款23亿美刀，高管全部更换，大兴损失惨重，大兴屈辱和解，大兴被疯狂掠夺。最终对大兴的惩罚可算来了，这一幕让无数国人感觉到屈辱。可恶，大兴怎么就这样认怂了？这可是花钱消灾啊！有什么办法？这可是被拿捏住了命脉，反抗只能死路一条。我感觉接下来华安科技可能就是下一个目标了。世界的科技都垄断在老鹰人手里，他们想烤我们的脖子也没有办法。一时间，记者们也担忧着华安科技会不会是下一个大兴科技。任总，面对老鹰的恶意打压，华安科技会不会像大兴一样支付巨额罚款进行和解？各位记者朋友，我们将全力推进国产手机操作系统的研发，彻底解决系统卡脖子的问题。我们不会屈服，华安不会是下一个大兴。就在华安科技宣布着决心，自己将研发国产手机的操作系统，这无疑是给国人打了一个鸡血。太好了，这才是国内企业应该干的事情。我们已经有了国产芯片，如今就差一个国产系统，这下也可以完整了。如今的华安科技已经不是商界的打压了，而是引发国战。一时间，国人的愤怒值大增，民族自尊心大涨，都希望华安科技能创造一个奇迹。此时的王明也知道时机来了，于是一个电话打到了马平安那里。老哥，可以开始了。好，我们正式对水果手机展开反击。随着企鹅科技技术部开启一个程序，此时所有水果手机使用企鹅支付就出现了问题。老板，扫码没有反应，这是怎么回事啊？是啊，我这也扫不了码，到底发生了什么？可恶，我今天还得打卡呢，还要消费呢，这扫不了码是怎么回事啊？一时间，所有水果手机使用企鹅支付都出了问题，这不禁让他们大骂了起来。重磅！企鹅科技暂停水果手机企鹅支付功能，具体原因将在后续告知。此时，果粉们那可是疯狂的吐槽，要求着企鹅科技给一个交代。
企鹅科技也正式召开了新闻会。快看，是马总，马总亲自出场，这规格好高啊！看来真的有大事，需要马总亲自出面。难道是企鹅科技真的对水果手机制裁吗？太有可能了，马总都出面了，这必然是石破天惊的消息。马平安这一出场，让所有人都感觉到了兴奋，他们将采访的级别再一次提高。各位媒体朋友，老鹰无端对华安科技制裁，作为科技企业，我们也深感威胁，因此我们将对水果公司进行制裁。我们呼吁更多的龙国企业与华安科技站在一起，共同反抗老鹰的恶意打压。马平安霸气地说道，他此时感觉自己可年轻了，仿佛回到了自己天不怕地不怕的时候。天啊，马总太牛了，竟然真的敢反制老鹰！这一次小马哥让我佩服，以后你家的游戏我多充一点。是啊，我也多充一点。就凭企鹅科技如此血性，如此有魄力。马总，这是企鹅科技的决定，还是您的决定？水果手机暂停使用企鹅支付，有没有时间期限？何时恢复？企鹅科技难道不怕不强胜后尘，便宜了同行吗？显然，记者们有太多的问题了，因为这一个决定的后果会非常严重的。此举关系两国科技战，作为国内科技巨头，我们有责任有义务应战，我们宁愿承担损失，也要为龙国企业讨回一个公道。我相信有识之士都会跟我做同样的决定。说得好，以前我只知道小马哥很低调，现在才发现他是不鸣一则，一鸣惊人啊！干他丫的，他们搞华安，我们搞水果，这非常公平，很合理。企鹅科技不愧为国内巨头，这非常的有社会责任感，有民族尊严感。小马哥，活该的你发财，你赚钱，我现在一点也不眼红。一时间，所有人对马平安竖起了大拇指。马平安接受采访的视频也在全网传播。阿拉丁呢？他们也应该站出来表态。你们少了啊，他们可是受益者啊，他们现在屁都不敢放一个。阿拉丁要是没有动作，我看不起马富贵，太让我失望了。而此时马富贵也一脸严肃地召开着高管会议，商量着时局以及对策。各位，企鹅科技可是将了我们一军，现在我们跟也不是，不跟也不是。马总，企鹅科技跟强盛是穿一条裤子的，这肯定是王明带出来的。现在企鹅支付不要水果手机用户，我觉得这富贵我们应该接。对啊，无论是强盛还是企鹅科技，都是我们的对手。我认为我们不主动接收水果手机用户，不搞任何活动，国粉自然会选择我们。显然，这利益太大了，大的让这些人无法放弃。各位，所有高管不要露面，进行冷处理，静待事件发酵。一连几天，阿拉丁的人像消失了一样。而与此同时，水果手机也是有了反应。重磅！水果公司向管理署举报企鹅科技。截止今日，阿拉丁没有任何人声援华安科技。此时，管理署之内，一群大佬们也是在激烈的讨论着。各位，你们怎么看？水果公司对龙国还是很重要的，必须要小心处理。林老，这是我看没有必须上纲上线，这只是企业之间的正常行为。不错，老鹰恶意打压华安科技，我们顾全大局，没有动水果公司。如今企业自发的反抗，我们没有道理去阻止。话是这么说，但是咱们如果不阻止的话，老鹰反咬一口，说我们恶意打压外企，再让他们一番炒作，怕是会影响着对外招商。可是咱们也不能让国内企业寒心啊！华安科技是龙国科技之光，我们必须要保护啊！显然，这些大佬们也非常懂外国佬的无耻的，就差指鹿为马了，那可真是无恶不作的。既然我们什么都不做，他们也会搬弄是非，也会造谣生事，那我们还有什么不敢呢？林老，那我们怎么表态？现在全世界可都看着我们啊！这样，不少的企业也是在等着我们表态，他们才站队。众人再一次看向林老，而林老的做法也是非常简单，不需要任何的回应，直接举报不受理。太好了，咱们直接给对方一颗软钉子，就是不受理，量他们也没什么好说的。很快，管理署正式向外界做出了回应，对于水果公司的举报，直接就是打回。龙国是自由市场，此举为企业自发行为，管理署不会干预经济运行，举报不受理。卧槽，直接打回不受理，这似乎什么都没有做，但是又说了什么？这不就是说水果公司无理纠缠吗？这是在支持企鹅科技啊！的确是这样啊，不帮水果公司，就是在支持国产企业啊！现在可以放弃声援华安科技了，官方的态度已经很明显了。此时还有犹豫的一些企业，那可是可以放心的站队了。重磅！龙芯科技声援华安科技，天成科技支持华安科技，海明科技完全支持企鹅科技。一时间，阿拉丁再一次处于风口浪尖，不禁让所有人都怀疑了起来。阿拉丁集团到底还算不算是一家龙国企业？这到底是外资企业还是龙国企业？听说最大的股东是樱花人，我们可都被骗了。这么说，阿拉丁就是披着龙国的外衣，实质就是外资企业。各位不要再去阿拉丁买东西了，他们每赚1块钱就要分给外资1半以上。那我不去淘货网购物了，我去拼东西，这是纯正的民族企业。显然，阿拉丁遭遇着一场严重的信任危机，这个危机有可能影响着他在国内的地位。马总，这一次情况很严重，民众们都在质疑我们是不是外资企业。是啊，马总，咱们要是继续不发声，可是要被实锤受外资控制了。水能载舟，既能覆舟。马总，咱们必须要给民众一个交代啊！看来我们再一次被王明坑了一把，我怀疑就是他将我们推到了风口浪尖。阿拉丁最终还是来了，当然这里面也有王明的作用在里面。重磅！阿拉丁声援华安科技，阿拉丁将与华安科技站在一起。阿拉丁宣布水果手机无法使用淘货宝扫码支付。如今的水果手机用户是真的傻眼了，不知道为什么局势会变成怎样。这是歧视，歧视我们水果手机用户，我们要举报，举报阿拉丁，举
举报企鹅科技，他们在扼杀我们的权利。水果公司一定不会放过他们，打压水果公司就是在跟老鹰作对。此时，马平安对王明更是充满了佩服，原以为只有他们两个孤家寡人在这里叫喊，谁成想已经变成全方位的声援。老弟，如今越来越多的企业都声援华安科技，不管是主动还是被动，至少气势已成了。这只是刚开始，只要老鹰继续制裁华安科技，到时候这一支反抗力量会更加强盛。这时，水果公司的高管们那可是气得不行。龙国人太过分了，他们竟然不受理我们的举报，他们这就是在支持对抗我们。我们必须要向龙国施压，他们正在恶意打压我们。龙国人真的不怕我们全面撤离龙国，让他们经济崩溃吗？先生们，抗议肯定是需要的，不过我们必须想办法解决当前的难题。我认为我们可以让用户们想办法自己解决问题，我相信他们有很强的适应能力。是的，用户们完全可以使用信用卡支付、现金支付。那就这样吧，我们把所有责任都甩给龙国人，这也是我们加大对华安科技制裁的借口。显然，水果公司希望龙国人还手，一旦还手了，他们就有更多的借口进行着制裁了。这一次，王明有了阿拉丁马富贵的全力配合，水果公司不倒闭都不行。先生们，龙国人反抗了，这是我们继续制裁华安科技的机会。帕克先生，我们该怎么制裁华安科技？我们直接从芯片下手，限制华安科技获得足够的芯片，这样他们自然会失去市场了。帕克先生，您准备怎么限制芯片的数量？华安科技有芯片的设计能力，但是没有制造能力，我们可以限制他们获得先进的光刻机。这样，他们没有足够的高端芯片，他们就没有办法继续提升销量。很好，那就这样吧。相信龙国就算知道，也只能够接受。帕克笑了起来，他们这一个反制手段可是阴险得很。很快，老鹰再一次呼吁欧洲对华安禁售。重磅！老鹰呼吁所有欧洲国家禁止华安科技。老鹰要求芯片代工厂报备芯片生产情况。什么情况？这是新的制裁吗？这又是搞什么鬼啊？让代工厂报备华安芯片的生产情况，这是要监视华安科技芯片吗？老鹰这么做到底是为什么了？一时间，一些懂行的人站出来分析着芯片问题。各位，这一招非常的狠啊！老鹰要求代工厂减少为华安科技代工芯片。这些代工厂凭什么要听老鹰的？他们又不是股东。原因很简单，所有代工厂都无法离开光刻机，而全世界的光刻机都是阿麦公司的，而阿麦公司跟老鹰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说白了，老鹰的财团们就控制着阿麦公司。这么一说，网友们恍然大悟了，只不过却更加的震惊。此时，华安科技副总一脸的凝重，众人也非常的担忧了起来。袁总，代工厂接到老鹰的要求，只允许我们每个月得到300万枚970芯片。可恶，一年不到4000万枚，他们这是想从源头限制我们的出货量。目前我们储备了多少970芯片？目前储备有5000万枚芯片，按照现在来看，怕只能再交付2000万了。任总，神了，您早就是预判到今天了。是啊，有这5000万枚芯片，我们就有1年的储备，咱们还可以继续发布旗舰机。我说过要放弃幻想，做最坏的准备。我们只要没被打倒，制裁还会不断的升级。任平郑重说道。此时再一次感谢王明，多亏有他的提醒以及帮助。任总说的不错，今天他们可以限制我们的芯片数量，明天就可以直接让代工厂不再生产我们的芯片。没错，我们需要光刻机。咱们的国产光刻机到底是什么样的水准啊？是真的突破了吗？国产光刻机暂时是指望不上的，所以我们必须要自己解决。我们可以多花点钱，让他们多生产一些，相信他们不会介意的。没错，都是利益驱动。老鹰再霸道，我看也不会真的派人一直监视吧。看来我们只能多方下手了，一方面尽快推出新款芯片，另一边让代工厂偷偷生产更多的芯片。一时间，华安科技分部都是彻夜通明，所有人都在加班，不断加速设计研发着更强的芯片。此时，王明也着急了起来，时不我待啊，历史还是走到了这一步。老赵，第2座光刻厂怎么样了？王总，地基已经打下去了，不过想真正的完工，至少也得半年。我现在真的想马上拥有年产1枚芯片的产能，到时候老鹰想制裁也没门。王总，你也不用那么着急，至少我们现在已经有先进芯片的制造能力了，只是产能少一点而已。我知道不能够急，但是真的想快一点。王明还是很激动，大战即将开始了。很快，企鹅号也限制了水果手机所有功能。什么意思了？我们使用企鹅号，连红包都不能发了？过分啊！你们制裁水果公司，但是也不能影响我们的正常使用啊。看来必须要买1台备用机了。如今2大支付软件，水果手机都不能支付了。一时间，一些人直接买1000元的备用机，这也给各大手机厂商带来不少的业绩。雷总，咱们1000元机卖得非常的好，果粉们买备用机可是首选我们的销量增长了20%。看来强盛公司制裁水果公司起到了作用，这给我们所有厂商都带来了好处。这可是我们的机会啊！行业估计需要4000万台的手机需求。目前，就连大卖手机都感觉到了好处，别的厂商自然也是大受好处。而水果公司也感受到深深的敌意以及惨淡的销量，他们真的开始着急了。总裁，龙国人的反制已经真正影响到了我们新机的销量减少2/3。可恶，为什么手机支付对我们的影响会那么大？如今在龙国，手机支付不需要找零，不需要担心小偷，正在成为一种时尚。信用卡也不需要找零，也不用担心小偷，他们明明可以使用信用卡的。因为手机支付推广更加方便，
使用信用卡还需要 POS 机，还需要跟银行合作。好吧，我勉强能够理解。目前我们必须要提升销量。总裁，除非阿拉丁与企鹅科技中一个能够解除限制，否则我们无法打破垄断。总裁，或许我们可以推广我们的水果支付，我们也有属于自己的支付软件。想推广水果支付，需要总部的支持，这是另一个项目负责的。总裁，您应该前往总部与库里先生当面交流，告诉着他们我们遇到的难题。看来也只能够这样了。一时间，布莱尔准备前往总部，希望能得到支持。只不过，水果公司正忙着制裁华安手机呢。此时的老鹰管理署也正在决定着要将强盛公司以及企鹅科技拉入制裁名单。龙国人竟然反制水果公司，这是一个非常不好的信号，我们必须要进行制裁。帕克先生，我们要如何制裁？目前这些公司可都是互联网公司，企鹅科技的企鹅号在老鹰运营，我们可以制裁他们，将他们禁止。很好，就这么办。阿拉丁集团呢？他们在老鹰有没有业务？阿拉丁并没有在老鹰开展着电商业务，不过他们想收购我们的一家支付公司。阻止他们，必须用行动告诉他们，与我们作对没有好下场。不错，我们要让他们知道得罪我们的可怕，要让他们付出代价。众人也是附和着，此时将目标瞄准了最后一家。先生们，现在轮到强盛公司了。强盛公司从事的产业非常的多，不过他们在老鹰没有任何的业务，我们无法有效制裁他们。不，时代电池厂是他们旗下的公司，他们很早就将电池卖到老鹰，我们可以制裁这家子公司。是吗？他们竟然将电池卖到了老鹰，这必须要禁止他们销售。很快，老鹰管理署准备对3大龙国科技公司全面进行制裁。重磅！时代电池厂被制裁，新能源板块大跌，企鹅号被禁止，股价下跌，阿拉丁收购被阻止，相关板块下跌。此时的龙国网友们也是愤怒，因为这已经完全就是沦为了刻意的打压了。这太无耻了，还找各种借口，全部都是强行的理由。阿拉云太便宜，竟然也成为制裁的借口，这简直就是无耻啊！企鹅号都没有在老鹰正式上线，都是龙国人跑过去使用，竟然也被禁止。必须要反抗，咱们可不能被这制裁打下去了。而强盛公司作为第一个带头的，王明早就给所有人提了一个醒，那就是做好最坏的准备。既然不给出口，那就不出口了。我看谁更加着急。我看老鹰也是迷失了眼，是锤子公司想买我们的电池，搞得我们好像想卖给他们。让他们制裁吧，他们这可是制裁的寂寞，老子一点都不怕。这一次没想到老鹰把阿拉丁也算了起去，就是不知道马富贵会怎么想，会不会认怂？他们想不扛也得扛，他们要是认怂了，那就别在龙国混了。也是，如今他更是骑虎难下了。赵飞宇笑了，王明也笑了，只不过马富贵却是苦着一张脸。马总，管理署收到老鹰的强令，我们没有办法收购老鹰的支付公司。老鹰太过分了，凭什么制裁我们啊？我们明明就是被迫的。是啊，我们又不是第一个站出来的，这才强盛公司去啊。事如今，说这些也没有用了，我们干脆主动退出。如今全国人民都在看着我们，我们不可能向老鹰认怂。我们现在是骑虎难下，都是强盛，是他们将我们绑上了贼船。马总，或许我们跟强盛的关系应该缓和一下，毕竟现在大局当前。很快，阿拉丁派人来到了强盛集团，赵飞宇非常的诧异。王总，阿拉丁的人来了，他们摊牌说想让他们配合制裁水果公司，希望能够得到好处。这可是一件新鲜事啊！马富贵看来这是真心想配合我了啊。王总怎么回复？是跟他们谈还是不谈？自然是要谈的，去问问他们想要什么好处。王明跟马富贵可是一个级别的，对方老总没有出动，他自然也不可能亲自去见对方。赵总，我们希望拼东西不要再打价格战，你们的万亿补贴以及其他活动希望能够减弱。还有吗？双11不要跟我们竞争，让我们继续坐稳电商第一的宝座。还有吗？赵飞宇继续追问，而这可是把副总给问的有些懵逼了。目前就这2条，当然希望明年我们也上一场春晚。还有吗？这一次再问，副总总算摇了摇头，是真的没有了。只要你们能答应我们这3个条件，我们就配合你们制裁水果公司。你等一下，我向王总汇报，告诉他们可以。第3个条件，我还可以送给他们一份大礼。此时的马富贵可是异常的兴奋，这可是他一直都想要的。什么？强盛愿意将今年春晚的冠名权让给我们？是的，马总，王明说还会送我们一份惊喜。王明有没有提什么条件？只有一个，就是要我们配合制裁水果公司。看来强盛要跟水果公司死磕到底啊！接下来怕是要我们放弃水果手机用户。是啊，王明也是一个疯子，不知道他帮助华安科技到底是有私心还是正义。马总，一旦我们要了这一次的春晚，我们就要放弃水果手机用户，为了春晚，值得吗？大家再一次看向马富贵，最终在等待了几十秒之后，马富贵做出了选择，同意他们的要求。今年我们就要上春晚，我们等不起了。如今大局当前，科技大战越来越严重，我们不能够再内耗了。靠着双11，再加上春晚，淘货网将回归龙头，这也不算是一件坏事。很快，强盛收到了对方的回复。此时王明也是笑了，他的诚意已经给够了。接下来，有着对方的全力配合，水果公司不死都不行。王明以1敌2对付水果集团以及沙琪玛超市2大巨头，这想想就让人心血澎湃。重磅！阿拉丁宣布水果手机无法使用淘货宝支付，阿拉丁多种措施反制水果公司。随着王明给足诚意之后，阿拉丁直接宣布着水果手机停止服务。太棒了，被打了就要还手，这样才给力嘛！咱们龙国的企业都强硬起来了，老鹰休想打倒我们。我们还是太仁慈了，应该直接将水果公司赶出龙国才对。此时，阿拉丁集团在老鹰的股价大跌，只不过很快，阿拉丁爆出一个好消息。重
重磅！强盛宣布放弃春晚，阿拉丁集团将冠名今年春晚。这两个消息一出来，网友们再一次傻眼了。强盛不可能轻易放弃，他们不差钱。只有一个可能，淘货宝放弃了水果手机用户，强盛才会将春晚让给马富贵。这说得通了，看来这也是得到了好处啊。众人也是笑了起来，因为这并不算是坏事，的确是大好事啊。此时，华安手机的主战场还是放在了欧洲，他们的子品牌荣誉手机开始发力了。重磅！荣誉手机性价超过大麦手机，华安手机子品牌发力，销量大涨。一时间，荣誉手机直接发力，那可是让其他厂商苦不堪言。来总，华安科技发力了，他们的中低端芯片加大了制造力度。太难了，华安有自己的芯片，他们芯片不用赚钱，只要手机赚钱就可以了。我们中间还间隔芯片商占一手，光是这一点，我们就无法跟荣誉手机比性价比。果然，我最担忧的情况还是出现了，看来国内手机市场不会平静了。是的，麒麟手机也降价了。既然大家都在卷，那王明自然也是要加入进去的。重磅！麒麟手机宣布下降500，2999降至2499，旗舰机开始内卷。麒麟手机那怕降价500，也有1000块的毛利润。如果降低1999，那么所有旗舰机将没有活路。麒麟手机降价了，这可更加香了。专业的游戏手机，这没得说啊。是啊，这一降价，那可必须要买。可以说荣誉手机的性价比大涨，麒麟手机也降价开杀。此时最难受的莫过于其他厂商了。此时的水果公司也是感觉到了寒冬，他们的销量受到了巨大的影响。总裁，如今两大支付软件全面停止服务，水果手机无法进行任何交易了。先生们，总部的老爷们更在意欧洲市场，龙国只是第3大市场。布莱尔也是无奈啊，总部不听，更是不太重视。您必须要告诉库里先生，一旦继续下去，在龙国的销量将腰斩。最终布莱尔也只能够亲自前往总部，希望引起重视。重磅！欧洲将对华安科技展开调查，华安手机是否存在安全漏洞，将决定是否被禁售。太好了，欧洲人也要开始向华安科技下手了。只要华安退出欧洲，将空缺出几千万的市场，我们可以弥补进去。华安科技将不再是我们的对手，他们正在被一步步削弱。先生们，我们在龙国的销量已经腰斩，今年无法完成5000万的目标。布莱尔，你是不是在开玩笑？为什么会降得那么厉害？龙国的互联网企业不可能影响到我们。龙国人无法摆脱网购，在龙国我们没有自己的支付软件，这是我们的致命缺点。我很难理解，使用现金、使用信用卡在龙国有那么难吗？你为什么不早点汇报？高管们有些震惊，因为他们没想过龙国的情况那么糟糕。龙国率先在全球使用了手机在线支付，已经从线上覆盖到了线下，时代无法逆转了。你有什么计划或者什么解决方案？你可以大胆地说出来。我们唯一的手段就是解决支付问题，我们要重启水果支付。水果支付，这的确是我们以前想推广的，只不过并没有成功。既然在线支付在龙国发展的那么好，说明是有发展前途的。我们为何不花个10亿美刀重启水果支付？我们要让龙国企业知道，我们也不是好惹的，是时候动用我们的手段了。一时间，水果公司达成共识，开始安排着重启水果支付。重磅！水果公司将推出水果支付，解决支付问题。太好了，水果支付来了，这可是我们果粉的专属支付软件。看吧，什么淘货宝，什么企鹅支付，都不可能有水果支付好用。水果支付将力压淘货宝，成为全球最大的支付软件。此时，果粉们开始嘲笑着企鹅科技以及阿拉丁，想用支付封杀水果公司，这就是不自量力。强盛集团赵飞宇无奈地汇报着，在他们看来，使用国产手机就是没钱的象征，穷人才会使用。王总，水果支付一旦推出，怕是会破解咱们定下来的封杀策略。没事，水果公司实力是强，但是他们想将水果支付推广起来，我认为他们没有这一个能力。无论是企鹅科技还是阿拉丁集团，都是有自己的电商，而水果支付有什么优势？难道就靠2亿果粉吗？水果支付绝对不可能成功。今天我就把话放在这里。终于，在等待了半个月之后，水果支付重新上线了。重磅！水果支付全新上线，果粉迎来希望。水果支付重磅来袭，仅3天时间，果粉们都下载了水果支付，这让水果支付风头正盛。重磅！水果支付一炮打响，3天突破2亿，3足鼎立时代来了，水果支付强势崛起。此时果粉们吹嘘了起来，已经认为水果支付成功了。看吧，水果支付3天破2亿，淘货宝都没那么牛逼过吧？企鹅支付都没有那么牛逼，水果支付这一次可是深入人心了。的确是牛逼，水果公司天下第一的称号可一点都不差啊！果粉们似乎解气了，他们忍受了那么久，如今终于看到了希望。只不过此时在淘货网总部，马富贵听到这一个消息，却是一点都不慌。水果公司以为这就是成功了，还差得远呢。马总，水果公司妄图打破我们的支付封杀，他们还真是异想天开。是啊，线上的电商都被我们垄断着，只要我们不答应，他们休想能有什么用途。我们既然已经支持了华安科技，那就全力配合，告诉我们投资的各大平台，不允许他们接入水果支付。马富贵点点头，王明信守着承诺，给了他不少的好处。如今他自然也是要信守承诺的。此时果粉们发现钱是冲进去了，但是这钱花不出去啊。什么意思啊？充了1000块，你现在告诉我
之前没有地方花。是啊，现在3大电商平台全部都不支持水果支付，感情我们期待了半天，这水果支付还是没有用处啊！咱们这是被放鸽子了吗？这可怎么办啊？果然，水果公司的布莱尔脸色非常不好，他们收到的都是一些坏消息。总裁，龙国3大电商平台都不同意接入水果支付，最终只有几家小的电商平台愿意尝试，但是他们需要我们承担研发费用，因为他们要研发水果系统版本。可恶，这些贪婪的龙国人竟然要我们出研发的费用，这绝对不可能。如果我们不给他们的话，他们可能就不愿意开发。只是一些小平台无法对我们造成太大的帮助，我们需要的是大的平台。目前来看，碍于舆论，龙国主要的平台暂时不会跟我们合作，我们只能够在线下发力。我想知道你们有什么计划？总部只给了我们10亿美刀的推广费用。我认为我们可以与超市合作，目前线下支付在城市使用比较多。众人一个个提出了不少的建议，这让布莱尔眼前一亮，觉得的确是非常不错的。很快，水果公司的一举一动，那可都是受到极大的关注。重磅！沙琪玛超市接入水果支付，巨头零售将支持水果支付。水果公司已经打破线下制裁。这一个消息也是让果粉们彻底的疯狂起来，大量果粉冲入沙琪玛超市消费。看吧，水果公司推出了水果支付，2大巨头怕是要后悔莫及啊！是啊，真不知道他们现在会不会后悔死啊！强盛是很强大，但是想封杀水果公司，那还是在做梦呢。显然，果粉们都不看好强盛，不看好企鹅科技等公司，都认为这一个制裁不起作用了。此时，赵飞宇再次有些担忧的找到王明。王总，现在由于沙琪玛超市的火爆，我看继续下去，怕是会有人坚持不住啊。有这一个可能，不过现在没人敢第一个妥协，强打出头鸟。既然他们不敢，那我就断了他们的念头。王总，您有什么好办法？制裁沙琪玛超市，这可让赵飞宇再一次傻眼了。沙琪玛巨头是世界500强的老大，影响力可比水果公司还要强的。沙琪玛超市是老鹰的企业，既然他们敢跟对方合作，那就加上他们。如果是这样的话，那这事情可是越闹越大了。咱们可是要应对这2大巨头啊！怕什么？他们还有什么能够制裁我们的？我又不准备出国做生意，有本事他们就来。王总，既然您决定了，那就干他丫的！我现在想想也是觉得解气。赵飞宇点点头，他们正在以一敌二，对付这2大行业的巨头，这想想也是让人激动。不过咱们怎么制裁沙琪玛超市，这可是一个难题。简单，咱们不让他们使用淘货宝以及企鹅支付，将他们的收款码全部冻结了。这一招高啊！只要不支持他们，除非他们偷偷拿个人收款码来收款。企业用个人收款码那可是违规违法的，直接就是偷税漏税。这样的话，沙琪玛超市只能使用现金跟银行卡，他们必然会被抛弃。是的，这就是他们的代价。他们接入水果支付，就需要有被制裁的准备。很快，企鹅支付无法在沙琪玛超市支付，淘货宝无法在沙琪玛超市扫码支付。沙琪玛超市排队如潮，大量消费者愤怒离开沙琪玛超市。一时间，沙琪玛超市高管们召开着警戒会议。总裁，我们的超市网络以及硬件没有问题，水果支付也能使用，我们的机器是正常的。我们推测是淘货宝以及企鹅支付停止向我们服务，所以我们无法用这2大软件收款。什么？竟然是这样？他们怎么敢向我们停止服务？我们1年有着数千亿的流水。不是吧？难道他们还想制裁我们不成？他们不是针对水果公司吗？怎么扯到我们身上了？立刻给2大公司打电话，要求他们进行解释，为什么要针对我们？瑞克愤怒地说道。此时高管也只能够接连点头。此时，总裁瑞克与水果公司的总裁也当面沟通，必须要水果公司给一个说法。布莱尔，我们现在损失很大，正常的消费者无法使用手机支付。瑞克先生，不要太着急，一定有办法解决的。我需要你的解释，否则我们将放弃水果支付，恢复其他支付软件的接入。瑞克先生，在我看来，这并不是一个灾难，而是一个机遇。我们2亿果粉的支付可以弥补你们的损失，可是这样对我们的影响非常大，我们可不能为了你们冒险。瑞克摇摇头，布莱尔的话的确没有错，但是他们为什么要冒那么大的险难？水果集团最后的求饶，而王明却拒之门外。龙国的企业是不可侵犯的。王总，沙琪玛超市取消了水果支付，我们是否恢复淘货宝以及企鹅支付？恢复吧，让他知道我们的厉害就可以了。毕竟人家也是世界500强企业。事实上也是这样，沙琪玛公司毕竟也没惹王明，王明没必要把精力放在这个上面。王总，还有一个好消息，我们的第2所光刻厂已建成，这个月芯片产能突破1200万枚。太好了，吩咐下去全力生产，这将是国产芯片的崛起，龙国不再被卡脖子了。另外，第3座光刻厂开始计划修建。此时，王明来到华安科技任平的办公室，任平也在为没有高端芯片急得焦头烂额。这时看到王明的到来，如同看到救星一般。小老弟啊，芯片产能怎么了？我的旗舰机马上就要停产了。老哥，我这次来就是为了芯片的问题。我们芯片月产量突破1200万枚，而且高端芯片占比30%。太好了，我们的旗舰机有救了。王明，你真的是龙国的希望，我没有看错你。开玩笑，我可是重生而来的，我是可以为蒲先知的。我们的芯片都慢慢替换国产的，要让老鹰知道我们也是可以产出芯片的。是的，所有芯片代工厂销量顿时少一半，而最为大惊要数高新科技。此时，高新科技总部已乱成一团。什么？龙国有了自己的光刻机？这怎么可能？他们想脱离我们的掌控，这绝对不行。总裁，我们已再三确认过了，这背后是王明在操控，他们秘密建造了2座光刻机厂。可恶，我们的芯片垄断就这样被破了。这个王明凭什么能研发光刻机？麦克瘫倒在椅子上。
他到目前都不相信龙国能研发出光刻机。此时在企鹅科技，王明跟马平安正喝着茶，两人可是忘年交，关系越来越紧密了。老弟，最近水果公司宣传有5亿用户了，这2亿果粉是没什么水分，但是剩下的安卓用户，这水分我看就比较多了。看来我给他们塞的水分也是被你们看出来了。老弟，你可是够坏的，怕是这3亿里面有2亿用户都是你注的水分，你才是最大的黄牛啊！是的，水果公司疯狂的砸钱，各种红包返利，这让王明也想分一杯羹。要让水果公司知道，想在龙国搞致富，那可不是容易的事情，现在才是真正的开始而已。老弟，你想怎么搞？老哥，开始新一轮的红包大战，这一次是面对商家，我跟马富贵打个招呼，你们轮流着来。你这招可是够坏的，这可是耍水果公司啊！这样水果公司将面临巨大的损失，必须要让他们知道，想在龙国搞支付软件，他们一点优势都没有。很快，企鹅支付可是风风光光的搞起了活动，这一个活动可让商家们都疯狂了。重磅！企鹅支付大放水，惊喜红包拿不停，红包最高88，全网疯抢企鹅支付红包。这一次是真的放水啊！我竟然领到了6块钱，我也领到了，直接7块8，早餐钱都有了。太好了，企鹅支付的红包来了，又薅羊毛了。用户们看到了红包，纷纷使用着企鹅支付，这让商家也尝到了甜头。此时在水果公司，副总汇报着目前的情况，可以说经过半个月的沉淀，他们终于发现了端倪。总裁，目前水果支付是活不到2亿人，而且还在每天都在减少。我们不是有5亿用户吗？为什么活跃用户只有不到2亿？根据我们得到的消息，我们的地推人员与黄牛同流合污，制造了大量的虚假用户，骗走我们的补贴。什么？我们被骗了？而且被骗了几十亿？布莱尔脸色大惊，没想到花了钱，用户也有了，竟然是虚假的。是的，很遗憾，我们也是刚发现不久。可恶，该死的龙国人，你们都是卑鄙的小人。那现在我们怎么办？我们没有别的办法，只能应战，只能发放红包了，否则没有商家愿意再替我们推广了。副总无奈地说道。布莱尔也无奈地叹气，目前也只能再一次地进行着放水。而此时淘货宝那可是无缝连接，你方下台，我方登场，直接轮流着红包大战。重磅！淘货宝宣传上线惊喜红包，持续1个月，淘货宝大放水。此时一些网友们也是感觉到了2家公司的配合，直接就是点赞。牛逼啊！我还以为2家公司是内战了，没想到这是轮流着上下，2家轮流烧钱，接下来可真不知道会变成什么样。还能怎么样？就看水果公司应不应战了。此时水果公司的人也感觉情况不对劲，一时间副总那可是紧急的汇报着。总裁，我们正在遭遇车轮战，他们迫使着我们继续烧钱应战。总裁，我们一天的交易量高达2亿笔订单，每天将要补贴4亿，我们已经补贴120亿龙币了。意思是说，我们的50亿美刀预算已经全部花光了。是的，总裁，我们已经没有钱继续下去了。此时陷入着绝望的布莱尔不可能再争取着更多的预算了，于是前往龙国管理署寻求着帮助。先生，我们希望能够解除对我们的支付制裁。布莱尔先生，管理署不能直接干预企业的事务，我会为您进行转述，这需要企业自行决定。林老表示着不冷不热，既没有拒绝，也没有答应，只是转述而已。此时王明和赵飞宇喝着茶，他们计划着收购水果公司。王总，水果公司我看暂时还不会倒下，但是他们已经没有未来了。再等等，等他们喘不上气来，我们再出手。也是，龙国销路被断，他们失去了最大的市场。一时间，水果公司接到了众多销售商停止合作的通知，这让水果公司直接傻眼了。总裁，龙国销售商放弃了我们至少需要半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才能重塑销售链。又是他们非要逼死我们不可吗？他们怎么会如此团结？或许最好的办法，可能就是让强盛控股了。他们不是想要我们的股份吗？我们给他们吧。总裁，让强盛控股吧，这样我们的股价才会上涨，我们所有的制裁都会消失。没错，合作共赢，我们不能再为自己的高傲而买单了。强盛的实力的确比我们更加强大，妥协并不可耻，让水果公司倒下，我们才是最大的罪人。高管们终于低下了高傲的头颅，他们是真的被逼上了绝路。好，我同意和解，合作共赢，让水果公司更加强大。布莱尔终于想通了，很快他亲自前往龙国，准备与王明沟通着细节，而一个消息却让他傻眼了。布莱尔先生，很遗憾，我们王总不愿意见你。当布莱尔亲自来到强盛总部，却是迎来暴击，那就是连王明的人都见不着。请告诉你们的王总，我们来谈收购事宜的。王总说了，无论什么事都不见你，他对水果公司已经不感兴趣了。这让布莱尔当场愣在原地，他好不容易才想通，接受着一切，而对方却又不愿意了。你再向你们的王总说一下，我们愿意接受强盛的收购，愿意让出控股权。女士，请转告尊敬的王明先生，我们希望能够与强盛和解，所有条件都可以谈的。这是王总的原话，他不会见你们的，你们可以走了。说完，赵婷婷直接就是转身离开，不再管两人了。当年辉煌无比的水果公司总裁，如今却是落得无人问津。总裁，或许王明先生心中有气，我们再等一等吧，让他看到我们的诚意。好，就这么做，我们今天就等到他出来为止。随后就坐在前厅，等着王明出来。而这么一做，立刻引来强盛公司不少人的关注。那个外国人看起来非常像布莱尔先生，是不是啊？我刚打听了一下，他就是布莱尔，边上的是他的副总。什么？真是水果公司 CEO 布莱尔？怎么没有人去迎接啊？迎接？你还以为水果公司是以前的水果公司吗？我听说布莱尔是来求饶的，王总直接不见他，现在赖在这里不走呢。咱们王总以前不是一直想得到水果公司吗？这一次怎么拒人千里之外啊？这你就不懂了吧？拒绝一次可以，拒绝2次，是谁都会生气。
西，他们真以为非要不可吗？看来是真的得罪了咱们王总，这次真的不打算要他们了。同事们开始在私下嘀咕着。很快，布莱尔被拒之门外的消息就在强盛内部传了出来。赵飞宇看到布莱尔卑微的样子，也不禁后背发凉，再一次为以前的正确站队感到庆幸。此书已完结，感谢家人们的观看。